二姐，我眼花了，肯定是我太想二哥，所以看到谁都像是二哥。就是二哥。二哥？二哥怎么会带着棺材回来？这是怎么了？走吧，去看看。二哥。走吧。二哥，你还好吗？没事儿。二哥，棺材里的是谁？林组长家的小孙女。罗星磊皱眉，王大娘之前说过要介绍给二哥的女孩，二哥怎么会与她在一起？遇上了。二哥，回家应该往左边走。不回家。你们是要去哪家呀？组长家。啊，我带你们过去。你先跑去组长家说一声，有人来了，拉着棺材。好。哎，这就是组长家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来我家？我送小玲回家。小玲？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！我们的小玲只是贪玩出去了，你凭什么送她回家？我不信，小玲怎么可能会没了？你们都是胡说八道的。要不开棺？二哥。我来开。罗兴平站上马车辕，伸手一抬棺材盖子打开，林家人直接扑过去。林家老太太一直在大门口站着，看到自家小儿媳妇晕倒，人也跟着晕了过去，整个林家乱成一团。唯有林组长强撑着身子一步步走上前。你是怎么与小玲在一起的？她是怎么死的？她为救我。你是罗兴平？是。为了救你而死，他定会很满足。你可知道他有多喜欢你？知道。他一直跟在自己身后，一直说喜欢他，不管自己什么态度。当他想要带他回家，想要成亲时，他却为救自己没了。爷爷，他就是小玲喜欢的那个男人。小玲当初离家就是因为他。罗兴平，求娶林玲。在场所有人都惊住，人已经死了，现在求娶就是求死人。回去吧。罗兴平求娶林玲。罗兴磊不知道自家二哥发生了什么事，但他能感觉到二哥很伤心。可是这人已经死了，爹娘知道会被气死吧？你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罗兴平求娶林玲。他死了，他活着的时候你不娶，现在他死了。我知道，他说过最大的心愿就是嫁给我。死了这条心吧，我们林家不会将小玲嫁给你的。罗兴磊突然脑子里想起来一件事儿，这家姓林，死者叫小玲。走到棺材前，看到那张熟悉的脸，整个人都僵硬住了。是林玲，竟然是林玲，那个曾经从家里跑出来，最后借住在小姑家的小姑娘。是她，她爱的是二哥。二哥，你可想好了？就算他死，也只能是我的人。那二哥跪着求林家人，我先去给林玲做嫁衣，还有家里那边，我也需要跟爹娘说说。他说喜欢作坊的衣裳。我让王姨奶他们亲自做。只是有一点，他刚才靠近时，林玲的样子像是刚死去的，一点也不像是死了很久的，也不知道二哥是怎么保存下来的。谢谢。二哥哪里话，我先回去。二姐，我们不管二哥吗？让二哥跪着吧。二姐，你要去哪里？回家告诉爹娘。那我还是跟你一起回家吧。他实在是张不开口告诉自家娘，二哥要娶一个死人过门，娘会疯吧？娘，别忙了，我有话想跟您说。说吧，怎么了？有什么话想要单独跟娘说的？娘，二哥有喜欢的姑娘了。好事儿呀，你二哥这年纪早该成亲了。你不是说他最近回来，那等他回来我就张罗给他成亲。孩子们都大了，他这个当娘的心里也着急，
现在二儿子有喜欢的人，这是件好事啊。可是两个孩子的脸色怎么看都不像是开心的样子。你们两个这是怎么了？你二哥可有喜欢的人？这不是好事吗？娘，二哥有喜欢的姑娘，那姑娘也喜欢二哥，可是那个姑娘因为救二哥死了。哎呦，那真是太可惜了。你二哥又给你写信了，你问问他什么时候回来，怎么说回来，到现在还不见人呐。这次事情对你二哥打击怕是很大呀。罗星磊突然就不知道要怎么开口说，自家二哥想要娶一个死人。你们两个这是怎么了？担心你二哥回来我会逼着他成亲？放心吧，不会啦。你二哥呢受了情伤，娘怎么会逼着他呢？放心吧。二哥已经回来了，将他喜欢的那个姑娘尸体一起带回来，现在去了女方家。你们见过了？为救你二哥才死的，我们也应该去人家家里拜访一下才好。什么人家远不远呐？我准备些东西，可是这准备什么好呢？二哥想娶她。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？二哥要娶她。可他已经死了。罗星磊与罗星笑两人对视一眼，全都沉默。你二哥现在在女方家。关小妮没再说话，安安静静的一句话都没说，起身去干活，但整个人的状态都是浑浑噩噩的。二姐现在怎么办？你要不将大哥叫回来？不用，娘应该是需要缓一缓。罗星磊哪里都没有去，一直在关小妮身边守着，怕出事儿。娘，你有什么想法，要不跟我说说？你二哥认对方当干亲行吗？娘自私，不想你二哥娶个死人呐。他终于承受不住哭了出来。那是人家的闺女，是他罗家对不起对方，可是谁的孩子谁疼，他不希望自己儿子娶一个死人回来。娘，这件事情估计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，二哥下决心了。这孩子也不跟家里商量，他娶回来之后，这后面可怎么办呢？啊，前面有一个，后面谁还能嫁给他呀？娘，二哥爱上他了，就算不娶回来，在二哥没走出来前也不会娶任何人，还不如让二哥还个心愿，他们是真心相爱的。我不是不想让他娶，我只是觉得报恩还有别的办法，不一定非要这种。可千百种办法，唯有这一种是他们想的。是哪家呀？今天晚上你爹回来，我们商量一下，明天过去看看。既然你二哥要娶，我们要拿出自己家的诚意。娘，您同意了？不同意有什么办法呀？我刚才只是心疼你二哥，可人家姑娘也可怜，为了救你二哥没的，她应该成为我们罗家儿媳妇儿。希望她泉下有知，知道自己嫁给你二哥能开心吧。娘，我爹一会儿回来，您去跟爹商量吧，我来做饭。好，我没什么食欲。那也要少吃一点。小磊啊，你跟我讲讲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但那个姑娘是因为救二哥才死的，二哥想要娶她。这件事情需要跟你五爷爷、太爷爷商量一下。那爹是今天晚上去，还是明天一早去？今天晚上吧，你随我一起去。这么晚过来，有急事吧？爷爷，兴平回来了。是不是孩子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，兴平在外面遇到点事情，被一个姑娘救了，现在兴平想要娶她。这是好事儿，这姑娘有情有义，你们怎么一个个的还哭丧着脸？难道对那个姑娘不满意？人死了。此话一出，屋子里就安静下来。人都死了，现在还要娶，那就是要娶一个死人回来。这在很多村子里可就是大忌。既然是兴平的意思，那就顺了吧。哪家的姑娘？上林村林族长家的孙女儿。
这别人家的还好说，这林族长可是个倔强的性子，人死了怕是不会同意嫁给兴平。二哥在林家门口跪着。既然这样，明天老五跟爱福去看看，林家人能同意不？好。爷爷，上族谱的事情，放心吧，这边我来安排。好。行吧，都回去，很晚了，明天早点去上林村。是。你二哥那边怎么样啊？还在林家门口跪着，林家人没开门。一会儿我给你银子，你去县里采买东西吧，顺便把你大哥大嫂给叫回来。好，不用银子，要买什么东西娘跟我说。一会儿我说你写着记下，东西多。好。采买的东西不少，红的白的都需要买。没想到林族长那么倔强，说什么都不行，怎么样都不愿意自己的孙女嫁过来。他正直一辈子，知道自己孙女没了，定然是不愿意将孙女嫁过来，应该是不想连累兴平。兴平一心要娶，若是林家不答应，这孩子怕是不会起来。让他跪着吧，将林家人的心跪软也好。我与林族长认识，但这种时候我不能让他因为情面而答应我。你们这几天什么都不要干了，就去林家商量这事儿吧。既然要娶，人肯定要埋在我们罗家土里。天气呢也慢慢热起来了，尸体放不住的。娘，那我们一会儿还去。带着爱福去吧，老六那边靠不住，现在呀只能指望着你了。我们要先拿出自己态度才行。是。爱福，老二家的兴平在外面胡闹的事情你们知道吗？娘在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外面都传遍了，你家兴平去上林村，林族长家跪着，要求娶一个死人，十里八村的都传遍了。你告诉我你不知道？知道。知道你竟然不管管，一个死人怎么能进我们罗家门呢？这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？这件事情娘不用操心了，兴平大了，做事情心里也有主意，他愿意娶，我们支持他。这不是胡闹吗？你够了！如果是因为这件事情过来的，你们现在就可以滚了。这件事情轮不到你们插手。赵氏进门多年，无论怎么作，罗老爷子从来都没有对儿媳妇发过火。最气的时候，也就是拿着拐棍将自己儿子揍了顿。爹，儿媳这也是为了兴平好啊，她年纪还小，娶个死人回来，命就硬了。命这么硬，以后谁还敢嫁给他呀？他们的事情，他们自己有想法，不用你在这里操心。没事就滚蛋，不要来这里添乱。正事你不行，搅局你最快。爷爷，我娘这也是为了兴平好，她年纪小小的，多的是小姑娘可以选择呀。我娘这也是爱孙心切。兴平有脑子，他会自己选择自己的路，不用你们这些人在这里操心。有这点心思，不如干些别的吧，别整天想一些投机取巧的事情。爹娘爱福，我也是兴平的奶奶，我还能害了她不成？这随便娶谁家姑娘不行，非要娶一个死人回来呀？现在这消息都传开了，所有人都等着看我们罗家笑话呢。那就让他们看。行了，你们也别在这站着了，都回去吧。兴平的事情就让爱福去操心吧。爷爷、奶奶、爹、娘，我先去林家村那边，再去与林家人说说。快去吧，爱福不能去呀。罗爱福并没有理会赵氏的话，直接就出去了。罗武也跟在身后走了。爱贵、爱宝，你们两个快跟过去看看，
别让老二一时冲动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爱贵和爱宝过去肯定是冲着坏事儿去的，这2个孩子被他们娘给带坏了。太爷爷太奶奶不用担心，我去看看。二姐，你来了。你一直在这里？是呀，没走，我偷听了。林组长是个好人，林家人看二哥在门口跪着都心软了，想同意二哥娶了林家姑娘，可是林组长拒绝，他说不能害了二哥。爹和五爷爷来了，你见到没有？在里面呢。二姐，现在怎么办？二哥跪在那里不吃也不喝，这身体也受不了啊。没事儿，这个时候就不想着吃喝，好好跪着吧。也许二哥再弱一点，晕倒，事情更容易成。我在这里等会儿，老太婆说让大伯父他们过来，应该是来坏事的。一会儿我们要盯好了，不能让他们进林家坏事。怎么什么地方都有他们？这些人是不是闲的呀？他们就是闲的。二姐，你快看，他们来了，他们真的来了。一会儿你拖着，如果三叔真的不听，直接将他扛走也行，反正就是不能让他进去。那大伯父怎么办？不用怕，他就是个老实的，我在这里站着不让他进，他也没办法，我能搞定。行，一会儿就看我的。大伯父也要过来说一些有的没的。是你奶让我过来的。这里的事情我爹说了算，大伯父来了也是白来，不如早些回去看孩子吧。我再多待一会儿，放心，我不会乱说。当初大伯父但凡有点自己的思维，不动手打大伯娘，现在也不会是这个样子。星阳哥有出息，星珍姐有出息，不知道大伯父最疼爱的罗星辉给大伯父什么好处了。罗爱贵心里也清楚，其实他自己也有想法的。罗星辉娶了县里大户人家的闺女，已经很久没有回来。每次他们去石家找人，对方都说罗星辉不在，没办法，他们也只能回来。这个儿子总算是白养了。天渐渐的黑了，突然感觉脸上一湿，他伸手去感受，点点雨水落在他手上。雨势一会儿就渐大，罗星雷正打算从空间里拿一把伞出来，他头就被遮挡，回头就看到方阳站在自己的身边。你怎么来了？想着应该快下雨了，你出门没带伞，我过来看看。谢谢。傻瓜。这么大的雨，不知道林家这次会不会同意？会的，这么多天，林家已经看到兴平的诚意。时间一点点的过去，阴了好几天，雨下得很大。这会儿大家都开始同情起罗兴平来。这林家人也太倔强了，女儿都死了，有人求娶，嫁就嫁了呗，还非要撑着。这小子在林家门前可是跪了好几天了，没吃没喝，到现在还没倒下，是条汉子。可不是咋的，这得多爱才能做到这一点呢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林玲可是为了他才死的。这怎么了？那也是林宁自愿的。林宁如果不是自愿的，谁还能杀了他不成？是啊，也不知道林家人什么时候才能想通。这雨越来越大，这孩子身体废了吧？废什么呀？你怕是不知道这罗家的情况，有钱着呢。他大哥在县里一家铺子管事儿，他大妹以前也在县里作坊，他大嫂现在是作坊管事儿的，家里院子气派着呢。他小弟在镖局，就有个二妹妹，好像没什么出息，不过这条件好着呢。你们也不用担心他身体会熬坏，他堂弟就是兴阳医门的兴阳大夫，兴利大夫、祝大夫全都是他家的亲戚，与他们家关系可好了。这林玲也是命苦的，若是活着，那就掉进福窝窝里去了。就这样吧，开门让那孩子进来吧。跪好几天了，这会儿雨势这么大，人还在外面，别再闹出人命了。爹，林玲是我的女儿，她死了我也很伤心。可是罗兴平那小子在地上跪得够久了，我相信他就是一心想娶林玲回去，
我想随了这2个孩子的心。爷爷，林玲喜欢他，之前一直跟我念叨，后来离家也是因为他。可我真的没想到，林玲喜欢的竟然是傲山村罗家的。早知道那个王大娘过来说这门亲事时，说什么也要让他们2个人见一面，不至于留下这遗憾。你们以为我不想吗？现在你们只看到了他的诚意，你们可有想过，他还很年轻，未来的路还很长，他还有很多路要走，可咱们的林玲已经没了。罗家人自己也愿意的。那是罗家那一家子心善，罗爱福希望顺了自己儿子的意。林组长说完起身，也不与众人说，就回自己屋去了。这是还烦呐。那小子现在还在狱里跪着呢，我顺了孩子的心吧，他有情义，是我们玲玲的福气，以后就当他是我们的孙子。这孩子倔强得很，我听说这孩子聪明着呢，是个状元的料，可是没有去考。罗家那几个孩子啊都不简单，老大管着铺子，老二虽说不在家，但在外面怕也是个做事儿的。老三呢在城医作坊，老五在镖局，就是外面传言最没用的老四。我看那丫头不简单，远远不是我们表面看到的这样。罗兴平若不是诚心，随便用其他办法也都能让我们将玲玲嫁给他。只是这小子没用，他大抵是不想将自己手段用在许玲玲的事上。天都亮了，我们再等等。这么一晚，林家在门口看了很多次，想必他们也在考虑吧。林家不是所有人都不同意，总归有劝说的。希望有个结果，就是尸体也放不住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！你可想好了，现在要娶就没有回头路。我林家姑娘不是那么好娶的。想好了，他就是我的人。去将你们姐夫扶起来。可罗兴平跪太久，这会儿身子都没知觉，整个腿已经不能动。罗兴平最后是被抬着进的林家，在林家堂厅，现在摆着的是玲玲的棺材，还有她的牌位。罗兴平因为腿不行，所以这会儿坐在椅子上。我让人去请个大夫过来给你看看吧。不用，谢谢爷爷，我想与您商量一下我娶林玲之事。罗家来人了。罗兴磊听到了，但这会儿他没有心思看是谁来了，只是快速在罗兴平身上又下了几针。他二哥这次是伤到了，想要恢复，怕是还要好好养几年。而且二哥身上有内伤，也不知道是怎么撑过来的。这不是作践人吗？我孙子哪里不好就娶一个死人呐啊！还要我孙子那样跪着求？闹什么闹？这里是林家，不是罗家，不是你们家院子。你个死丫头片子，你给我让开！你二哥的事情也是你能管的。方阳哥哥，拦着他们，他们要是敢过去，直接动手。好。罗兴磊则自己就往前去，刚到罗兴旺面前，他一脚就直接将人给从门口踹飞了出去。罗六与赵氏没动，但罗兴磊退回来，走到两人身边，看着两人，轻声用只有他们三人能听到的声音道：上次罗新辉的事情，我以为你们长教训了，原来你们没有。罗兴磊，你是疯了呀？那是你哥。当真以为我拿你们没有办法，随便给你们下点药，这辈子都下不来炕？怎么样？要不要试试？你想要干什么？这么多人，你敢动手？我不敢吗？你可以试试。我二哥好不容易才进了林家门，你们现在想搞破坏，让我来猜猜，在你们来之前，应该是已经想好了要让我二哥娶谁，然后那个姑娘进门之后，你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花我家银子。你们就这么点出息？难不成你们没有打听打听？村里养殖场就是我们家的，县里大哥自己管的铺子也是我们家的，糖的生意还记得吧？对了，
成衣作坊也是，就连兴阳一门也是我的。你们可以试试，看我能不能要了你们的命。你敢？可以试试。罗星雷，你敢？在看到踹儿子的人过来时，罗爱宝冲上前来就要打罗星磊。罗星磊，你放开我！儿他爹！你个贱人，竟然敢动手打你三叔！三叔？当我三叔就他也配？小贱人，他怎么就不是你三叔了？我没有这样的三叔，也没有你们这样的爷奶。你这个不孝子孙，竟然敢这样对我们，你爹都不敢。那是因为我爹一直记着是你们给了他命，如果有选择，我爹定然不会选择你们这样的父母。曾经有多少次你们将我爹逼到绝路上去，如果不是你的挑拨，我大伯父会将大伯娘打个半死，到最后带着星阳哥、星珍姐直接离开罗家单独生活。没有你，罗星飞又怎么会去县里给别人当小老婆？最后罗星飞出事，你们连管都不管一下。当初花人家银子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细数数你做的一桩桩一件件好事？要不要我当着众人的面全都说出来？我二哥就是要娶邻家姑娘，怎么了？他愿意，我们全家都支持。事情刚有起色，你们就过来捣乱，有你们这样当爷奶的吗？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，都是你们，是你们不要脸。你是被你小姑带大的，与你小姑一样不要脸。我小姑？你现在将一切都推到我小姑身上，无非就是因为我小姑嫁人之后再也没有给你银子而已。你怎么不想想你自己都做了什么？小姑嫁的男人死了，那是小姑的错。小姑在家的时候，你们将小姑当成牲口一样的使唤，家里什么活计都是小姑的。小姑在家里干的最多，吃的最少，最后你竟然为了多一点银子给你大孙子去酒楼吃喝，直接将小姑卖了。你卖小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们之间的母女之情？小姑在家里住的牛棚，可有说过一句小姑被人打的时候你们在哪里？小姑回来你就说自己没有那样的女儿，还让小姑去死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她是你的女儿？你胡说！哼，让大家伙去凹山村问问，当初村里看热闹的人不少，谁人不知道你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去死？小姑去县里嫁了人后，看着小姑日子过得好，你又开始跑去闹事。若不是小姑父厉害，这家人的日子恐怕也被你搅黄了吧？你闭嘴！我罗家没有你这样的孙女儿。他说的都是事实，她是我的女儿。艾福，你看看你将孩子惯成什么样了？就罗星磊这样的，以后哪个人敢娶啊？为什么没人娶？不要将所有人都当成傻子。你们家做了什么事情，总归有人知道。你们，我们已经定亲，不日就会成亲，怎么会没有名分？我这个当爷爷的都不知道你们定的哪门子亲呢？我都不认你这个爷爷，你是哪门子的爷爷？艾福，你就看着自己的女儿这样对我无礼，你儿子一个大活人，竟然要娶一个死爹！罗六，真没想到你们老两口子这么不要脸，什么都让艾福出，还坑人家的银子，还是不是人啊？就是，平常疼罗星辉疼得跟什么似的，怎么罗星辉娶了县里大户人家的小姐就不管你们了？自己没银子花就跑去欺负最老实的，怎么不让你的大儿子和三儿子出啊？怎么不让老三和老大出啊？老大当初将王氏打得半死不活，后来将妻子儿女赶出去，什么都没有给，就2身破衣裳。要不是艾福一家子心善，怕是王氏、星阳他们早就死在外面了。要不说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呢，这俩人也太不要脸了。星妃当初嫁人，从人家身上捞了多少好处啊，后来人家落难连理都不理。罗六、赵氏，你们那么疼罗星辉，罗星辉在镇子上还给前妻刘兰兰和儿子买了处宅子，你们怎么不去抢呀？天天就知道在这里横，也就会欺负艾福这一家子老实孝顺的。就是，兴平这孩子多不容易啊，好不容易跪求到林家人点头，你们竟然跑来闹事儿，缺不缺德呀？别说什么为了孙子好的话，你们要为孙子好，为什么还联系牛家村那边的闺女儿，还
还跟人家说只要嫁给罗兴平就有花不完的银子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。什么？他们竟然还给罗兴平安排了别的姑娘？可不是咋的，那个姑娘就是他们家老大后娶牛氏的侄女儿，长得丑就算了，人还懒，傻乎乎的。我猜他们呢想将牛家那个傻女儿嫁给罗兴平，怕是又为了坑罗爱福家的银子呢。天哪，人家有银子为什么要给他们呢？他们都能装病骗银子，这……还请几位回去吧，不要打扰我家与林家结亲。赵氏还想说话，这时牛氏头上的布也不知道怎么的，突然就被掀开。哎呦天哪，这是亏心事做多了，头发一下全掉了吗？撞了人家院墙就想走？娘，你给林家人赔银子。我哪里有什么银子呀？好呀，不赔银子就去牢里坐着吧。这次我要让你们将牢底坐穿。罗六看了赵氏一眼，赵氏拿出来一个铜板扔在地上。给你。就这点，你院子能起来？怎么就起不来呀？多叔，我们先进去吧，兴平的事情要紧。剩下的事情罗兴磊不知道，他先一步拉着方阳回家了。你快去睡吧，我也去休息了。爹娘那边谈好，接下来又有的忙呢。你也好好休息。说完他就回到自己院子去了。罗兴磊自然没有睡，他直接从自己家的后院墙翻出去，然后一路绕着飞快地去了罗六家附近。在空间里准备好东西后，他瞄准直接将火球扔向罗六家的屋顶。没一会儿窝棚着火，他又等了一会儿，整个罗六家都慢慢地燃起了小火。放完火消过气，身体的疲惫感袭来，也不再看罗六家的热闹，他直接回家睡觉去。夜风凉，别受了风寒。你今天说我们定亲了？是，我一直想娶你，奈何你年纪小，终于你要及笄了，我的心愿也快完成。今天说那些话是情急之下，但也是我的心愿。等家里过了这几天，我会去跟罗叔罗婶说。想好了，我的人生中没有和离，只有丧偶。好，我们悄悄去看看二哥吧。好。两人远远就看到黑暗中坐在坟头的身影，看着有些瘆人。二哥真是爱惨了，若是知道有今日，我相信二哥肯定会早早的就娶了二嫂。这世界没有早知道，只能珍惜眼前。兴平，回去吧。爷爷，回去吧，你这样折磨自己，小玲在地下也不会安心。她是个善良的孩子，希望你可以好好过。她能活出命救你，证明她是真的爱你。如果让她知道自己活出去命后救的人，却在这里伤害自己的身子，她得多心疼啊！陪她一夜就够了。这丫头是个适应能力强的，她嫁过来已是圆了心愿。我相信她现在一定开心得很。走吧。二姐，昨天没有见到老宅那边的人。可能在忙吧。昨天我和大哥回来的时候，那边着火了，也不知道是谁放的。我？你？二姐，你厉害。他们撞倒了林家院墙，我让赔银子，就给了一个铜板，还直接扔地上。你怕是不知道，二哥昨天好不容易进了林家门，结果他们就来搅和，非说不能娶一个死人。那是该好好揍。爹干什么去了？看着状态不怎么对。我不知道。你们都去祠堂吧。娘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们去就知道了。兴平睡了，那就不要吵了，都去吧。如意也要去。兴平睡了，我们一会儿出去将门锁上。我让方阳哥哥过来守着二哥。我总感觉有大事要发生，这事儿还与咱家有关。罗兴磊进去后，看到罗六一大家子都在，心中突然有个想法，这该不会是自家爹对罗六他们的声讨会吧？
艾福啊，你可想好了？是，我想好了。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！你个不孝子，老子生你养你，没想到你现在竟然想要过继，你以为老子死了吗？艾福娘从来都没有亏待过你。我做点小生意，去街卖糖块，你看着糖块赚银子，就让三弟帮我。可是最后赚的银子却要分好几份，甚至都不愿意将本钱给我。我是做儿子的，这些事情我理应不该计较，但是我没有多余的银子可以霍霍。我是一家之主，我要养活妻儿。你们病了，我出银子抓药，你们不喝药，让老三拿着药去镇上偷偷卖掉，嘴里还骂着我不孝，这些我都可以忍。你们是我的父母，可是兴平的事情，你们也想要插手。这孩子为了娶小玲，在地上跪了好几天，还淋了一天雨，终于让林家人点头，你们竟然去闹，将这件事情闹黄，对你们有什么好处？真让兴平去娶了牛家的姑娘不成？这是兴平的心愿。我是个当爹的，虽然我没什么本事，但我只想我的孩子好。你们去闹事，小磊阻拦你们，你们当着所有人的面就污蔑小磊的名声，这也是你们当爷爷奶奶、叔叔婶婶能干出来的事情吗？与其说是至亲，不如说是仇人。兴平娶一个死人回来，我为了孩子好去阻拦一下错了。罗兴磊打了自己的堂哥，还打自己三叔，与那个方阳不清不楚的拉扯，我说他有错。他们是我的孩子，我是他们的爹，孩子们想做的我尊重他们。小磊与方阳的事情他们早就定亲，哪里来的不清不楚？我是他爷爷，这件事情我都不知道，你们如何定亲的？哼，两个孩子定亲的事情我知道。爹，难道你愿意看着我的儿子过继到别人名下？为什么不可以啊？有你这样的老子，我相信艾夫宁愿自己不是你的儿子。我辛苦养大他，给他娶妻，难道这些都错了？他想要将自己过继出去也行，必须给我们养老的银子。那就来看看这些年你们给我们老两口的养老银子吧。你们想要多少银子呀？300两。既然艾夫非要这样，那我也没有什么意见。你没有意见，那你的意思是300两你同意？大哥，我家屋子昨天烧了，整座院子我需要重新上房点儿。分家是说的，我每年需要给的可以算到他们100年，这些银子我出，其他的我都不出。就按这个算。可以，不过我现在就要见到县银。罗艾夫没说话，罗兴雷已经从空间里拿出了100两，悄悄递给身边的罗新强。123两。这是我们每年的养老银子，可是我和他爹生个病什么的，到时候也需要银子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二哥，娘说的没错，人上了年纪各种毛病，这万一有个病有个灾的可怎么办？你们都是死人吗？难不成让艾夫一个人全养了？我们生他养他，这点银子就能偿还我们的恩情啊！那我生你养你，到头来得到了什么？我都这般大年纪了，你还没事就来气我2下。要知道你是这样的，当初我就应该直接掐死你。就这样吧，过继吧。好。罗新辉当初成亲时对你们各种保证，现在人进了10家，有没有给你们银子呀？当初他修刘兰兰的时候，还给刘兰兰买了一处宅子，这银子都是从哪里来的呀？哥，你是不是忘记了星辉休妻时你跑来找我借了100两，现在有银子了也该还我了。我大哥，我们家院子被烧，要建新屋，这些银子还等着急用呢，要不等以后我们再还你？林家的院墙1个铜板就可以，你们家院子烧了，墙体是砖头的没事儿，只不过屋顶毁了，上个茅草顶2个铜板够吧？你们当初借银子的时候说，
等星辉娶了石家小姐，这银子就还。现在石家小姐孩子都生了，银子我还没见到影，今天看到了，我自然要拿回去。这可是我们养老银子呀！你就一个儿子，其他的都是死的。你们不是一向最疼星辉，星辉现在是石家女婿，那应该多的是银子，随便手指头缝里漏点儿都够你们吃了。欠银子就该还，现在有银子还不给人还，这该不会是不想还吧？我看就是这样，他们就是不想还了，所以才在那里扯什么养老银子，就那20-30两的零头也足够他们养老了。村里吃的全都是自己地里种出来的，穿也用不了多少，哪里用得了23两？还有别的儿子呢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罗六这会儿就像是被人撕开了遮羞布，老脸通红，最后只拿走桌上的23两，带着一家子快速地离开祠堂。天气慢慢暖和了，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。会的，一场春雨已经浇透，今年肯定会有好收成。没看出来你现在还是个庄稼汉。当我爱上村里一个姑娘时，就去观察她身边的一切。我可能不是一个合格的庄稼汉，但也绝对不会什么都不懂。小磊，记忆传出来，我们定亲，你愿意吗？你说呢？小姑父，怎么了？是我小姑有事？小姑父，您怎么了？脸色怎么这么差呀？你爹娘都不在，这件事情我就告诉你，与你有关，剩下的你自己把握。好。还记得去年那个翊坤吗？他是世子，他母亲是当今王上的亲姐姐，父亲定北侯爷。怎么了？难道事情与他有关？他不是在王城吗？就是他，他看上你了，回去以后就想求王上将你赐给他。可是当时东华不是拿下我们2座城池，王上在气头上，他就没敢说。最近事情成了。什么？王上将我赐给他？这消息是王承卫大人悄悄传过来的，他知道你肯定不愿意给翊坤当妾室，所以就先一步将消息传过来，让你想办法化解，或者有个心理准备。王城还有传来其他消息吗？魏大人说翊坤带着人马已经动身往白宁县来，这次目的就是为了接你去王城。有圣旨在，你恐怕没有办法拒绝。如果我嫁人了，他们还要抢一个有夫之妇不成？这可能是个办法，不过你还是跟家里人商量一下，一定要尽快下决定。好，谢谢小姑父。这是我今天早上去衙门，魏大人悄悄告诉我的，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，不可以让别人知道，传出去我们可能都是欺君大罪。我明白。我先回去，你这边尽快想办法。好。不可以，怎么可以当妾室呢？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？现在怎么办？让小磊和方阳成亲，越快越好。我们已经知道消息，现在让小磊和方阳成亲，会不会……娘，这消息是从京城悄悄送出来的，翊坤那边以为我们不知道，我们现在成亲，在圣旨到来之前肯定没关系的。好，就这么办。我先找人看看最近有没有好点的日子，然后就给你们准备。主子，您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够久，这次您回来，上面生气了。有些话我已经说得很清楚，不需要我再说2遍。上面这次下了命令，让我们一定要带您回去。什么时候我的事情还需要经过你们的同意？主子息怒，主子息怒，老臣也是领命行事。起来吧，回去告诉他，就当我已经死了。他儿子众多，无论哪个都可以，不一定非我不可。主子，行了，回去吧。主子若是喜欢那位姑娘，直接带回京城就是。您虽不能收她，但养在外面还是可以的。您，主子，您再考虑考虑。老臣最近就留在这里等着您的消息。我说过了，
你们回去按我所说复命即可，留在这里也不过是浪费时间。方阳生气，说完起身就走，一刻也不多待。一老，您认识这位姑娘，告诉我，我去杀了她。哎呀，你莫要胡闹啊！这位岂是你想杀就能杀的？那怎么办？我们的任务完不成，回去以后……行了，我们先在这里住下来，等等看主子会不会改变心意。我们这2日也想想办法。在这里千万不能乱来，你也别想杀了那姑娘，那不是你我能碰的人。是。罗叔，外面都在传我与小磊，我想娶她。好。罗爱福以为罗兴磊对方阳说了，所以下意识的就答应。事情就这么出奇的顺利，紧跟着大家就都忙活起来。罗兴磊成亲的前一天，很多亲戚朋友都来了。最让罗兴磊没想到的是，他看到了几年时间都没有见过的林峰。当林峰进罗家院子时，所有在忙活的人都愣住了。干爹，长成大姑娘了。那是。一时间，整个凹山村的人都知道，罗家最没出息的那个二女儿，竟然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干爹。别的不说，林峰带来的马车足足10辆，每辆马车都装满了箱子，还跟了不少人。这些东西放哪里啊？这是主子为小姐准备的嫁妆。放里面屋子里吧，与我们自己备的嫁妆放一起。干爹，这些年好吗？到底是长大了，以前都不愿意叫一声干爹，而是叫灵爷。以前年纪小。你若愿意，可以叫我一声父亲。父亲与你爹的这个爹字也不冲突，还有干字，听着有距离感。好的，父亲。这几年还不错，就是有些事情比较忙。去年听到你入狱的消息后，我就想赶回来。可当我准备赶回来时，就收到东华国因为你拿下天宁的2座城池。看着事情有转机，我便没有回来。得亏我早些回来，不然你这丫头出嫁，我怕是要赶不回来了。临时决定有些仓促了，我还让小豆豆给父亲传了信。收到信了，当时已经在路上，就没回你。看到信后，我就紧赶着回来，昨天才到。父亲能回来，我很开心。我让人打听过，你决定成亲很仓促，当真因为那些人在后面乱嚼舌根？不是。罗兴磊在林峰面前不想隐瞒，于是就将去年到前几天他收到消息的事情说了一遍。若只是因为天宁王上的圣旨，你不想嫁可以拒绝，有父亲在，可以为你回了这事儿。嫁人关乎一生幸福。不会的，我与方阳哥哥相识也有几年，他待我很好。你说得好，那不算。一会儿我要去会会这小子。林峰与罗兴磊说了一会儿话后，就自己去隔壁方阳家。罗兴强带着过去的。至于方阳与林峰说了什么，罗兴磊不知道。一日天还没有亮，罗兴磊就被拉起来，无忧与二丫一起伺候罗兴磊洗漱，随后就是罗老太太这个全福婆婆帮罗兴磊梳妆。罗兴磊身边围了不少人，只有罗爱春站在一边悄悄地抹眼泪。小姑，我终于嫁了，你不用再担心了。开心，我很开心。好了，孩子大喜的日子，我们要高兴。罗爱福家如今这样热闹，大家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想到了罗六一家，非要作死，让儿子寒了心过继出去。如果没有，现在的荣耀岂不是有罗六家一份儿？这一天，凹山村除了罗六家一户没动静，其他人不管男女老少都过来凑热闹，就是家中有老人行动不便的，也都被罗新强安排人专门给那些老人送了一份吃的过去。这可是让村里人乐呵了一把，快将罗爱福一家夸到天上去了。
医药这2天一直在县里转悠着，也没有赶来烦方阳。他相信方阳会知道哪头重哪头轻。可是今天听到新阳一门停诊，就简单去打听。当听到罗兴磊成亲，他心脏狂跳，一路跑到凹山村时，就看到罗兴磊正下轿，里3层外3层的全都是人。听到里程的一瞬间，医药的心就沉了下去，总感觉这一次是闯了大祸。回去以后他没有办法交代。傻了？有点儿。你终于是我的妻。金兰罐，快出来敬酒了。2人都笑了。罗兴磊从他怀里坐起来，催促：快去吧。饿不饿？我让人给你送些吃的进来。还好。你先休息下，我去让人给你送些吃的进来。好。小姐，吃些吧，姑爷让送进来的。外面特别热闹，林爷今天挺开心的，喝多了，这会儿正拉着老爷称兄道弟呢。喜宴终有散去时，罗兴磊听到外面的声音慢慢变小，就想着外面是不是散了。这时方阳就已经推开门走进来，一身的酒气。我们继续喝。喝多了快进去吧，别耽误了洞房花烛。你装的？当然要装，不装他们能拉着我喝到天亮去。今天可是我大喜的日子，怎么可以喝醉呢？累一天，你先去洗吧，我帮你拿头饰。罗兴磊一想到自己要脱衣裳洗澡，虽然习惯方阳，可是一下就要赤着身子面对他，有些害羞，做不出来。你先洗，我出去外面看看收拾的怎么样了。第一次与他躺在同一张床上，某人什么也没干，但也是妥妥的失眠了。对不起啊，昨天晚上我睡着了。为什么要说对不起？待你及笄之日，再将自己交于我，可好？罗兴磊一愣，明白他的意思后重重点头，同时心中甜甜的。还困吗？要不要再睡会儿？我睡好了。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没睡好啊？有点儿。那就起吧，先吃饭，中午再休息。我们还是再睡会儿吧。你休息一下，我去做饭。你忘记了，无忧和二丫在。方阳这才反应过来，可考虑到自己身下的某处异样，只能道：我出去一下。罗兴磊看他逃一样的离开，猜到什么，不由得莞尔。睡这么一会儿？睡不着。那就把昨天的嫁妆箱子搬出来整理一下。家里准备的那些我知道里面是什么，但是父亲准备的我都不知道。好。林峰拉过来的东西，有一辆车上是足足满4箱的黄金。难怪父亲不愿意给我看，这么多黄金，他是怕我不愿意要吧。那日林峰过来找自己时，他便感觉这人不简单。其他的箱子不是名贵药材，就是一些女人用的首饰，还有各种上好的布料，堆得满满当当，全都是。这么多东西放在家里怕是也不安全，接下来怎么办呢？先在家里放着，虽然我们成亲的时候村里人都看到，我想还没人有胆子过来偷，不过家里不能离人。好，这些药材我收进药房，布料给娘他们送些，剩下的留着，首饰也一样。中午你们去县里你干爹那里转转，他明天就离开，好像有事儿，在这里待不了几天的。那日在你家喝过，我就想着能不能讨要些，可惜当时人多，我便没好意思。今日本想问问你。父亲喜欢喝，我今年果子成熟季多酿一些，到时候给您多备点。这好，我喜欢。能不能下棋？可以，陪我下2盘。方阳陪着林峰下棋，只下了2盘。林峰看方阳的眼神就变了。好好待小磊，你若是敢欺负他，
我可不放过你。是。你还在？主子，您在这里成婚，传出去，这要是传出去，这次回去，该安排的我已经安排好。若是我治病无望，现在也已经是个死人。现在我还能活着站在这里，全都靠他。主子，他是大夫，治病救人是本能，他当初救您也是因为您是病人。不管以前他为何救我，现在我是他的夫君。回去吧，不要在这里逗留。老臣回去要怎么交代呀？就说没有找到我吧。方阳见他还跪在地上，终是不忍。起来吧，不要再来傲山村了，回去以后就忘记。老臣来向您辞别，我们今日就要回去。回去吧，路上小心。主子，还是小心些。避风园在白宁县待这么久，想必已是查到了您的具体住处。这次回去，老臣不能保证他什么都不说。回去的路上提醒避风园，管好自己的嘴巴。若是管不住，我会让他们毕家付出代价。是。一要离开，方阳在巷子里站了好一会儿，突然对着空中打了一个响指。立刻从暗处走出来一个人。主子，派人盯着避风园，另外给我弄一个假身份，可以查的。是。爹娘，我想明日离开。兴平啊，你出去娘不放心。娘，我一个人在外面闯，有经验，不会让自己出事的。非出去不可。是。林玲的仇要报，他不会让林玲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。所有人都能看出来罗兴平有心事儿，可他不愿意说，没人知道要怎么办。二哥，你出去是打算给二嫂报仇？我离开后照顾好爹娘。放心，我会的。二哥，对方是什么人？还不知道，但我需要去王城查。二哥，若是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一定要告诉我。会的。二哥，你带二嫂回来的时候，天气已经不冷了，二嫂的身体你是如何保存的？路上遇到一个算命的，我从他手上买的药，开始以为是假的，就想买个安心，不成想是真的。算命的说可以保持1个月，我路上走了1个月。二哥，这些你拿着，里面有治伤的药，也有毒药，若是用完，你就写信告诉我。好。见罗兴平一句也不愿意与自己多说，罗兴磊就没有再多说，悄悄退出去，回到自己家。婶子，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听说这王城来人了，大家都去看热闹，我也要去看热闹。怎么了？是出什么事了？没有，王城来人，我们要不要去看看？你想去？他的小妻子今天怪怪的，往日从来都不是喜欢看热闹之人，今天竟然想着去看王城来的人。王城来的人估计也就比我们穿的好一点，也没什么特别的，有这点时间，还不如我们回家办案事。好，那就回家。坤世子，神医最近挺好，前2天成亲了，下官也去喝了一杯喜。成亲了？回坤世子的话，是的，成亲了。与他成亲的人是什么背景？下官不知道，只知道他以前是外地的，现在在神医家旁边起了院子。邓大人也早些回去休息吧。是，那下官告退。世子殿下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去查。本世子努力这么久，终于让父亲母亲点头同意，还请求王上下了圣旨，怎么可能就这样回去？世子，他已是人父，怎么能配得上世子啊？祝吉，他虽已为人父，但他的能力绝对可以做本世子的妾，总归不是正妻，大不了进门后本世子不碰他就是。
是，属下这就去查。去好好查。还有这边的事情，我不希望回王城以后被父亲母亲知道。告诉下面的人，嘴巴都管紧一点。是。主子，王城来的翊坤正派人查您。原因？翊坤似乎带了圣旨而来，想带夫人回王城当妾。去给他们一个假背景，我只是东华国一个书香门第家的公子。是。随时盯着那边，有消息立刻来报。是。邓大人今天怎么有空过来？你怎么来了？过来看看你。翊坤这会儿被罗星磊的盘发刺痛了双眼，眸光又忍不住打量着方阳，一下又一下。这只是书香门第家的公子，怎么看也不像啊。只是短短数月不见，没想到你竟然成亲了。也没有突然，我与夫君相识几载，已非常了解，加他我很幸福。小磊，帮我看看吧。这是哪里不舒服？相公，你先坐，我诊一下病患。好。身体没事儿，就是心跳有些快，我给你几副药调理一下就好。显然他现在心中是很爱方阳，若是强来指定会遭到他的反感，现在他还不想让他讨厌自己，看来只能想别的办法。两人回家当天晚上，夜里听到外面有动静，罗星雷与方阳同时睁眼，两人都警惕地看着外面。你睡吧，我去看看。一起去。院子里我撒了药，估计有人中招。大约有5个黑衣人，2个倒在地上。罗星磊皱眉，这些贼还真是大胆。紧跟着方阳也出去，来人见状立刻与两人扭打起来。他们对方阳招招都是下杀手，对罗星磊倒是手下留情。这些人明显没有想到方阳身手这般好，对打有些吃力。还有罗星磊时不时就放毒，眼看着就要输，这些人立刻架起中毒的同伴，直接逃了。你没事吧？刚才他们有没有伤到你？没有啊，不过就是一些小毛贼，也不敢对我们下杀手。你们2个没事吧？我听到这边有打斗的声音啊。没事儿。知道是什么人吗？小毛贼也没敢下杀手，见打不过我们就逃了。他明显能感觉到对方是下了死手，想要杀他。如果对方也想杀小磊，他定然能感觉到。现在是对方只想杀他，这就有意思了。大哥，这边没事了，他们今晚应该不会再来，有什么事情明天白天再说，你快回去睡吧。行，你们2个没事就好，我先回去，明天再说。还是那些嫁妆惹的祸，我就猜到肯定会有小毛贼打这些东西的主意。那我们明天就想办法多设几个机关，让他们有来无回。错了，我刚才应该直接抓住他们，这样可以杀一儆百，就光明正大扭送到官府去，我看谁还敢来。没事儿，如果他们敢再来，就让他们有来无回。好。我去县里铺子一趟。好，你去吧。想吃什么，回来给你带。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，你忙完早点回来就好。方阳离开家后直接去县里，但并没有去铺子，而是去县里一个极小的宅子。那个宅子里住着几个不起眼的人。见过主子。起来吧，让你们盯着翊坤那边如何？他可有动作？回主子话，翊坤在昨日城门关闭前派了一队人马出城，属下们想去追，没追上。盯紧翊坤，有必要时不用手下留情。是。罗小姐还是去一趟吧，主子说上次罗小姐请吃饭，这次她过来理应回请。一点也不想去，要不我称病算了。哼，你自己就是大夫，而且你称病，他就不会以朋友的身份来家里看你，到时候你还能将人赶出去不成？算了，
去见见就去见见，不过你要陪我一起去。好。还给我买好吃的啦。快去洗手。你抱我去啊，然后喂我。小懒蛋。你可要一辈子对我好，一辈子在我身边，不可以有别的女人。我这心眼儿可比针眼还小，容不了别的女人与我分离。他每说一句，他就轻轻点头，直到最后，罗星磊都不好意思说什么过分的要求。你要是这样宠坏我，谁还敢要我呀？你还想着别人？你要对我不好，自然就想别人啦。你以后再说想着别的男人的这些话，还收拾你。易坤一直在等罗星磊来，可是左等右等，一直没有人来。他让手下人去打听，谁知道罗星磊压根就没有出门，这让他心里极度的不舒服，甚至想要杀人。谁呀？是我，刘大志。小姑父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小姑有事儿？没事儿，我这次是公差。小姑父立刻请。看来成亲这些日子，方阳将你照顾得很好，小脸都圆了。小姑父，不好意思，我这水喝多了，出去一下。好，你快去吧。小姑父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是单独过来找我的？是呀。坤世子走了，今天早上离开之前，让我将这封信给你，别的什么都没有说。大人将信给我，让我给你拿过来。那您之前没有拿出来，是怕方阳哥哥看到？行了，方阳他到底是你相公，知道别的男人给你写信，你让他怎么想？再说了，这种事情悄悄知道就行了。还有之前给你传的消息，方阳与你成亲都不知道坤世子来干嘛，这种事情男人还是不知道的好。好，都听小姑父的。小姑父不常来，多坐坐，中午一起吃饭。不用了，大人说我送完信之后，今天就可以不用去衙门。我过来的时候就叫着你小姑了，你小姑现在在你家，跟你娘说话，我中午和你爹喝点。小姑来了，那我就不出去了，去陪陪小姑，中午一起吃。好。小姑父给的，今天过来也是为了这个。小姑父怕你知道不开心，所以就背过你给我。他们都很疼你。那当然，你还记得几年前你们在山里见到我，当时家里已经将我扔了，是小姑去将我背回来。外婆那个时候病重，爹娘一直在外婆家，我每天在家里都没得吃呢，所以你现在做什么我都可以接。这是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你刚才说自己没东西吃，是赵氏不给你吃的？哼，反正这老妖婆就是看我不顺眼，看我是个女孩子而已。算了，现在也不想这些，我现在不是生活的挺好，反倒是他疼爱了罗新慧一辈子，到头来什么都没有。这信你看吧，反正我也没有什么隐瞒你的。方阳看着手上的信，并没有看，而是直接随手放在灶台，晚上烧水的时候直接放里面烧了。所以易坤留下来的信是什么内容，没人知道。查到对方是什么人了吗？没有，他们的动作很快。行了，继续调查，最近一段时间先不要动手。给王成传话，就说我来的路上病了，现在还没有到白宁县，一直在养身体。是。主子，属下等人将人跟丢了。怎么回事？易坤的人用了金蝉脱壳的办法。算了，人丢就丢了，最近在县里注意一下，看有没有什么可疑之人。是。行了，你过来，娘跟你说点事儿。你和方阳成亲都要半年了，你这肚子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你跟娘说说，怎么回事啊？没什么事儿，我们都还太小。行了，都多大的人了还小？你还想小到什么时候去啊？你大哥和方阳可是同岁的，你看。娘，
怎么着？你这是嫌弃我这个当娘的说话不好听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些都是为了你好。你去看看人家那些个孩子，哪一个不是男的18、19岁就有孩子啦？女孩那13成亲就能有孩子。罗星磊嘴角抽了抽，他特别想告诉他娘，没18岁那都是未成年，自己还是个孩子呢，再傻乎乎的生个孩子抱在怀里，跟自己的孩子当小伙伴一起愉快的玩耍吗？不，他接受不了。这时院子里传来狼崽的叫声，他一个机灵直接从床上坐起来。外面此刻已经响起打斗声，罗星磊惊得不轻，慌忙穿上外套出去，就看到外面有4个黑衣人，身手极好。就是方阳现在对付这4个人都有些吃力，两人默契还是挺足，很快对方就已经倒下2人。撤！想跑，来了就留下来吧。罗星磊情急之下对2人甩出毒针，针刺入身体，毒快速的蔓延，2人同时毙命，中毒而亡。只是一小会儿的时间，方阳家的院子里就多了4具尸体。是谁这么狠毒，竟然想要了我们的命？这几个人对我们可是下杀意，平日里我们也没有得罪人呢。你进去休息吧，我来处理这些尸体。你要怎么处理？4个呢？我带到中山去埋了。我带你过去吧，我知道哪里有坑，到时候省得你挖。再说这几个可是想要杀了我们的人，直接扔山里也行。村里有人总进山，别吓到他们。好吧，是我草率了。你说今天晚上来咱们家的是什么人？我在外面并没有仇敌，可今天晚上那2人明显是要杀了我们。这事儿恐怕需要查一下。这几个人过来被抓之后就立刻选择死，来之前肯定也是做足了准备。你有仇人吗？应该没有吧，你平常都是与人为善，就连抛尸体也想着不要吓到村民，又怎么会？到底是谁呢？小磊，我的家庭很复杂。你的意思是你兄弟派来的人？你有很多兄弟，然后你是长子或者嫡子，或者你娘比较受宠，你爹对你极为看重，对你寄予厚望，你兄弟们不服，所以这些人是他们派过来想要杀你的。现在还不能肯定是不是他们。那先查查，也不能污蔑了你的那些兄弟们，万一不是他们呢？还会有谁想要杀了我们呢？突然他就想到了易坤。不是他多想，易坤在王城用了那么多办法，才让皇上下圣旨可以收他为妾。这事儿传回去，别说王城人看笑话，就是易坤那个长公主的老娘也不能放过他，想要杀了他，抹去他儿子的这个耻辱吧。老大，他们是长公主的人。死士。长公主的死士，那可是宫里出来的人，竟然能被这2个人杀了。他们身手这么厉害。那个女人是医者，会医人者也会杀人，她也擅长毒。老大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世子让我们来杀方阳，长公主的人来。那个女人与别人成亲，世子专门带着圣旨前来，无果而归。长公主又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啊？自然是要杀了她。老大，那世子殿下带回去的那个妾，就是世子在村子里找的一个长得比较好看点的女人罢了，能不能活下去还要看她的造化。老大，我们现在还去杀方阳吗？自然要杀，世子爷的命令要听从，不过不能轻举妄动。我们先想个办法再动手，坑里的这几位也算是给我们探路了。老大，这样了，长公主还会再派其他人来吗？会。走吧，先离开这里。主子，老……行了，天下没有大乱，国泰民安，有什么可让我回去的？可您是主子，您需要回去。行了，起来吧。您再不回去，我就真的藏不住您的行踪了。有人查我？京城人都知道您身体好了，那些大臣已经在各种变着法子催您回去。
让我回去，难道真的是为了天下之事？他们为了我的终身大事而来，但我身侧已有人。坐吧，别动不动就跪，这么大年纪了。主子，其实以罗小姐的能力，足可以闯出一片天。她不能为您的正妻，但守在您身边。她就是我的妻，我已娶她，这辈子也只能是她。行了，多余的话就不用说了，回去吧。是，毕统领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小主子那边怎么说？什么时候回去？小主子在这里待的时间久，就算要离开，也需要与他人告别，可能需要几天时间。哼，最好是你所说的那样。我怎么会骗毕统领啊？出门在外，叫我碧海吧。好。小主子的身份不能透露，这里不是东华，天宁人向来阴。我明白。主子说过，小主子必须尽快回去。听说主子身边有个女人，如果小主子因为女人而留在这里，那如果有必要……毕统领放心，小主子这边我会说服，不用毕统领去找人。最好是这样。在易耀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人就已经不见了。能找到这儿，肯定是跟着他来的。跟在主子身边的人出现在这里，小主子这回怕是惨了。带你去打猎，放松一下。好呀，我喜欢。走吧。两人刚开门，远远的就看到一个血人冲过来，速度很快。那人跑得很急，随着人靠近，两人都闻到了随之而来的血腥气。是陈叔。陈叔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快，小磊，快跟我去县里。刘哥被人砍，伤到了要害。我去县里。说完，他甚至连跑都不用了，直接用飞的，一路往县里去。罗兴磊进去，看到刘大志的伤，眉头就紧紧地皱着。房间里这会儿，罗兴阳、罗兴利、李青云、祝来一等人都在。他抬头扫了一眼，没有说话，而是让这些人分别去拿东西。刘大志被人砍了一刀，伤到了内脏，需要做手术。在这个时空，他从来都没有做过这么重大的手术。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，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出来啊？等着吧，没出来肯定是好事儿，证明有救。有没有人去给小姑家送消息？没有。你们谁去给小姑家送个消息吧，就说小姑父这2天衙门有事儿，可能不能回家。好。剩下的事情要不我们来做，你快去休息吧。已经没事了，派个人过来守着，只要小姑父不发热就不用担心，如果发热就喊我去休息一下。罗兴磊出来就看到方阳站在那里，刚才那一身疲惫这会儿就散了一半，可是不等他动作，门口处再次传来声音以及慌乱的脚步声，还有边走边流的血。怎么回事？我们刚刚出去就有人冲过来，砍了人就跑，有几个兄弟去追了，我们先将人带起来再去追。抬进去。有人从他眼前被抬进去时，他看到伤的位置都与刘大志的一模一样。你先救人，我去看看。万事小心，我等你回来。快去准备，我去看看就回来。我要你好好的，我马上就急济了。放心吧。好，等我急济，任由你处置，我的夫君。方阳哥哥那边有消息吗？还没有，跟着一起出去的人全都没有回来。无忧呢？去找姑爷了。给无忧传消息，召集一些人手过去，一定要找到他们。是。要不你去睡一会儿，这边我们守着呢，目前应该没什么事儿。李叔，你说方阳哥哥他们现在怎么样了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，不过肯定会没事的。已经中午，罗兴磊没有耐心再等下去，起身就要出去找人时，外面跑进来几个人，身上全都扛着人。
罗星磊看到扛着的人一个个全都是衙门的人，眼前一阵阵发黑。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方阳哥哥他们呢？你们找到了？姑爷随着贼人走了，一直没有找到，无忧带着人去追了。罗星磊也顾不得其他，在自己这些人将那些衙门的人放下之后，他就看到这些人的伤，除了刀伤还有毒。李叔，让他们几个治疗这些人吧，我去找方阳哥哥。如果另一个人也发烧，就用小姑父用过的药方。好。他们在什么地方？往哪个方向去的？出山望北50里，一个山脚下，我们发现了这衙役。憨憨顺着罗星磊所指的方向去，虽然是个不会说话的，但跟了罗星磊许久，还是能感觉到主人心内的焦躁。很快到地方后，他从憨憨背上跳下去，然后开始沿着血迹找。罗星磊看着前方的痕迹很凌乱，还有打斗的痕迹，他又往里追去，越往里走痕迹就越少，最后他都看不到痕迹，脑子里那根弦甚至要崩。他慌乱地站在那里，不知道要往哪边走，犹豫再三，他最终还是扭头往左边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就感觉应该往那边走。走了许久，就在他考虑要不要再换个方向找时，前方传来了打斗声。罗星磊飞快地上前，就看到无忧带着几个人围住了几个黑衣人，而地上方阳一身血，整个脸色都是黑的。罗星磊只感觉眼前一阵阵眩晕，但腿软脚软地往前去，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个。等走到方阳面前，看到他身上的伤，再看到他死灰的脸，他心跳又加快了几分。周围所有的声音在这一刻他都听不到，只能听到他的心跳声，还有他紧张的呼吸声，眼里也只有地上的人。方阳哥哥挺住，我来救你了，你要挺住，你说好要照顾我一辈子的。撤！我们不去追吗？先不追，这些人冲着咱姑爷来的，小姐那边一个人，如果他们绕过去阻拦小姐，小姐一个人不敌他们。走。罗星磊已经带着方阳进入空间，这毒他没有见过，现在完全没有头绪。方阳哥哥，你醒醒，你醒醒好不好？说好我们要一起走的，你醒醒好不好？方阳哥哥，你醒醒，你醒醒好不好？到最后他力竭，直接倒下去，趴在方阳身上。就这一点点时间，憨憨早就到了凹山村方阳家里。罗星磊晕倒之后，两个人直接从空间里被迫出来，躺在院子里，依旧是空间时的姿势。憨憨站在院子里，鹰眼看了半天，显然是有些急，可是这两人一点反应都没有，甚至还用自己翅膀伸出去轻轻拍了一下两个人，没动静，又重重地拍了一下，还是没动静。他急了，开始对着天空叫，叫声中带着一丝凄厉和哀伤。在憨憨出现时，就在一直蹲在一边的狼崽听到憨憨的叫声也开始叫。罗爱福在养殖场干活，听到空中的声音，心头一跳，感觉要出事儿，急忙往回家跑。娘，这是不是从小磊家传来的？好像是。娘，我去看看。说完，他直接用跑的往叫声传来的方向去。罗星磊有个鹰的事情，村里人都知道，但罗星磊养一只小狼的事情，只有亲近的人，经常去罗星磊家的人才知道。现在狼和鹰一起叫，这叫声哀鸣，就连罗老太太与罗老爷子也是急急地往方阳家里赶。众人赶过来时，就看到齐如意先一步推开院门，然后众人就看到院子里一鹰一狗可劲儿地叫着。罗星磊与方阳两人倒在院子里。小磊，方阳。这时罗爱福、罗武等人也进来，齐如意直接将罗星磊扶起来背回屋里。外面众人已经查到方阳没了气息，一时间气氛沉默。去县里叫邢阳他们都过来，就说小磊出事了，要快。
好。罗兴阳几个回来的时候，去县里报信的人也去给罗兴强报了信。罗兴强、罗兴阳几个是前后脚到的。进到屋里，看到方阳脸上的死气，罗兴阳几个人全都没人上前，沉默的可怕。小磊怎么样？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小磊没事儿，只是太累，人晕倒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你们知道吗？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了？为什么小磊和方阳会倒在院子里？而且方阳……有人先故意伤了衙门的人，小姐救了1天1夜，将第一个救活，又来了第二个，伤的位置都一样。小姐感觉事情不对劲儿，姑爷就带着衙门的人追那些人了。后来衙门的人都伤了，姑爷也伤到了，那些人想带着姑爷走，后来被我们拦下，小姐过去将姑爷带走，我们就赶回来了。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？小姐应该知道。丫头，你若能听到我说话，就快起来吧，看方阳最后一眼。外婆，方阳哥哥呢？怎么是你守在这里？我怎么了？小磊，你醒了。你哭什么？人没有死。你是说方阳没死？他没死，一定没死，我能救活他，我能救活他的。院子里的白布刺痛了罗兴磊的眼，天气依旧很闷，让他非常的难受。他一步步到堂厅，看到棺材、牌位，呼吸停顿。方阳哥哥没有死，为什么要设牌位？他没有死，他没有死，他还没有死，你们为什么要设灵堂？都占了，都拿掉！小磊，你别这样，娘害怕。娘，他没有死，方阳哥哥不会死的，他说过会陪我一辈子的。小磊，咱不这样啊，让方阳好好去吧。他没了，他没了。娘，他没有死，他没有死，他不会死的。不要，带人将这些东西给我收拾干净，我不喜欢白色。是，方阳哥哥喜欢白色，他的衣裳都是白色，但不能是这种白。他没死，你们都不要诅咒他。先拿下来吧，他受不了。丫头，孙氏在一边轻轻唤一声，只一声又开始泣不成声。小磊，小磊去看看他吧，看他最后一眼。小姑，他没事，他没死。你来看看，你看看他，天气热，尸体放不住，你难道要等他臭了吗？你不想看咱就不看了，让方阳走吧，让他走吧，不能再拖了。天气还没有彻底冷下来，现在尸体还没有臭，现在大家最怕的就是等时间拖得越久，到时候尸身臭了，怕是罗兴磊更接受不了。看过了，我们就让他走吧，好好的，你好好的，他才能安心。小姐，姑爷的仇还等着您报呢。他眸光渐渐有了焦距，身子也有力气，慢慢的整个人都跟着缓过来一般，身子也不再抖。关小妮见罗兴磊缓了过来，与其他人全都悄悄退了出去，最后将门关上，给他们留下独处的时间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报仇，一定不会让你白死。去挂起来吧，明天下葬。是。你自己都没有把握，竟然敢给他吃，万一出了事情怎么办？我们担不起。不会的，我相信他会没事的。最好是这样，若是明天这些人再不将人下葬，我就要下去抢了。再等等吧，那丫头也不是好招惹的，你去抢人，她不给，到时候麻烦更多。我们用现在的办法将人悄无声息带走，不是很省事啊？但愿不要出事儿最好，出事儿我们两个谁也跑不了。我明白。夜里，罗兴磊开始发烧。夜里这边大家都等着，
另一边坟地里，几个人以最快的速度直接上前将尸体挖出来，随后扔了一个死了很多天的尸体进去，又埋好。新坟就算是夜里被挖，也是看不出来的。有没有查到？昆世子回京时带了一个女人，说是圣旨上的女人就是她。长公主不服气，派人过来。当时那些人应该就是长公主的人。郭叶出事之后，那些人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。属下这些日子派人去查过，他们全都回去复命，并且说郭叶死了。我知道了。小姐，您先养好身子，我们再去报仇。报仇？仇肯定要报，但也不能让他死得太容易。回去休息吧，我这边没事儿，都好好养着，尽快将二丫带出来。过些日子，我们需要去京城。是。小姑父他们怎么样了？已经没事了，不过伤得很重，现在还不能下床。活着就好。夜里孙氏陪着罗兴磊，老人家最近在罗家也是瘦了一圈。夜里陪着罗兴磊并没有睡，而是一直跟他说话。外婆，方阳哥哥现在过得好吗？好不好外婆不知道，但他肯定很开心。前些日子你一直在发烧，他肯定很担心，现在你醒来了，他就开心。他开心我就开心。丫头，外婆来了好些日子，你要不要与我一起去关家村住些日子呀？不去了，外婆，我没事儿，以后我也会和他见面的。我深信他不会一个人去喝孟婆汤，也不会一个人走，肯定会等着我。也许现在他就在我身边。咱要好好的，你还年轻，应该去外面的世界看看。方阳肯定也希望你能好好的，他比谁都疼你。我知道。孩子，想哭就哭出来吧，别憋坏了，外婆心疼。紧跟着他就像孩子般哭，声音带着无尽的哀伤。小磊，医门里来了一个病人，我们都没有办法，你过来看看吧。你们看吧，我会的都交于你们，你们若是没办法，我也没办法。他从出生就是大夫，两世，可是却救不了自己心爱的男人。他竭尽所能，在最成功的领域变成最失败的那个人。他从此再也不想医人。一个男人40来岁，上有老下有小，现在全身不能动，家里的顶梁柱垮了，若没得救，他们那个家就毁了。我已经说过了，你就是在这里再多说几遍也没有用。师父。罗兴磊不再说话，只干自己的事情，连回答都没有。来意，小磊不愿意去就算了。嫂子。罗兴磊继续干着自己的事儿呢，祝来意无法，只能离开。连续好些日子，罗兴磊都在这里闲待着。以前他没事的时候就会看看医书，现在也不看医书，大多是方阳书房里留下来的那些书。你去安排一下，调集一些人手，要够机灵，身手好的，随我一起去王城。小姐这是去报仇，方阳哥哥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。去安排吧，我可以让他们先去王城，我再等等也过去。是。我是来告别的。告别？你要走啊？去王城。你们都可以独当一面，所以没必要惊慌。星阳一门，你忘记创建这里时的初衷，这是你的地方，你应该管。李叔放心，我会管的，这是我的地方。不过我暂时要离开，李叔先帮我管一段时间，等我回来。你当真能很快？不好了不好了，官府来人了。官府的人来就来了，你慌张什么？魏大人也来了，前面走着一个人，大人说让神医出去接旨。出去看看。星阳一门神医接旨。见罗兴磊等人还没有跪，怎么个意思？神医这是不想接旨啊？他应了一声，第一次向皇权下跪，一切都是隐忍，
他想看看这背后有多少人的推波助澜，而且他的家人在这里，他现在还承担不起违抗皇权的后果。神医，圣上有旨，令你1个月之后必须到王城。是，在那边你想花银子就花，不要省着。我会过段时间就给你烧纸钱，不要着急投胎，你要等等我。我不喜欢大叔，你若是变成大叔，我下辈子可不会嫁你的。我去京城的事情你不用担心，我有空间的，有足够的自保能力，我也不会让自己吃亏。但是你的仇我要报的，你放心，我会悄悄进行。家里的那盆兰花开了，上次你还说开了就放到你书房。要走了，我就将那些东西都带走，留在家里，娘应该没有时间照顾，到时候会蔫死。我还要带着那些个东西去见你呢。你快将这些东西收起来，里面有娘给你准备的东西。出门在外，万一遇到什么事情，一定不要舍不得，要好好回来啊。娘放心吧，家里种的那些盆栽我都带走了，地上种的那些，娘平常帮我打理就行。放心去吧，娘会好好照顾好你的那些个东西的。但是你要答应娘，好好回来。知道。太爷爷、太奶奶，要好好的等我回来，我给你们带好的料子、做衣裳，还有好吃的。好，太奶奶可等着了。你这丫头一定要回来，一定要安全回来。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，就写信回来，让你这些个堂哥去帮你。咱家有人，你不要怕。我会的。从这里赶去王城，少说也需要1个半月的时间。可是现在圣旨上说的是1个月时间，明显就是有意为之，让他们风餐露宿的赶。罗星磊对时间倒是没有多生气，反正他也想早早的到王城，这样也可以早早报仇。一连几天走的都非常的顺利，直到出发的第6天时，他们遇到了第1批山匪。来人约30来个，直接将罗星磊几人围住，留下东西和女人，放你们一条生路，一个不留。在交手的时候，罗星磊能明显的感觉对方更不可能是山匪了。山匪都是没有招式，全靠蛮力，乱砍一通。他手下有人还是山匪出身的呢。这些人明显都是有组织有纪律，甚至出招都有些相似，一看就是在一个地方同时被培养出来的。几个月以来的怒意让罗星磊第一次产生了浓浓的杀意。他是大夫，杀人什么的从来都没有想过，可是自从他身边开始出现那些杀手，直到最后方阳的死，让他体内有一种情绪一直在翻滚，就仿佛只有杀人才能得到缓解。那些人没想到罗星磊就这么几个人，还有这么强大的反击能力，想要逃走，可是罗星磊紧咬着他们，连逃走的机会都没有。有那些个侥幸跑出去的，罗星磊直接就甩出自己的毒针，一出手就毙命。这些人算是看明白了，罗星磊等人完全有能力直接将他们杀了，可就是不直接一刀下去给他们一个痛快，这是钝刀割肉生磨呀。杀到最后，无忧都不出手了，直接将人留给罗星磊。他家小姐需要宣泄，他也只能默默地在后面看着。无忧不但不动手，还给其他人打了一个手势。子旭几人也不动手，全都站在一边，将这些人围起来，静静地观看罗星磊杀人。你们站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将人抓住！没看到好几个人都围着小磊吗？祝小姐，你也在一边站着吧，让小姐一人来就好。怎么了吗？祝来一很不解地回头，就看到罗星磊眼底的杀气，还有他全身上下那惊人的气势。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小磊，他惊得久久说不出话来。小姐，要不要留下活口审一审？回去告诉你主子，洗干净脖子等着。滚吧。小磊，
这些出来阻拦我们道路的到底是谁啊？一路过来就想杀了我们。敌人，他们不愿意我们到王城。今天晚上来一姐跟我走，无忧带着人后面慢慢到王城来。小姐，属下与您一起走吧。不用，韩寒只能带2个人，你们后面骑马赶过来就行。记得到了王城，无论听到什么消息都不得轻举妄动，等我消息就好。是。小磊，小磊是易坤，他怎么在这里？他是坤世子，这里是王城，他在这里很正常。小磊，来一。坤世子。小磊，你。坤世子。来一。听说你接了圣旨要来王城，我便一直在等，这几日就一直派人在城门外等着。今天是最后一日，我想着过来王城碰碰运气，没想到真的遇到了。你们一路赶过来一定很累，一会儿见过太后以后，我带你们去休息。不必，我们有休息的地方。小磊，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？还是哪里惹到你生气了？你怎么……坤世子何出此言？我不过一介草民，坤世子大可不必这般。易坤心头一跳，罗星磊对他的敌意，他现在能感觉到。难不成因为自己做的那些事情他知道了？不能，他怎么会查到自己做的那些事情呢？应该不会。再说他是派出去人了，可方阳并不是死于他的人之手。见过坤世子。太后命小的带罗大夫进去。我陪你一起进去。罗星磊连理都没有理易坤，直接跟着那个侍从往里去。坤世子怎么也来了？我与罗大夫认识，他出来我便陪着一起进宫，正好一起去看看太后。易坤的母亲可是太后的亲女儿，所以宫里没人敢惹易坤。听到易坤这样说话，那位公公还挺诧异地打量了罗星磊与祝来一。可当看到罗星磊的眼睛时，公公向来处变不惊的表情变了，先是惊恐，最后是惊疑。他说出来的话声音都提高了几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罗星磊。于公公，这是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？没有。随我来吧。走在前面，于公公心情极复杂，总感觉身后之人的出现会搅乱宫里的平静。于公公这是去哪里？回王后娘娘话，奴才带大夫去给太后看病。那个民间的神医？是。大胆民女，见到王后娘娘竟然不行叩拜大礼，谁给你的胆子？民女是奉旨进宫给太后娘娘瞧病的，不知道宫中规矩，还请王后娘娘恕罪。王后娘娘，大夫进宫，王上听到消息，现在还在太后宫中等着呢。算了，他也是奉旨进宫给太后她老人家看病的。于公公快些带人过去吧，莫让王上久等了。是。奴才见过岳妃娘娘。于公公快请起。抬头看去，就看到易坤，还有他身边的2个姑娘。当看到罗星磊时，他惊得差点叫出声。岳妃娘娘，这位是民间来的大夫，来给太后娘娘瞧病的。民间的？民女见过娘娘。起来吧，不必多礼，本宫带你进去吧。还是多谢岳妃娘娘。民女谢娘娘。走吧。你不是神医，为何要他上啊？公公有所不知，民女在医治不了自己的相公后，便已发誓不再医人。太后如何？民女医术不精，并不知道太后娘娘是什么病。她的医术皆由我教，我所学她全都会。她把不出来太后娘娘是什么病，民女也定是无能为力。既然不会医，那便直接去大牢里待着吧。你还不快去给太后娘娘把脉？民女已发誓不再治病医人。你相公的死
也许是无力回天，是天意。你的医术也许可以。天意。就因为他的一抬头，太后看到了他的眼，当下就惊恐地睁圆了眼睛，一副快要喘不上气的样子。太后您息怒，奴才这就将人押入大牢。太后娘娘，小磊并不是有意的，小磊会的医术，祝大夫都会，许是他们当真医治不了您的病。太后本还想说什么，可是看到翊坤上前就求情，想到自己女儿，到了嘴边的话都咽了下去，直接对着众人摆手，那意思是让他们都下去。岳飞等人也不敢耽搁，直接就退了出去。哎，走吧，我送你们到牢里去。你今年才多大，怎么就有了相公？回岳飞娘娘，小磊才刚过及笄。于公公，他们是要被送到大理寺去吗？是的。于公公回答。奴才先带着人过去了。小磊，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先等等看，不急。这次我们来王城，是别人给我们设的局。局？是太后吗？我们又不认识太后，太后为何要这样？我刚才细细想过，宫里那么多太医，怎么可能对太后的病全都束手无策？而且太后就算真的病了，也不能大老远的给你去圣旨啊。是这样，杀了方阳哥哥的凶手，就是翊坤的母亲，现在的长公主，太后的亲女儿，皇上的亲姐姐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们又没有招惹到他们，他们为何要这样？翊坤是长公主的儿子，在与方阳哥哥成亲之前，我就收到消息，翊坤拿了圣旨，想要收我为妾，可我早一步与方阳哥哥成亲了。公主嫌弃你是民女，又不让自己儿子太过儿女情长，所以宁可杀了你。来姨姐，我们先等一等，就单纯这样的罪名，我们还罪不至死。我们没有给太后开药，太后现在也没事儿，不过要让来姨姐与我一起受罪了。没事儿，我还从来没有坐过牢呢，也算是新的体验了。不过那个岳飞娘娘看来人很好的样子，她看你的样子似乎有所不同，不知道她会不会帮我们？不知道。罗兴磊现在不会对祝来一说太多，不是因为不信任，而是知道太多事情对祝来一也没好处。刚才那人的容貌你可有看清？回太后，登岸奴婢看不太清。这孩子与兰贵妃太像了，那眼神哀家不会看错。你悄悄派我们的人去查一查，要细一点。是。为了曼曼，哀家也是违背了本心。那孩子会不会与兰贵妃有什么血缘关系？奴婢没有听说，兰贵妃的娘家还有其他女儿。何家一门忠烈，不成想最后全都落得惨死战场的局面。兰贵妃也早早去。唉，太后身子不好，就不要伤心了。明日让明珠公主过来陪陪您吧。算了，这孩子当初被皇后养着，越发的像顾家人，哀家不喜。今天那姑娘容貌的事情，不要让曼曼知道。是，奴婢知道。叫王上过来吧，于公公回去之后，定然也说了这件事情。母后，过来坐吧。是。母后气色看起来不错。那个神医半个时辰前进宫了。母后，姑知道，于府都说了，这人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不给母后看病。姑打算下令直接斩了他。唉，他小小年纪死了相公，因为没有医好相公，所以发誓不再医人。这种事情不可以勉强，你也不必因为这件事情而责怪他。母后，去年瘟疫他救治有功，就是因为他，姑才失去了2座城池。我们与东华的关系越发紧张，王上何不利用他的关系与东华打好关系？2座城池失去，
也是明则自作主张，竟直接将人关到牢里去了。母后，他只是一介草民，东华与他的关系再好，也不可能将那2座城池还回来。没有何家人，孤现在很难办。提起何家，王上就想起了他的兰贵妃，又开始悲伤起来。你有事就去忙吧，哀家这里无事。是，那儿子就告退。传令下去，神医对太后大不敬，7日后问斩。是。宫里有一点点消息，很快就能传出去，而各国在其他国家的都城都安排有自己的眼线。这消息一出，立刻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传了出去。岳飞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着急上火，嘴巴里都起了泡，可是派出去的人调查事情总归需要时间。太后听到消息后，心中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因为一道命令，整个王城处处都是异动。罗新磊的人手就在王城里，可是他们得到消息，没有得到主子的命令，不可以擅自行动。奕坤听到消息，想要第一时间进宫求王上，却被长公主直接关在房间里，哪里都不让去，甚至心情大好，就等着罗兴磊人头落地。下令之后的第3天，距离白宁县不远，正往王城来的官道上，一袭红衣的少年，脸上戴着面具，身后跟着2个随从。主子，传令，王城人马不惜一切代价救他出来，护他周全。另外给天宁王上传一封信，他若敢杀人，我就灭了天宁。2个随从身子一抖，不敢多说话，齐齐应是。主子，我们不去王城了。来不及，先去边界拿下天宁的一座城，让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出去。我们就这样干等着吗？等，小姐没有下命令，就等着。距离行刑的日子不远，我们要不要筹集人手，准备劫法场？要准备，这是最后的希望了。不过我相信小姐不会有事的。唉，让她进来。儿臣见过母后。起来吧。母后，儿臣没想到一个大夫能引起这么大的事情。现在既然已经这样，不如就将他放了吧。正好儿臣府上缺大夫，就让他去儿臣府上吧。太后看着自己女儿刚刚端在手里的药碗，直接就扔了出去，药碗砸在地上，药汁溅在王嬷嬷与长公主的裙摆上。太后息怒。母后，你们都下去，你来告诉哀家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何哀家派出去的人打听回来的消息与你跟哀家所说不一样？对太后的说辞是，罗兴磊是个大夫，但是医术一般，因为家中有钱，所以喜欢别人叫他神医，平日里也会给百姓一些好处，慢慢的神医的名号就叫出去了。太后信了自己女儿的话，以为罗兴磊真是那种贪慕虚荣的小人，所以就装病。可是当听到罗兴磊说话，以及看到罗兴磊的长相后，太后就有些动摇。让人一查，罗兴磊的名声太响亮，就是京城里都有人曾经去白宁县看过病，很简单就查出来罗兴磊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与长公主说的完全不一样，太后不生气才怪。是坤儿鬼迷心窍，在知道他相公死后，甚至还想娶她进门。母后，儿臣不能看着这样的女人毁了坤儿啊！行了，回去吧，在府邸好好反省反省。哀家向你保证，这辈子他都不会与坤儿之间有什么，哀家不许。谢谢母后，谢谢母后。回去吧，哀家最近身子不好，你这3个月就不要出府了，在府上为哀家抄些佛经吧。是，儿臣这就回去，闭门不出。慢着，刀下留人！岳妃娘娘，您怎么来了？时辰还没有到，我想与他单独说2句。岳妃娘娘，这不合规矩啊！规矩？什么是规矩？时间还没有到，难道不能通融？你是什么地方的人？
养你的人可与你说过什么？娘娘，我娘什么都没有与我说过。她可有说过你是抱养的？没有，我是我娘10月怀胎生的。不，你不是你娘生的，你绝对不是她的孩子。你有娘，我带你离开。不必了，谢谢岳妃娘娘，民女不会死。皇上驾到！岳妃，你干什么？皇上，他只是大夫，罪不该死。臣妾与他有缘，那日在太后宫中看到他，便心生欢喜，不忍他就这样死了。回皇上话，娘娘只是给民女送些水。你就是那个大夫？是。抬起头来。兰雅，民女姓罗。皇上，臣妾与大夫投缘，还希望皇上能饶了大夫。准了，你与岳飞回宫。走，跟我回去。你今年多大？刚及笄。王上与岳飞倒是挺开心，这时间来算刚刚好。父王，银珠想您了，想进来看看父王。让他进来。父王，儿臣听说父王专门去刑场带回来一人。说话的时候，他一直盯着罗星磊看。罗星磊也会看着他。大胆，竟然敢这样指使本公主！闭嘴！身为公主，越发没规矩。你母后教你的规矩呢？景明珠一下就愣住了。她是兰贵妃娘娘所生，兰贵妃又是父王最心爱的女人，因为生她，她母妃死了。父王因为心疼她，向来对她都是宠爱有加，比对太子哥哥还好。父王，女儿不知道哪里做错了，她只是一个草民，竟敢直视女儿，哼！女儿贵为公主，训斥她一句有错吗？银珠公主，皇上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与父王说话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？你给我滚出去，回去闭门思过，不知道自己错哪里，不许出来。规矩都学到哪里去了？竟然对岳妃也开始大呼小叫。她是你母妃的姐妹，你不称一声岳娘娘就算了，竟然还这样。景明珠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父王甩一巴掌，她震惊得久久回不过神来，现场气氛也变得诡异起来。还不出去！景明珠身边的丫鬟吓坏了，见王上这次是真的气得不轻，上前硬生生地将景明珠拉走。你先留在岳飞这里，有什么需要就与岳飞说。说完他就起身离开。你先回自己宫里去，你父皇让你反思，你便先待着。今天是你鲁莽了，母后会替你想办法报仇的。母后，为什么父王对她那么好啊？父王是看上那个女人了吗？听母后的话，这些事情不该你管，你便不要去想，一切自有母后。母后一定要为我报仇。母后知道，去吧。皇上，东华国既然因为我们关押了一名大夫而动兵，那这名大夫对东华国来说非常重要。老臣以为可以提条件，让东华国归还我国城池，并签订协议。另一位大臣反对。王上，东华这次虽然打的旗号是我们关了那名大夫，可说到底谁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借口。臣以为不可冒险。吾现在要你们拿出一个主意来，不是让你们在这里争。皇上，臣以为可以让这人去战场，与东华国对峙。你的意思是让他去送死？皇上，臣的意思是给他一个职位，让他带兵出征，看看东华是什么反应，我们可以再做定夺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东华继续拿下我们的城池。好，就这么办。老臣以为……行了，你们都退下吧，就按李尚说的办法来。待人全都退下后，王上有些失神地看着于公公。
你说他到底是谁？于公公不敢多说，这罗兴磊若说与兰贵妃没关系，谁也不信。可若说与兰贵妃有关系，那明珠公主又是谁？皇上不是已经派人去查，相信会有结果的。行了，姑又不会怪你，她长得与兰贵妃一样，有没有可能是何家人？皇上，这件事情还需要调查，以奴才之见，必定与何家人血缘关系。可她的年纪，何家人当年并没有来得及留后，唯一生下一女儿的人就是兰贵妃。那明珠，皇上，要不要奴才现在传晚膳？罗大夫的事儿会有一个结果的。去太后宫里。皇上怎么这个时辰过来了？儿子睡不着，过来找母妃谈谈心。就因为那姑娘的事儿？是，若不是年纪不对，儿子都要以为她就是兰贵妃。哀家看到她的时候，也以为看到了兰贵妃，可是等哀家回过神就知道，不是这样的，两人只是长得像而已。母后，儿子差点斩了她，若不是岳飞，岳飞也许是看出来什么，所以才会强行出宫去救人。你最初一直都没有见他，所以想要杀他，这没什么。可现在是人你见到了，接下来你要怎么办？东华在逼儿子，所以儿子打算让他去战场。你自己做主便好。儿子已经派人去查他的身世。若他与兰贵妃无关呢？那姑就纳他入后宫。时辰不早了，儿子就先告退。小姐，东华国似乎真的是因为您才对天宁发起进攻的。自从您被放出来之后，东华国只是兵临城下，却不进攻。所以只占了一座城？2座。小姐，您之前传出来让我查的消息已经有消息了。说，何家都是将门之家，在战场上被灭，何家没有留后，只有一个女儿，就是宫里死去的兰贵妃。兰贵妃在生下明珠公主之后就去世了。景明珠？是，兰贵妃听说死于大出血，因为王后当时生下太子，想2个孩子一起养。静观其变，何家的事情不用再查，先看看眼前的事情如何解决。我们的人不要撤出王城，这边事情解决，我还要回去给方阳哥哥报仇。商议之后，打算让你带兵上阵，我们会对对方说你是天宁公主。你们高兴就好，天宁公主的身份也不是随便开玩笑的。我知道，听说你与已故的兰贵妃长相一样，恐怕你的身世还有别的问题。这话罗兴磊没接。因为兵营没有女人，所以没有你可以传的。两军对战，罗兴磊在看到东华国阵营骑在马上的男人，身影熟悉到让他心悸，险些失态。小姐，我看到了。对方是什么人？难道是东华的将军？探子来报，对方是东华国太子东方浩洋。东方浩洋，方阳，这2个人之间当真没有什么关系吗？长得如此之像。太子殿下，我们要进攻吗？太子殿下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突然就攻打了天宁，可攻打之后又不直接往前冲，似乎只是吓唬对方。难不成真的是为了天宁的那个神医？东方浩洋没有回答副将的话，眸光一直放在那抹白色的身影上。太子殿下，那位是天宁的公主。公主？天宁这边是不想开战的。双方的谈判似乎很顺利，很快就谈好了，就这样儿戏的撤兵了。罗兴磊的眸光一直在东方浩洋身上，而东方浩洋离开前的眸光也大多停在罗兴磊身上。小姐不要着急，我打听过了，天宁妥协，有意与东华联姻，并且答应给东华上供，东华才停止进攻的。小姐，这件事情会不会有什么蹊跷？姑爷的尸体都在家放了好些天了，您也是亲自确定的。
那为何两人长得一模一样？东皇皇室不会弄错他们的太子，难道就会弄丢孩子？盯着那边的动静，看着东华下一步做什么。我可以与你单独聊聊吗？我并不认为我与你之间有什么可聊的。我们之间生分到连话都不能谈。出去吧。是。小磊，能说说我哪里惹你不开心了吗？并没有。那我们之间还能像以前一样吗？不能。你还是讨厌我？并不讨厌，你现在于我而言就是陌生人。陌生人？不知道世子知不知道你母亲做的事情？我的相公就是死于你母亲之手，世子想要我如何对你？对你依旧如朋友那般。抱歉，做不到。我母亲杀了你相公？不可能的，这中间肯定是有什么误会，我母亲不会干这种事情。为什么不会？你磨了许久才拿到纳我为妾的圣旨，但没有想到我会那么早就成亲，所以你的圣旨就白要了。你母亲是长公主，向来是要什么有什么，你是她儿子，你母亲自然是一切以你为主。你受了委屈，她岂会不给你出气？就是这口气，长公主都咽不下吧？你以为她什么都没有做？还是说她做了，你也知道，完全装作不知道？既然话已说开，我便告诉你，这仇我一定会报。你不要冲动，这件事情肯定有什么误会在里面。母亲是生气，可这一切都因我而起，与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你相公的事情肯定也有什么误会，我相信母亲不会这样做。那坤世子回去问问长公主便知道了。这件事情定然是有什么误会。小磊，我回去以后一定会问清楚我母亲，你先不要着急好吗？我不着急，事情是谁做的，我定会报仇。小磊，你……坤世子，小姐，刘大人派人过来说，车马已经备好，可以出发了。走吧。于公公，怎么是你？奴才见过公主，王上派奴才前来接公主。公主这边若无事，便与老奴一起进宫吧。于公公莫不是搞错了？我哪里是什么公主，平民一个。走吧，既然要进宫，就随你去一趟。公主殿下有所不知，王上已经查清楚，您就是兰贵妃娘娘的亲生女儿。公公走吧。皇上，老奴将公主带回来了。快让她进来。是。孤的皇儿。皇上。快起来，让父王好好看看你。皇上怕是弄错了，我是罗家之女，从小便没有出过凹山村，更加不会是什么公主。你这孩子，孤找来了人证，还是你的老熟人，去将人带过来。王姨奶。公主。王姨奶过来时，我爹娘可知道？老奴陪着去白宁县查案的人去过您家里，夫人说您是他捡的，老爷不知道这件事情，两人闹得不是很愉快。后来呢？老奴被带到王城来了，后来就不知道了。小磊，这件事情你不用担心，姑已经派人出发，毕竟他们养了你，姑会将他们接到王城来，然后给他们一座府邸，到时候也可以让他们在王城颐养天年，算是感谢他们对你的养育之恩。皇上，我爹娘一辈子在村里，怕是已经习惯，还是别来王城了。他们到底是替姑养了女儿，姑应该好好谢谢他们，所以这些事情姑都安排好了。都这个时候，难不成你还不愿意叫姑一声父王？皇上，民女想知道当年是怎么回事。你放心，姑已经去查，定然会查出来结果。姑已经给你安排了宫院，人手已经到位，你就是姑的公主。将这个婆子带下去斩了，敢偷带朕的公主出宫，死罪一条。当初抛弃公主，若不是被罗家夫人捡到，朕的公主就没了。是。王姨奶似乎早就猜到了自己的下场，一脸的决然，没有一丝犹豫。
王上，当年的事情有待查清。王姨奶当年的做法也许有别的原因，事情还未查清。你称呼她什么？她是我大嫂的姨奶，我也称呼她一声姨奶。先将她关入大牢吧。王上，我……行了，最近就让她跟着你，不过她的罪行定然要罚。是，民女谢王上。你是姑的公主，就算你现在还不想认姑这个父王，但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。于公公，带公主去吧，这边缺什么尽管添就是了。是。公主，请随老奴来。坐吧。其实小时候我就知道自己不是罗家亲生的。我娘生的时候在外婆家，当时地里活忙，除了外婆当时接生知道，也没人知道娘生的是个男孩。生完3天我娘就回家，在家路上的河边看到我，应该是救我的时候失去了自己刚出生的孩子，于是我就成了她。公主，是老奴对不起您，老奴当时不应该将您放进水里。说说吧，我想知道你所知道的所有事情。老奴原本是绣坊的一个嬷嬷，后来与宫里的一个人对食，他要出宫，我便想与他一起出宫。年纪大了，找个伴不容易，我想尽办法出宫。可当我先出宫，他后出来时，我就看到他怀里抱着一个孩子，当时我就吓傻眼了。他说是自己捡的，可是看到报备并不是普通料子。他刚出宫，怎么可能一下就捡到一个孩子呢？明显就是说了谎的。我跟他第一次吵架，让他将孩子还回去，他说不行，宫里事情瞬息万变，孩子都已经出来了，又怎么可能还回去呢？于是我们就想着一起将你抱回去养着，因为路远，他年纪大些，身子骨又不好，还没到地方人就没了。人没之前让我答应他。他让你弄死我？是，老奴当时怕极了。宫里当时生孩子的只有王后与兰贵妃，所以定是公主，不是王后所出就是兰贵妃。但老奴想到王后掌管后宫，没人敢偷王后的孩子，唯一的可能便是兰贵妃。老奴当时怕极了，将您放在木盆里，就让木盆顺着水，没有想到您会被人所救。放进去后，老奴就后悔了，沿途去找，可是没找到。不知道您活着的那些年，老奴夜里总是梦到您在哭。后来如意第一次带您过来，老奴便知道您就是当年那个孩子。可是让老奴有一件事情不明白，您的母亲关氏是确实怀孕，所以老奴不明白这中间发生了什么。当年你们在一起，把我出宫的人都没有再说别的。知道的越多就越危险，您也是因为与兰贵妃娘娘长得太像，所以老奴才会一眼就认出来。起来吧。谢公主。姨奶，你在宫里会很危险，这2天你就在我这里待着，我悄悄将你送走，但也不能回白宁县了，到时候大嫂应该会过来，你见过大嫂之后，我便想办法送你离开。是。下去休息吧。是。自从见了东方浩洋以后，他几乎每日在一个人时就会想到这个人，与方阳哥哥太像了。重点是方阳哥哥没有孪生兄弟，难不成是呢？无忧，小姐，进来吧。小姐是不习惯睡不着？没有，你明天传消息回去，让我们的人悄悄去村里挖了方阳哥哥的墓，看看里面是不是空的。是，属下明天就传消息回去。去吧，让他们悄悄去，别惊动村里人。是。让开，不然本公主杀了你们。公主，您不能进去，不能进去。给我滚开！小姐，
属下去看看。等着，我倒是想看看他要干什么。今天父王已经在前朝传旨，封这个村里来的土妞为平安公主，并说平安公主才是兰贵妃的亲生女儿。那她呢？她也是出生在皇家，为何到了这种时候，突然一切都变了？抬手甩着鞭子就冲着罗星磊身上而去，突然眼前多了一个黑衣人，替他挡了这一鞭子。你不是父王身边的人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回明珠公主话，王上让属下过来保护公主安危。保护她的安危？哼，她的安危？你们是我父王才能拥有的皇家暗卫，竟然要在这里保护一个土妞？明珠公主公然冲进来就想要对公主动手，怕是不妥。王上知道会生气，还请明珠公主慎行。滚！本公主的事情要你管。本公主告诉你，今天我就要打死这个贱人，是她毁了我的一切。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要查出来。你肯定不是我母妃的女儿，你只是村里一个死了相公的寡妇，怎么配做公主？你回去吧。公主殿下，我从未承认自己是公主，回去吧，我这里不需要人保护。暗卫本还想再说说，可是对上罗星磊的眼神，再看看景明珠的样子，他转身就走。小姐，我们就这样柔人欺负啊？无忧，想办法给这里放一把火，你去帮景明珠一把，我先带着尔雅往宫外走，你快一些来追我们。是。当他刚出宫门，王上那边收到了消息，当即气得不轻，起身就往这边赶。遭水了，遭水了！平安公主呢？公主出宫了。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喜来与喜瑞齐齐地上前，跪在王上面前，一五一十地将事情经过都说了一遍。王上越听脸越黑。来人，将明珠关进大理寺。父王，她是你的女儿，我也是你的女儿，你竟然要把我关进大理寺！你伤人、纵火、砸东西，谁给你的胆子？父王，儿臣知错了，儿臣只是一时冲动，儿臣不是有意的，儿臣也是一时之间接受不了。都是孤惯坏了你。父王，儿臣当年也只是个孩子，儿臣什么都不知道呀。突然来的消息，儿臣也很慌乱的，还请父王饶过儿臣这次。皇上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母后，是明珠先来平安这里打人，然后又进去砸东西放火。没有伤到人吧？没有，明珠过来闹的时候，平安就出宫去了。出宫？是。太后，母后，明珠知道错了，父王要将明珠关到大理寺去，儿臣不知道，儿臣真的知道错了，儿臣真的。皇上，明珠只是孩子心性，外家一时接受不了，所以才会做下如此错事，不如就罚她在宫里思过吧。大理寺牢房那种地方，明珠一个女孩子怎么受得了啊？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她到底是不是姑的女儿，还有待查证。这些年也是宠坏了，去牢里思过吧。既然平安找回来了，当年的事，皇上还是抓紧些查吧。皇家血脉可不允许被混淆。是。浩洋，你看是不是美女？与你以前的习惯一样，一身白衣。不过这姑娘这么好看，若换上一身红衣，肯定更好看。哎，你老实说，是不是看上这姑娘了？她是天宁公主。天宁公主？也不知道是哪位公主。今天天宁王新认回来的公主平安。你这消息就是灵通啊。不过这公主的出身低了些，现在被皇家认回，可也掩盖不了她以前一直在其他地方长大的事实啊。公主，我们左前方的茶楼2楼一直有人往这边看。王上允许罗星磊出宫的事情，众人也是知道的，所以早早就派人在宫门口盯着。只见不远处正面走过来2个男人，一路走来，眼神时不时地往罗星磊这边看一眼。已经走到了罗星磊与王姨奶身边，突然一道寒光闪过，
罗新磊就看到对方抽出来刀子，他下意识地拉了王姨奶一把。那个刺向王姨奶的人刀子落空，而刺向他的却没有避开，擦着他的胳膊过去。我们要不要下去帮忙？回答他的只有一抹残影。然而东方浩洋下去都没有来得及动手，远远的王上身边的侍卫已经先一步出手。东方浩洋看到天宁王上，便将自己的身影隐匿在人群中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抓活的倒要看看谁在背后使坏，将这人带下去审，一定要问出是谁在背后指使的。是。明珠胡闹，我已经将他关进大理寺，你宫殿暂时恐怕是没办法住人，姑让人重新给你准备，跟姑回去吧。我可不可以住外面？这怎么可以？你是姑的女儿，就算你要住在外面，也要姑给你准备公主府才可以。你宫里现在还要重新修，不如姑带你去太后那边。你去太后宫里住些日子。太后？这怕不是闹着玩吧？他还想直接将对方的女儿弄死呢。我刚进宫，还有很多地方不熟悉，也不懂规矩，万一惹太后不高兴。那你就先去岳飞宫里吧，岳飞与你母妃感情好，他会好好照顾你的，姑也会看着，不会让人欺负你。好。王上看着身边的女儿，感觉女儿非常乖巧，可是乖巧归乖巧，就是不叫她父王，这让他有些难受。今天姑已经昭告天下，你以后就是姑的平安公主，姑给你重新想了名字，就叫欢愉吧。好。见过太后娘娘、王后娘娘。好了，起来坐吧，你今天也是受到了惊吓和委屈。姑早就说过，你不需要守规矩，想怎么来就怎么来。是。欢愉宫需要修葺，最近先让欢愉住你宫里。是。太后、王上，明珠公主是任性些，可说到底她也什么都不知道，突然间得到一个无法接受的事实，所以才会做出错事。大理寺那种地方不是女孩子可以待的，臣妾恳求皇上放明珠公主出来吧。皇上，明珠公主也是娇生惯养的，她如何能受得了那样的苦啊？大理寺牢房阴暗，伤了公主的身子，可如何是好？再说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明珠公主激动之下毁了平安公主的宫殿是不对，可……闭嘴！姑的欢愉是谁想欺负就可以欺负的？你们二人竟然是非不分，明珠平白无故去烧毁了欢愉的宫殿，难不成这件事情不该罚？王上喘着粗气，冷眼地看着两人。姑的后宫不需要是非不分之人，你们两个去冷宫待着吧。皇上。怎么着？你也要替他们求情？臣妾并没有，臣妾只是觉得平安公主并不想您这样做。是，他们只是替明珠公主求情，并没有做错什么。欢愉，你不懂，这些人就是看到你刚回宫欺负你。明珠公主去我宫里时，我已经打算出宫，并没有人欺负。这解释的苍白又无力，王上听着一下就心疼了，更是决定将景明珠多关些日子。你们要是想求情，可以去大理寺陪着明珠。行了，都起来吧。明珠这次的确做过了，让她在大理寺待几天也好。是。行了，你们都退下吧，王上留下。是。有王上刚才那样直白的护着，谁也不敢小瞧罗新磊。有人甚至上前巴结。岳飞看出来他不喜欢与人打交道，便替他开口解围。平安公主许是今天有些累，改日姐妹们再过来找她说话吧。我先带平安公主回去休息了。好，快去吧，
平安公主今日受惊，是应该早早回去休息。是的，是的。哥，就是那个女人害我的，你为什么不帮我？明珠别闹了，她是父王的女儿，也是公主，你让哥怎么帮你啊？哥，你当然是帮我杀了她呀，或者直接让她消失也行。总归我不想再看到她，她抢走了父王对我的爱。突然，街头一边传出惊叫声，有几个黑衣人骑马冲着这边过来。景明珠因为情绪有些激动，没有注意到眼前发生的事情，直接就将人给拎着，骑马飞快地逃开。追！告诉文琴，给他们一些苦头吃。是。弄死算我的。你是说太子带着明珠出去玩，才被……去告诉国公爷，让他想办法压下明珠的事情，盯着王上这边派出去的人，最好可以先一步将明珠带走，别让王上的人看到。是。太子被掳，消息第一时间就传到王上与王后耳中。这会儿太子失踪，那可是头等大事儿。王上立刻就让人封城，满城搜捕。太子将景明珠从牢里带出去玩，被抓。现在王上那边不知道景明珠不在牢里，想办法将消息透露出去，不要让人察觉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无忧刚出去没一会儿，王上就来了。还是我的欢愉最乖。皇上听说太子……姑已经让人去查，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。皇上，王后娘娘来了。让她进来。王上，明泽。姑已经派人去查，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。太子吉人自有天佑，定然会没事的。姑也希望明泽没事儿。王上这话音刚落，于公公就走进来，看了王后一眼，眼神有些古怪。有什么事情直接说。王上，下面人查到与太子同在街上的有一女子，奴才派人细查之后才发现，那女子是明珠公主。什么？明珠不是应该在大理寺待着？奴才已经让人去查原因了。王后可知道明珠的事情？王上，臣妾不知啊。明珠的确应该在地牢里待着，她怎么会私自跑出去，拉着明泽去街上，简直胡闹。王上，明珠的确是胡闹了一些，进入大牢怕也是心里不好受，所以才会强行出去。毕竟她是公主，就是看守的人怕是也不敢拿她怎么样，所以才会……去，让大理寺卿滚来见姑。是。王上，明泽。行了，等人找到明泽再说。姑已经下令封了城门，昨天晚上那些贼人今日没办法出宫，让御林军挨家挨户搜，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。宫外一处无人的荒废宅院，景明珠与景明泽两人可是没少被打。这些人打人也是有技巧的，就专挑疼的地方打，留下的伤还没有多少。太子公主本就是细皮嫩肉的，哪里遭受得住这样被打？3两下就已经不行了，昏了好几次，都被用水泼醒。你怎么想的？之前不是说抓了，可没有说要打人啊。想打就打了，还需要理由？哎，不需要理由，我就是比较好奇。还有多久？天宁的侍卫搜到这里？还有1炷香的时间就能到。去给他们脸上涂些黑灰，然后将他们的衣服换成普通人的，上面弄点鸡血，多弄点。是。你这是玩个有意思的。哎，你说他们看到他们的太子和公主那副样子，会不会直接气晕啊？不会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让他们变成这个样子，就是为了让侍卫们认不出来。入夜，岳飞让罗兴磊早早休息。夜半时，罗兴磊在房间里面听到了外面的吵闹声。太子殿下与明珠公主危在旦夕，平安公主本就是神医，这种时候平安公主过去看看，岂不是应该的？你竟然还拦着我！早就说过，我们家小姐从此不再医人。太子与公主病着，嬷嬷自然应该去太医院请人。来这里，她是走错地方。
强人所难罢了。什么从此不再依人，全都是借口。太后的病不就是平安公主给看好的？为何到了太子爷这里就不行了？太后的病是怎么好的？你自己去问太后。如果我们家小姐给太后娘娘看了病，那还用得着被关进大牢吗？太后她老人家是我们可以随便打扰的吗？现在我就想问一句，太子生病，平安公主去不去给看？不看，我们小姐以后不会再依人。好，好得很。嬷嬷转身就走，没有一丝犹豫。这人是故意过来找事情的吧？好端端的，为什么就要找我们小姐？外面多的是大夫。不用管他，我们好好守着，让小姐好好休息就可。其他事情待明日再说，有错也是惩罚他们，与小姐无关。我知道。你们进来吧。小姐，还是把你吵醒了。太子找到了。都说是在审讯嫌疑人的时候发现的。太子现在高烧不退，明珠公主也找到了，与一群嫌疑人关在一起，这名声怕是毁了。竟然能被抓进牢里，那些人都没有看吗？人在牢里。太子与公主也不知道经历了什么，两人换了一身平民衣裳，衣裳上有血，都臭了，显然被关了好几天了。小姐，他们是什么意思啊？过来让您过去给看病，这不是故意为难人吗？不用管，王后派人过来，皇上定然不知道。小姐，现在是夜里，我去悄悄看一下太子宫里什么情况。去吧，小心一些。是。你也回去睡吧，不用在外面守着。是。起这么早？睡不着就起了。岳妃娘娘这是……我没事儿，太子昨天晚上找到了，你今天抽空去看看。哦。我先进去休息一下。小姐，听说太子那边昨天晚上情况挺危险的，眼看就要救不过来了，天快亮的时候高烧才退。东华国的人进城了？还没有。我让你派人去查东华国太子的事情如何。一直都查不出来，因为对方是太子身份，所以只查到太子生下来身体不太好，后来就被高人收徒，身体才好一些。东华国这次进城的人中有太子？我们的人查到的消息有太子，不过太子并不在随行队伍中，也许早就离开队伍了。盯着那边。是。村里那边有消息没？今天早上刚刚收到消息。如何？有尸体，是姑爷。去查查东华国太子有没有双胞胎兄弟。是。小姐，东华国太子的事情可能不太好查，需要时间。去吧，时间我们有的是。是。父王，今天晚上是要招待东华国的来使吗？我要参加吗？自然要参加。哦，那我们回去吗？回去。你能不能再叫我一声父王？父王。父王是不是突然听到太激动了？很激动。以后会天天叫。好，走吧，回宫，回去使你随姑一起做吧。罗兴磊随着王上做龙辇回去的，这地位可就更加不一样了，其受重视程度让不少人都心惊。王后听到消息的时候，正在太子宫里，失手打翻了茶杯。他，该死的贱人！娘娘，您先别动怒，现在重要的是太子的事情，只要太子身体好起来，比什么都强。现在平安公主再受宠，那也是个公主，到底不是皇子。她可是荷兰雅那个贱人的女儿，王上定然会宠着爱着。王上让她与自己同坐龙辇，这就是抬举，谁人不多看那个贱人一眼？娘娘，现在重要的是明珠公主的事情，公主不能有事儿。太子带着公主出去，这事儿大理寺卿担不了。我们现在还不能失去大理寺这个位置。不是让你给父亲那边传消息了？传了，国公爷那边的意思
也是希望可以保下来大理寺卿。太子虽然做了错事，但太子被人绑架，这事儿皇上肯定会心疼太子。好，我跟明泽说，虽然太子做错了事情，但也是为了护着妹妹，就将过错推到明珠身上吧，就说明珠非缠着明泽。也好，只是这样就可怜了明珠公主。嬷嬷，你说明珠的事情。娘娘，孩子是兰贵妃的，她总归是王上的孩子，皇上不会拿明珠公主怎么样。您现在疼明珠公主，只是因为明珠公主从小在您身边长大。您心善疼明珠公主，太子才是您的孩子。是。公主，王后娘娘过来了。母后，怎么没有好好休息？起来做什么？今天晚上父王要为东华国的人接风，女儿也想去。东华国这次来的可是太子，太子殿下这次是为了联姻而来的。你想嫁到东华去？女儿就是想想，毕竟那么多姐妹，也不是女儿说了算的。女儿倒是挺想的。东华国的太子以后就是皇上，成为他的太子妃以后就是皇后。那你可知道东华比我们强大？知道啊，正因为这样，女儿嫁过去之后，对我们天宁来说是一件好事儿。待女儿当了东华的皇后，看哪个国家还敢欺负我们天宁。母后跟你说实话，母后不愿意你嫁到东华去。为什么？母后是不希望你受委屈。东华本就比我们强大，他们又怎会看上一个弱势国家的公主呢？又怎么会让这个公主当上太子妃？明珠，你从小在宫里长大，母后对你教过很多，可你一点也没有学到。以前她还有兰贵妃是亲生母妃，现在她都不是兰贵妃的女儿，父王对她更是不喜，都能将她关进大理寺，可见她已经失宠了。岳妃娘娘到，平安公主到。臣妾给王上请安。女儿见过父王。快起来，到姑身边来，姑给你介绍，这位是东华国的太子，这位是禹王，那位是文世子。这就是姑的女儿欢愉，也是姑的平安公主。这辈子姑只希望她可以欢乐愉悦，平安健康。平安公主为何梳着妇人发髻？欢愉已嫁为人妇，梳着妇人发髻也是正常。平安公主这是已嫁人妇？是，欢愉有心爱之人，只是她没有那个好福气，早早去了，独留下我欢愉一人。若是以后有可靠之人，姑还是想给欢愉再找一个可以托付终身之人。明珠公主到。明珠见过父王。起来吧，你身子还没养好，怎么过来了？妹妹，你坐的这个位置是我的，兰贵妃只是贵妃，我母后可是王后啊。明珠，不可胡闹。母后，明珠哪里胡闹了？女儿身为天宁的嫡出公主，这种场合自然不能失了礼数啊。这里有东华国的人在，女儿好歹也是嫡出公主，被妹妹抢了位置，这传出去。景明珠闹，罗兴磊完全没有争辩的意思，他慢慢的站起身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只是甩了甩衣袖，从那个位置上退开。坐吧，欢愉，你过来坐姑身边。父王真是偏心，妹妹就可以坐到父王身边去，其他姐妹可从来没有在父王身边坐过呢。明珠说的还真对，姑就是疼欢愉，欢愉从小不在姑身边长大，姑真想把欠她10几年的疼爱都给补上。景明珠的脸色变了变，不再自找没趣。虽然现在王上不能拿他怎么样，可是一会儿散了晚宴，父王总会有理由的。皇上，宫里的歌舞表演都是一样的，想必东华太子、禹王爷、禹文世子怕是也早就看腻了。今天各位大臣都带了女眷入宫，
不如就让各家小姐出来展现才艺吧，大家就当取个乐子。臣斗胆还请王后娘娘赏赐一物作为彩头。这有何难？这是本宫当年加冕王后凤冠时戴过的，若是谁拔得头筹，就归谁。谢娘娘。母后的东西自然是好的，女儿也想试一试。不如宫里姐妹都参加吧，平日里姐妹都在宫中闷着学习，鲜少有展示的机会。今天正是个好时候。明珠姐姐说的是，明月想一试。明心也想试一试。百无聊赖地看着下面的歌舞表演，这些千金贵女们会的就是琴棋书画之类的。景明珠表演的是舞剑，腰身柔软，已经算是表演的相当好。明珠公主这一舞当真是让老臣大开眼界。妹妹，大家都表演了，你为我们带来什么才艺呢？你想让我表演什么？虽然我不是在宫中长大，但我也懂得一个道理，取悦别人是艺伎干的事情。平安公主这不愧是姑的公主，说话就是直，这性子姑喜欢。你愿意跟他们玩玩就玩，不愿意就算了。父王，女儿有一事不明，明珠公主对我句句都是以妹妹相称，那应该知道我从小的生活环境，大抵是知道我不会宫中的这些琴棋书画，所以才会说让我表演。我就想着要不要给大家当众表演个种地。罗兴磊这话说的实在，王上听出来他话中意思，其他人自然也听出来，有些想看热闹的立刻就怂了，不敢说话。景明珠也听出来，而且看到昔日最疼爱他的父王现在句句都宠着罗兴磊，更是气得五官都要扭曲。那你就给我们来表演个种地，本公主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如何种地呢。我倒是想直接表演，这里是宫殿，一来没有地，二来种子种进地里到长出果实需要时间，是没有办法满足明珠公主的好奇心。倒是在家里闲来无事，会玩敲碗的游戏，可以给大家表演一下。既然这样，那你来给我们表演一下。他伸手将水碗按顺序放好，拿起一边的筷子，就在众人都要做好要朝向罗兴磊的准备时，他看似随意的敲起，动人的声音响起，非常有节奏。这种声音是在场的人都没有听过的，可却让人不由自主地跟着慢慢地轻拍着拍子，从舒缓到快，最后到停下来。众人有些意犹未尽。平安公主的表演真是精彩。谢谢。这表演我投平安公主一票。我也是。我的只是雕虫小技，明珠公主才是名副其实的表演，所以这比赛头筹也应该是明珠公主的。欢愉不想要这个头筹。欢愉说的没错，欢愉的表演只是雕虫小技，王后给的彩头就给明珠好了。至于欢愉也算是用心表演，姑赏叶明珠一对。这对叶明珠父王得到许久，他都惦记很久了。以前也找父王要过，父王都不愿意给，口口声声说要给太后，可是现在竟然给了村里那儿来的那个贱人。谢父王。你喜欢就好。最近姑的太子生病，怕是不方便陪着东华太子同游王城，不如姑就派……皇上，太子不方便，不如就派公主陪我们同游吧，正好我们也了解一下贵国公主。好呀，其实王城我也没怎么游过，不知道是什么样的，正好借着陪东华太子可以好好转转了。姑的女儿不输男儿，姑安排一下，明日让明珠、明月他们作陪，后日就由姑的太子陪你们。平安公主不去吗？本世子感觉平安公主甚是有趣，还想多了解了解。实不相瞒，平安身子不好，就不出去作陪。平安公主身子不好？是，自相公去世之后，我便得了心绞痛，
平安公主一直很爱自己的相公。是。对方都已经这样说了，文琴与东方子宇也不能再说什么，宴会就这样散了。翌日，罗星磊很早就起来出宫去了。罗星磊先到城外，然后由子旭准备的快马，几人一路赶去。快到中午时，他们遇到了前来王城的关小妮一家人，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一位文官，这次专门去接罗家人的。关小妮看到罗星磊，有些不知道怎么办，紧张地站在那里，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摆才好。娘，您怎么了？是不是不舒服？没有，娘没有，挺好的。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距离王城还有些距离呢。我想早点见到你们，就过来了。娘，难道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你捡回家的，你就不愿意认我了？没有，娘没有。你永远都是我娘。哎。关小妮在来王城的路上，一路都在忐忑，现在听到罗星磊的话，立刻就放松下来，眼泪也跟着滴答滴答的往下掉，并轻轻地抱紧罗星磊。爹，怎么瘦了？没事儿。罗爱福也紧张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养大的闺女竟然是公主。好了，你们紧张什么呀？我还是你们眼中的小磊，永远都不会变的。爹娘，你们不用担心，王上的意思想给爹一个官职，让爹能一直在王城待着。哎不，这怎么可以啊？他这辈子就会村里那些活儿，让他当官儿，难不成去种地？而且在村里待习惯了，他一点也不喜欢外面。这一路走来，越走他就越想回去。小磊啊，要不你跟王上说说，这恐怕不行。你爹与我还是喜欢家里的日子，越是走啊，我就越想家。在王城那儿可是达官贵人，我们……大哥什么意见？爹娘不愿意就算了，一辈子在村子里待习惯了，他们不喜欢外面的生活，而且王城里那些人都是官场，爹怕是与那些打不来交道。我也是这个想法，在王城生活，尤其当官的，要么有自己的能力，要么受王上的宠，依靠别人给的东西总是不真实的。我一来是过来接你们，二来就是想先问问你们这件事，到王城之后我也好早做打算。好，我们去转转就回去了，家里那些事情我还放不下呢。因为王城来人，村里很多人不知道实情，我们也没有对他们说你的事情，但我们离开，奶奶他们是知道的。我们还没走，奶奶就想要搬到家里去住了，还想要霸占着你的那套院子。后来呢？太爷爷和太奶奶知道实情，搬过去在咱家先住着。你的那套院子，娘走的时候告诉吴奶奶，吴奶奶会定时过去为你打扫的。娘，当年到底什么情况？当年我怀孕，在你外婆家生了一个孩子，当时忙，大家也没有注意我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。3天之后，从你外婆家回去的路上，就在路过的那条河边，我听到一个孩子在哭，抱着孩子上前去看，就见你在木盆里。我去找了木枝，将盆子一点点捞到岸边，就看到你哭的小脸都紫了。一看你就是被饿的，我立刻给你喂奶。我自己生的就放在盆里，结果等我给你喂完奶，低头去看时，原本在岸边的木盆已经不见了。我沿途找了许久，但一直都没找到。那孩子恐怕是凶多吉少了。娘不用担心，即使木盆里飘走，那还是有机会找到的。这些年我也私下里打听过，沿途也找过，可是没用，一直都没有消息。孩子怕是没了。爹娘，明天你们应该就要进宫去面见王上，不用紧张，你们想说什么就说，到时候我会陪着你们的。好。这里是驿馆，隔壁住着的是东华国太子一行人，我们没事儿尽量不要与对方接触。东华国太子？那我们还是不要接触了，我不出去，
就在这待着。不接触就好，也没必要不出去，该出去转还是要去的。还有一件事情，爹娘，东华国太子与方阳哥哥长得很像，你们见了以后别惊讶。和方阳很像？你查了没有啊？这东华国太子与方阳有关系吗？没有，完全是不同的人，也不知道为何会这般像。小磊，你平日里是在宫里住吗？是，平日无事就不出宫。宫里有位岳妃娘娘，与我母妃是好姐妹，很照顾我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宫里有人能照顾你，娘就放心了。你有派人查过吗？东华国太子与方阳那样相似，当真不是一个人？我派人查过，不是同一个人，也让人去挖了方阳哥哥的坟，方阳哥哥的尸体还在。那就不是一个人，许是这世间真有人长得一模一样吧？姐，你与陈宗宇如何了？打算成亲，他也在村子里起了一处院子，就在小叔家旁边，这样距离家里也近，爹娘呢也都挺同意的。他现在在干什么？在镖局。镖局？大姐真的是认定陈宗宇了？当初他可是挺混蛋的。以前他总感觉自己配不上我，所以才不愿意。我离开之后，他发现自己是爱我的，所以就自己在外面拼，也凭自己能力进了镖局，以后慢慢的混个官事儿，我这辈子就知足了。仙笑见过他了？以前没有，后来见过了。咱家那么多人在镖局，他总要知道的。见过平安公主。起来吧，于公公客气了。公主，王上派老奴出来请罗家人进宫。那就一起吧。父王，快起来！王上回头看向罗兴磊身后的一行人，只见他们紧张地站在那里，连身子都在打摆。还是罗兴强见识多些，第一反应就是跪下去行礼。草民参见王上。罗爱福等人这才反应过来，齐齐跪下去行礼，那叫一个虔诚。草民见过王上。都起来吧，不用紧张，你们是姑的恩人，为姑养出这么好的女儿，姑应该好好感谢你们。回王上话，小磊的优秀都是他自己努力得来的。那姑也要好好谢谢你们。罗爱卿，不如姑就封你一个。王上。罗爱卿，这是怎么了？快起来。王上，草民就是一个普通百姓，大字不是一个，平日里会做的也就是种种地，其他什么都不会。父王，我爹娘还是喜欢村子，他们在村子里生活习惯了，老家还有爷爷奶奶、叔叔婶婶、外公外婆等人，他们也要回去照顾的。这没关系，直接让他们也一起到王城。姑看出来了，慢慢熟悉就好。家中都挺好的？挺好的。地里庄稼如何？挺好的。收成如何？挺好的。罗兴磊站在一边都要听不下去了，现在才春天呀，哪里来的收成？可是这种尴尬他又没办法打破，只能默默地看着他们。尬聊了好一会儿，于公公有些着急地站在门口，一副有急事的样子。罗兴磊感觉此刻的于公公就像个救星。王上走了，这些人才松了一口气。罗爱福紧张地摊开自己的手，手心里全都是汗。太紧张了。爹，没你想的那么难。下午的时候没什么事儿，罗兴磊就先带着大家出去转。王城的街道非常热闹，关小妮看到一些小东西就买下来。这个给糖果，这个给宗英，总归都是给孩子们带的，还有给孙氏、关山年、罗武一家带的东西。当天下午就买了不少东西，一直到晚上，夜市门都开了，大家又顺便逛了夜市。逛完以后，他们才回去休息。远远的，罗兴磊看到站在驿馆门口的人，那身影与方阳哥哥太过相似。二姐夫？对方没有一丝反应。那位是东华太子。
小磊呀，这世间怎么会有人长得如此相似？刚才那一瞬间，我还以为是方阳。我也以为是。这时，站在门口正打算进去的东方浩洋回头看到了罗星磊一行人，他就那样站在门口没有动，远远相隔。二姐，我们过去吗？当然过去，行得正，坐得端。爹娘，我们走吧。平安公主。东华太子。公主这么晚，为何还在宫外？出来转转。时辰不早，我便先回去了。好。罗星磊拉着罗家人离开，而东方浩洋也抬不进去，没有一丝犹豫，看上去两人就像是陌生人。小磊，我们出门也有些日子，家里事情我确实放不下，我们商量着后天就动身回去了。好，那我来准备东西，到时候让人送你们回去。还准备什么呀？最近也买了不少东西，就是回去的时候不太好拿。这个娘不用担心，你们走自己的，东西我让镖局送回家去。那得多少银子呀？不用了，我们自己带回去就行。娘，这个您就不用管了，我来安排就好了，拿着东西走太麻烦了。那好吧，我们要走，是不是要进宫对王上说一声啊？我这会儿进宫去问问岳妃娘娘。好，那你去吧。娘，您和爹先休息，我进宫去看看。今天怎么有空回宫？我爹娘想回家，但是不知道回去前要不要告诉父王一声，所以我就回来问问。那你在这里等会儿，那会儿于公公派人过来传话，你父王今天晚上过来，一会儿可以我帮你提。好，谢谢娘娘。跟我就不用这么客气了，都是自己人。过了一会儿，王上就过来，见到罗星磊在岳飞宫里，挺惊讶。欢愉在宫里，孤以为你一直在宫外呢。刚才回来的，罗家夫妇想家了，要回去，欢愉进宫来说一声。这就要走了，这2日孤忙，那明日就让你爹娘进宫来吧。姑这心里总感觉亏欠了他们，他们既然不要官位，姑就赏他们一些东西，良田等东西吧。多谢父王。说起来，这些都是姑欠罗家的。听说你娘当年为了救你，自己生的那个孩子生死不明，罗家人这是心善呐。欢愉的宫殿这些日子内务府那边赶修出来了，不如明日就在欢愉宫里吧，这样罗家夫妇也能看着欢愉生活的环境，就算是回老家也放心了。若是可以，便让罗夫人在宫里陪欢愉一夜吧。爱妃这个提议好，姑立刻就让人去准备。以后有时间就回来看看，你和方阳的院子，娘会每天都去打扫的。院子里种的那些花，娘也会好好养着。好，我会回去的。在外面好好照顾自己。娘放心吧，有二丫和无忧在，女儿不会有事情的。娘放心，家里一切都好，有时间呢就给家里来信，我也会让你大哥一直联系你的。大嫂，姐，你们好好照顾爹娘，有事就写信给我。好。离别总是心酸的，叮嘱又叮嘱后，罗家人的队伍这才离开。罗星磊站在原地，久久都没有动。公主，我们回宫吧。王上说因为东华国太子过来，所以组织了一场春猎，王上说公主肯定喜欢。春猎都什么人去？官员3品以上都会参加，王孙贵族还有宫里一些娘娘们、公主们都会去。小姐，我们查到昆世子被长公主关了禁闭。哦，为什么？昆世子与小姐一起去边关，回来之后便派人去查是不是长公主派人去伤的姑爷。待证实之后，昆世子就去问长公主，长公主大怒，上侯也打了昆世子。
长公主府可还有别的消息？近几年的没有，倒是查出来1个多年前的。说，当年驸马爷与长公主还没有成亲，也有其他女子喜欢驸马爷，后来对方被长公主直接除了。事情过去这么多年，就算是翻出来也掀不起多大的风浪。再说驸马爷当年估计也不会娶那名女人。再查查其他的，想办法查查宫里当年的事情。我母妃生了我，景明珠若也是父皇的孩子，那景明珠的生母是谁？属下已让人去查，现在还没有消息。皇家的事情消息都压得严，而且是10几年前的消息。慢慢查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另外你派人去查查王后的娘家，看看王后生太子那年王后娘家有没有女人生孩子。是。罗家人离开之后的第3天，就是动身出发去春猎的日子。小姐，长公主也去，昆狮子在后面，我刚才见了，脸色不大好。注意着长公主的行动就可。小姐，岳妃娘娘就在您左边第2个营帐，长公主的位置也靠近于此，在岳妃娘娘旁边。属下打听到，这次只有长公主带着昆狮子过来，侯爷没来。住得这么近，这倒是让我很诧异。您旁边一个是明珠公主，一个是王后娘娘，咱们的营帐在中间。罗星蕾一听这话，微微挑眉。这2天你们多留个心眼就行，这会儿没什么事。二丫想要出去打猎，你去看看马匹准备好没有，准备好了我们就一起去。是。平安公主，这是要出去打猎啊？嗯。平安公主要是去打猎，我们也要去，不如一起吧。不必，文狮子与昆狮子一起打猎，我们就不多打扰了。哎，平安公主等等我。小姐，等等我。走吧，昆狮子，我们也去打猎吧，说不定还能遇到平安公主。这看起来好像是欢愉妹妹的马，可是人不见了。东方太子，不知道您能不能与我一起去找找欢愉妹妹啊？东方浩洋没有说话，只是四处看着。他仔细看过，周围没有血迹，也没有打斗的痕迹。欢愉妹妹从小就在村子里长大，吃了太多苦头，这好不容易回来出来打猎，可千万别出什么事才好。东方太子不知有没有见过我家小姐？没有，过来时就只见到1匹马。你家小姐？既然欢愉妹妹已经进宫，你就应该唤她一声公主。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欢愉妹妹是什么上不得台面的人呢。回宫了就该有宫里的规矩。父王准许我可以不守宫中规矩，我的人自由我来教，明珠公主管好自己的事情便好。欢愉妹妹哪里的话呀，你身边的人不懂规矩，这要传出去可是要闹笑话的。你现在已是皇家公主，可不能让人看了笑话去。那就看谁敢笑。还有，我虽然进宫晚，但也不是一点规矩都不知道。明珠公主可否告诉我，我闹出什么笑话了？自然没有，当姐姐的我也只是提醒一下而已。欢愉妹妹为何这么大气性？二丫呢？我们没有追上小姐，所以就与二丫分开过来找您。你去找二丫吧，我这边没事。去吧，我这边没事儿。平安公主与我遇到也是缘分，我会保护平安公主安全。关于妹妹的安全，我也会负责的。东方太子，不如我们去打猎吧，正好遇到欢愉妹妹，我们几个一起比赛，看谁的猎物多。平安公主要不要打猎？不必了，东方太子与明珠公主去打猎就好。欢愉妹妹当真不与我们一起吗？难不成欢愉妹妹连东方太子的面子都不给？东方太子，真正的比试在明日，今天我想早点回去休息。平安公主请便。真不知道欢愉妹妹如何想的，她回宫之后，我已处处都让着她，想与她打好关系。明珠公主，在下也要回去休息了。东方太子，刚才不是出来打猎，怎么又要回去了？明珠公主与我孤男寡女，未免别人误会，我还是先回去。东方浩洋说完就走，与罗星磊一样，一点不给景明珠说话的机会。罗星磊在回去的路上因为走得慢，被东方浩洋追上，两人骑马并行，
罗星磊一句话也没有说，轻轻用手捂着心口的位置，心绞疼又开始发作。平安公主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？仿佛一点也不喜欢与我相处一般。东方太子误会了。几次见到平安公主，公主都是态度冷淡，一副不愿意与我说话的样子。我对任何人都一样，东方太子这是错觉。世人都说女子对男子态度冷淡，往往有2种可能，一是讨厌男子，所以态度冷淡。既然平安公主刚才也说了，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，更加没有讨厌，那我就是第2种可能咯。罗星磊被他的突然靠近晃了心神，心中抽痛，小脸煞白，眼泪不自觉的就流了下来，张了张嘴，喉咙梗疼，他一个音都没有发出来。哭什么？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突然靠你那么近。不知东方太子可认识一位叫方阳的人？并不认识。让东方太子误会是我不对，我以为人父，心中只有他一人，还望东方太子以后切莫再开这样的玩笑。东方浩洋傻愣愣的点头，罗星磊默默骑马离开，刚开始走得挺慢，越走越快，越走越快。就在要回去时，他调转马头，往一个方向狂奔而去。风吹在他满是泪水的脸上，风刀刮着他的脸，他似乎一点也不觉得疼。东方浩洋骑在马上，心随着罗星磊的离开而空荡荡的。良久后，他跟着罗星磊的方向而去，最后在一处河边看到罗星磊。方阳哥哥，你在哪里？小雷好想你。方阳哥哥，你在哪里？小雷好想你。站在河边，急迫流动的河水声掩盖了他的声音，在那里喊，他任由眼泪顺着脸颊流下。东方浩洋就在不远处，听着罗星磊的话，他只感觉心中抽疼。不知道为何，从见到罗星磊的第一眼起，他就觉得这个女人应该是属于自己的。去年在京城醒来时，他丧失了一些记忆，医药说是因为他受伤过重，所以才会丧失记忆。他将信将疑，总觉得这话有问题。从小身子就弱的他，也不知道病是怎么好的，好像突然就好了。可丧失的记忆对他来说似乎很重要。多方打听，他知道天宁国有一位神医，于是他一路过来，想找神医问问，看能不能治好他的失忆症。刚刚进入天宁境内，听到神医去了王城，正要追去，结果打听到神医被关入大理寺。当时他还有些不明白，皇室之人犯错才会被关入大理寺，为何神医一个平民会关入大理寺呢？但他只知道自己要救这个人，于是他第一时间做出决定，用进宫的方式来迫使天宁国放人。听闻瘟疫的时候，也是神医给了东华国药方，这才挽救了不少人的性命。护着这样的人，他责无旁贷。好在他的计划是成功的，天宁妥协，最后竟然直接带着人到了战场。当时已对外宣称对方是公主。从神医变成公主，东方浩洋想不明白，可是初见到平安公主时，他心脏狂跳，甚至有一种想要将这位拥入怀中的想法。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何，后来天宁有意求和，父王也说他可以来天宁选一位侧妃或者太子妃，完全看他自己。于是他就来到天宁，每每看到平安公主，他就会本能地做一些事情。刚才靠近平安公主只是一时贪念，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看到平安公主突然间哭，他便不受控制的心疼。这会儿看到她在河边歇斯底里的叫着，一听就哭了，更让他心疼到不行。难不成他与这位公主真的认识？其实他刚才靠近平安公主，也有意想让平安公主给自己把把脉，看看她失去的部分记忆能不能找回来。他总感觉丢失的很重要。罗星磊在河边站了多久，
东方浩洋就在远处隐蔽的地方站了多久，直到罗星磊失魂落魄的回去，东方浩洋也才慢慢回去。小姐怎么了？是今天不想吃这些菜吗？去将我的银针拿过来。是。从姑爷去世之后，小姐再也没有医过人，所以小姐以前治病救人的那些东西都是由她保管着。今天突然要银针，总感觉有事儿。罗星磊打开针包，上前将针放在盘子里，轻轻戳了一下，然后拿起来。等了几息时间，之前还好好的银针突然就变成黑色。也不知道对方是谁的人，抓不到证据，不能将对方一网打尽，最好先不要打草惊蛇。这2天你们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到时先观察一下。那就由他们继续下毒吗？他们继续下毒，我们才能抓到证据。下一次毒就不下，那才是浪费我的精力。小姐放心，这2天我会好好盯着的。不要打草惊蛇，1天2天我不出事儿，对方就会着急，到时候就会去见他背后的主子。我们要的就是背后的那条大鱼。属下会尽心盯着，尽快抓到对方。查出来是谁就行，其他事情慢慢谋划。是。今天谁打的猎物多，谁赢，赢的人姑可是有奖励的。姑的女儿们，你们可要加油。父王放心，我们定会竭尽全力。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行了，出发。慢悠悠地往林子里去，看到一只兔子，他正拿着弓箭打算打，兔子就被人射中了。我不是有意的，我没有看到你。大家都是姐妹，没必要这么明目张胆的欺负人吧。一贤姐姐，你可少说2句吧。欢愉现在是父王最疼爱的，就连明珠都不能比。你要是惹到他，当心父王怪罪你。怪罪？林子里的猎物谁看到就是谁的，明明是静云先出手的，他还回头来看，这不是欺负静云吗？一贤姐姐，你可少说2句吧，万一让欢愉不快，父王真是要怪罪的。哼，没有的事情，平安公主没有欺负我。静云姐，你比我们大，大家都是公主，谁也没比谁高多少，你为什么要叫她平安公主？直接唤她欢愉就是。没有的，叫什么都可以，刚才的事情只是误会，我与平安公主只是遇到而已，平安公主并没有说什么。静云姐，你不用遮遮掩掩的。平安公主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全都是我的错。你为什么错了？我是说了什么，还是做了什么？我刚刚要出剑，你先我一步射中兔子，猎物自然就是你的，我全程一句话都没有说。你这又是跪又是认罪，似乎是我一直在欺负人。静云公主，你我之间有仇吗？为何要将我推到风口浪尖上？我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静云公主不用解释。第一，我有没有欺负人，自有天理在。第二，一贤公主说的对，大家都是平等的，你又何必直接上来就给我跪下？还是说，静云公主以前也对别的公主跪过？刚才在这里只是巧合，我换地方去就好，何须在这里浪费时间？静云姐，我看这个欢愉也不像传说中的跋扈和无知，刚才他也没有要为难你的意思，你不用内疚了。是我自己多想了，我刚才就解释过了，他没有欺负我。一贤，谢谢你，每次都是你为我出头，我这心里真是感激不尽。静云姐，都是自家姐妹，哪里用得着这么见外啊？没关系的。又走了一会儿，看到一只梅花鹿，他毫不犹豫地出手。巧了，他对面也有人出剑，梅花鹿倒下去，罗星磊看向自己对面，在不远处的小道上竟然看到了东方浩洋。只是看到他的人，罗星磊心绞痛又犯了，脸色都白了几分。这次他也不说话，干脆直接掉头就走，直接进了一条岔路。你是不是招惹到平安公主了？没有，是平安公主先射中的，我的箭比她的晚一步。是，这猎物就不要了？猎物原本就是她先一步射的。平安公主，平安公主，
岳妃娘娘出事了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岳妃娘娘说想要出来走走，结果掉进了一个陷阱，人当场就……王上让您过去。带路，这不是回去的路，你要带我去哪里？就在前面，现在还没有回去，王上也在那边。是往前吧？那我先过去。罗星磊说完，立刻赶着马儿往前。到陷阱面前时，他突然提着马缰绳，然后马儿直接一跃而起，从陷阱上飞了过去。抬手一甩，手上银针射出，正好没入对方的马穴。只是瞬间，男人身上的内力散去，人也跟着掉了下去。他这才慢吞吞地收回手，甚至往前走了2步去看。罗星磊射进去的银针作用只能持续几息，也就是这几息的时间足以要了对方的命。跟着过来的东方浩洋自然看到了全程，刚才看到罗星磊出手以及男人遇险，但是想想他心都快跳出来了。如果掉进去的是罗星磊，那该如何？他完全不敢想，一想到他会受伤，他就喘不过来气，就想毁了这世界为他陪葬。你没事吧？这会儿看到他紧张的样子，想到方阳哥哥，心绞痛又开始。东方太子为何这般关心我？我连他自己都不知道，刚才的紧张与那一瞬间的情绪都是出于本能。有人给你设的局，若不是你识破，恐怕坑里的人就是你。他的主子就是要害我之人，既然对方设了局，就不会只有一个。你想如何做？东方太子这是要帮我，遇到了自然要帮。也没什么，我想知道他的主子是谁。我派人去给你查。好，那就多谢东方太子。不必客气。两人回到场地。你们2个这是遇到什么事情了？哼，天宁王，你们天宁真是个好地方。林子里的野物多，我们一猎便忘记时辰。本太子玩得尽兴，就想去林子深处看看。平安公主担心我出事儿，所以与我结伴而行。这不进去之后，还打倒了3只野猪。欢愉，你可真是吓到王上了，一直担心你，还想要亲自去寻你。若不是我们拦着，王上定然亲自去了。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王上疼谁能疼到这个地步。当初明珠也受宠，可没有被这样宠过呢。欢愉，你可要好好孝顺你父王，王上正尽力弥补你们之间缺失的时间。是。欢愉没受伤就是好事儿，你先回去休息一下，换身衣裳。是。小姐，林子里发现一个侍卫掉进蛇坑，那是有人特意为我准备的，你去盯着，看看能不能查出背后之人。是。东华国太子说他帮忙查，你小心盯着些，不知道这个太子是好人还是坏人。小姐，东方浩洋是太子，他身边女神众多，以后要继承东华国皇上的位置，后宫佳丽必不可少。这样的男人心思定然很难猜的。我心中有数，你去查查吧。是。欢愉怎么不吃？难不成是不喜欢？姑让人做些别的来。有些不舒服，父王能不能让太医来给我看看？去将太医院的人叫过来。是。太医来得很快，王上看到来人就问：太医院院士呢？回王上话，院士大人见这边没事儿，这周围有不少好的药材，院士大人带人去采药了。去给平安公主看看。是。公主，这吃食没有问题。这位太医，既然菜没有问题，那你吃一口吧。公主的吃食，臣如何敢？臣若有做得让公主不满意的地方，还请公主直言。你口口声声叫我公主，本公主赏你的，这还不能要？臣谢公主赏赐。说完之后，太医上前，小心翼翼地随手捧起距离自己最近的一盘菜。臣告退。太医要去哪里？欢愉，你是不喜欢柳太医吗？
还是刘太医之前做了什么让你不喜的事情？没有，我只是想让他当着众人的面，将他手上端着的那盘子东西吃下去。欢愉姐姐这是做什么？刘太医虽不是太医院院士，也是朝中重臣。姐姐当众让刘太医吃下这些东西，是为了羞辱他吗？羞辱他？我让他帮我看看菜里有没有毒，然后好心赏他一些知识，怎么就成了羞辱？原谅我是在宫外长大的，难不成赏赐东西就是羞辱对方？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！我哪里有说赏赐东西是羞辱对方啊？那为何我赏赐一些东西就成了羞辱对方？还是明兰公主认为我是在外面长大的，没有宫中长大的公主有地位，所以我的赏赐就变成了羞辱？你们的赏赐才是恩赐，对方就应该感恩戴德。我没有。欢愉，明兰没有那个意思，这孩子从小就是心直口快，并没有恶意。你们都是姐妹，她喜欢你这个姐姐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有恶意呢？王后娘娘，我也没有恶意，就是有些不明白。我是在村子里长大的，宫里很多事情都不懂，村里人说话也是直来直去习惯了。明兰公主为什么要哭？是刚才我说的什么话不对？对不起啊，我无心的，没人教过我在宫里应该怎么说话，我以为在宫里姐妹都是自己人，与我大姐一样，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大姐从来都不会生气，她只会告诉我自己做的对不对。欢愉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这里就是你的家，有什么事情父王替你担着，不用担心。刘太医，两位公主可是因为你而起了嫌隙，欢愉给你吃食，怕是为了感谢你，你就当着我们的面将东西吃了吧。无忧，你帮帮刘太医。是。皇上难道就看着平安让人逼迫一个大臣当众吃东西？长姐，姑相信欢愉，他这样做定有他的道理。皇上，我就看到一直是平安公主在逼刘太医，想来平安公主从开始的说不舒服到刘太医过来都是有意的吧？人来了也不让人把脉，而是让刘太医检查食物有没有毒。长公主，您的意思是，我猜测有人要害我，所以才会让刘太医试菜有没有毒？差不多吧。哼，无忧，刘太医不吃，就帮他一把。是。无忧立刻将菜给二丫，自己抬头就钳住了刘太医的下巴。二丫动作也快，从刘太医手上抢过筷子递给无忧。刘太医拼命的挣扎，紧紧的闭着嘴，死活都不愿意松开，而且眼底竟是惊恐。刘太医为何不吃？这东西你试过没毒，有什么可怕的？平安公主这又是何必呢？您是皇家公主，刘太医是朝臣，公主这样做难道不怕传出去天下人骂公主？你是妾身柳平。柳平娘娘，我这人天生有些反骨，我赏刘太医一盘子菜，他不愿意，我就想让他当着大家的面吃下去。就罗星磊说话的时间，一切做妥当，无忧有些嫌弃地将刘太医一扔，刘太医第一时间就去抠自己的喉咙，然后开始呕吐。这证明了什么？菜和汤都有问题，刘太医是知道的。可是刚才刘太医明明说了食物没问题，众人一下就心惊。老实交代，将你知道的所有事情都说出来，不然孤诛你九族。皇上，对付这样的人，纵然他要死了，那就让他死也别死个痛快。让人去牵条狗，就直接从刘大人的脚开始吧，或者从头开始也行。来人，去找2条狗来，没有狗，狼也行。很快他们就牵了2头狼过来，这狼还是之前在林子里抓的，现在对着人还是龇牙咧嘴的。刘太医还是说了吧，你一个大人可以承受这样的场面，想想你的父母，你的儿女，你的妻子，他们可不一定能接受这样的场面。
丁征看着自己的身体被狼吞噬。我招，我全招，是陈品让我做的。我知道平安公主的吃食中有毒，所以早就换了针。之前过来也没有想要告诉平安公主吃食中有毒。陈品答应我，如果事情成了，可以将我提拔一级，所以我就……陈品，你来给姑说说，这是为什么？他做了什么呀？为何刘太医要冤枉到他身上？这是为什么呀？震惊、惶恐、害怕。皇上，臣妾惶恐，臣妾没有啊，臣妾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你来跟姑说说，欢愉吃食里的毒是谁下的？皇上，臣妾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。父皇，我这里有一个可以测谎的东西，陈嫔娘娘一直喊冤枉，不如让她试试。刘太医已是必死之人，他嘴里的话也不一定就能信。我愿意一试，无论付出多大代价。求父王给我母妃一个机会。好，平安，你要当场证明。是。陈嫔娘娘，你可想好了，这里面都是毒物，你若是没有做亏心事，他们就不会咬你；你若是做了亏心事，他们会毫不留情。这里面的毒物是我特意养的，被咬一口就必死无疑。我愿意，我没有做过这些事情，我要证明自己的清白。这个测谎需要有血缘关系之人的证明才可以。嘉熙公主是陈嫔娘娘所出，自然是最亲近之人。一会儿还需要陈嫔娘娘拉着嘉熙公主的手，由嘉熙公主先将手放进去。若是娘娘没有说谎，嘉熙公主就不会有事；若娘娘说谎，嘉熙公主与您都活不成。平安公主啊，陈嫔娘娘所做之事与嘉熙公主无关。嘉熙公主还是平安公主您的姐妹，若陈嫔娘娘真的说谎，那嘉熙公主的命岂不是白搭上了？嘉熙公主是陈嫔娘娘所生，都说虎毒不食子，陈嫔娘娘有没有给我做下毒的事情，还有嘉熙公主的命，都在她自己手上，不是我所决定的。平安公主若不让嘉熙公主去试探，又怎么会危及到嘉熙公主的命啊？陈嫔，你可想好了，嘉熙是你所生，你若不是认罪，就需要做这个测谎，到时候嘉熙的命可都在你手上。嘉熙，你去吧，我自己来。母妃，我相信你，这件事肯定不是您做的。可母妃不能让你冒险呢。母妃虽然没有做过，可那可是毒物啊。欢愉姐姐，你的毒物当真能测谎？自然，这是我精心用药物培养出来的，专门用来测谎的。我相信欢愉姐姐能给我母妃一个清白。母妃，我们没有做过这件事情，就不必害怕。我相信可以证明我们的清白。平安公主，我没有说谎，他们真的能测出来。自然，陈嫔娘娘应该相信我的医术。当然，如果事情是你做的，那就另当别论。一会儿嘉熙公主将手伸进坛子里的时候，陈嫔娘娘要说出自己想说的话。如果都是真的，嘉熙公主就不会有事；半句有假，嘉熙公主小命不保。好，皇上，您就真看着这种荒唐的事情发生，嘉熙就再不受您的疼爱，那也是你的女儿啊。张姐，陈嫔是嘉熙的母妃，如果陈嫔真的说谎，她不会拉着嘉熙一起去死。只不过是平安公主耍的一个小手段罢了。唉，陈嫔怕是抱着侥幸心理，万一嘉熙真的出事了呢？平安公主，你这是残害同胞。长公主，刚才我让刘太医吃东西时，长公主就觉得我在逼死刘太医，现在我只是让证明一下陈嫔的清白，又成了我残害同胞，这样的罪名我可担不起。无忧，将东西收了吧。宫里有审讯高手，想怎么审就怎么审，与我何干？我才是最委屈的那个受害者，从开始到现在一口东西没吃，还浪费了那么多口水。与其说我残害同胞，怎么就没有人想着我回宫到底是碍了谁的眼，三番四次想要置我于死地？请王上明察，
昨日我家小姐并不是生气掀翻桌子，而是小姐看出来菜里有毒，所以才直接掀翻的。那些食物不是你亲手做的？是奴婢做的，可是送来的原材料里有毒，小姐去查看过，那些菜还有水全都是有毒的。昨天晚上若不是王上后来心疼小姐送去吃的，怕是昨天晚上就要饿肚子了。我家小姐心善，向来不与别人为敌，平日里做事也是光明磊落，在老家很多人都喜欢她。可不知为何，到了王朝进宫之后，处处都是危机，好似背后有张大网，就想要弄死我们家小姐。从最开始，奴婢就想要告诉王上，可小姐说王上政务忙，不要给王上添麻烦，有事情我们就只能忍着。小姐没有母妃，也没有人为小姐出头，很多时候小姐就只能忍，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，不想让人觉得她不好说话。可是小姐的好说话反而成了有些人变本加厉的资本，整天就想着怎么害死我家小姐。早知道这么危险，还不如回老家，有那么多人疼着小姐呢。最后这话可是扎王上的心。从罗新磊回宫，王上一心想要弥补这个女儿，平日里也是好东西就往罗新磊那里送，从来没想过背后竟有人想要他女儿的命。父王别生气，您的身体要紧，生气对身体不好。欢愉，父王，刘太医招得太快，女儿总觉得哪里不对，东西都拿来了。嘉熙公主与陈嫔娘娘想试就试，不想试就算了。我想试，我相信母妃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母妃与欢愉姐姐没有恩怨，欢愉姐姐进宫以后与我母妃也没有见过，我母妃没有理由去害欢愉姐姐。你自己考虑清楚就好。陈嫔娘娘，公主的手已经进去，你可以说真话了。王上，臣妾没有做过。平安公主进宫之后，臣妾只派人送过礼，后来便再也没有来往。平日里平安公主也不去后宫转悠，臣妾当真没有加害她的理由啊。臣妾只有一女，嘉熙平日在宫里也不会招惹是非。说是以前嘉熙得您宠爱，因为平安公主进宫分走了嘉熙的宠爱，我对平安公主下手还有理可循。可嘉熙这孩子嘴笨，不会哄人开心，往日里也是一般，臣妾真没有理由。嘉熙是臣妾所出，他也是臣妾的命啊，臣妾不会让他处于任何危险。因为臣妾没做过，所以臣妾才会同意嘉熙的手伸进这满是毒物的坛子里。可以了。嘉熙，无事，你没有说谎，我的毒物没有咬他。去查，将今天所有接触过平安公主食物的人全都带去审，还有昨天有可能给平安公主下毒之人也一起带去审。你亲自去。是。欢愉，你过来与姑一起做。父王，不用了，我让无忧亲自去烤些吃的过来，野物不少，无忧的手艺也挺好，父王可以尝尝。好。听闻平安公主身边这位烤肉手艺好，本太子也想尝尝。本王也想尝尝，本世子也想。东华国人都是这么不要脸，直白要东西的。人家都开口了，无忧也只能给这三位也上些吃的。宴会一直到黄昏才散。今天真是太痛快了。当面给那些人一个教训，再看看能不能查出来一些东西。于公公去的，应该不会偏向谁，只要查出来，王上那边肯定会第一时间知道。你去打听一下，陈嫔在宫中与哪位娘娘不和？是。小姐，于公公那边只审出来2个小太监，没抓到背后之人。没有，2个人口径一致，全都说因为小姐进宫他们嫉妒，凭什么您出生于村里就可以当公主，还要他们伺候，心中不平，所以才会下毒。等等吧，看看王上那边如何处理。小姐，东华国太子派人来问，要不要他出手？他出手？他还有查天宁的事情？应该可以，他毕竟是东华太子，各国应该都有探子。为了我，将他们自己好不容易安插的探子都不要了？
那你回他一句，昨天的事情有没有查清楚？东方太子说已经查清楚了，如果小姐您想要知道，需要去找他。去哪里找？什么时候？东华太子说昨天下马的地方，他在那里等您。东方太子，听闻你查到了昨天的事情。你们天宁处处都是危机，你能活下来也是个奇迹。人查到了，你们天宁的长公主也是个厉害的。谢谢，算我欠你的人情。我不需要平安公主的人情，不过我有个问题一直很困扰，还想请平安公主给如实回答。平安公主似乎有意与我保持距离，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你与我相公有些相似，与你保持距离，可以让我少记起他。还有，你是东华国的太子，我不认为自己有必要与你走太近。平安公主，我可以帮你，长公主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。你给了我这个，我回答了你的问题，我们两清。小姐，是竹筒有毒吗？我没事。小姐，不是，是我身体问题。回去吧。小姐，您刚才……放羊哥哥去了以后，我若是想起他，便会心绞痛。另一边，王上也收到了最新消息，有关于景明珠的。景明珠竟然不是他的孩子，不是公主。去请欢愉来。是。过来坐，陪姑下2盘。下完第1盘，罗星磊就感觉到王上心情不好，他也没有出声问。一国之主有个情绪很正常，大家都是凡人，谁还没个烦恼了？你这丫头倒是不先开口。这人就这样吓到外面天色都黑了，也没有说一句话。父王在想事情，我怕打扰到您。哼，你这丫头倒是鬼精鬼精的。明珠的身世查出来了，她不是姑的孩子。当年你母妃身边一个公公不满你母妃，所以将她生出来的孩子调换。景明珠是从外面抱回来的，父母不知道是谁，而你，对方只想要弄死。也得亏你是一个有大福气之人。现在你回来，明珠的事情。这边父女2人在说话，另一边景明珠也听到了消息。这又是干什么？你是怕这些消息传不到你父王耳中去？母后，我……行了，不要哭哭啼啼的，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。我刚才也得到消息了，你就算不是皇家血脉，也是在宫里长大，王上看着你长大，也是捧着你长大，也许会顾念旧情。母后，乖，母后将你养大成人，就绝对不会丢下你不管。不管王上是什么想法，母后都会想办法让你留在宫中，以后再给你挑选一个好人家，一辈子享荣华富贵。谢谢母后。知道自己没有了先天优势，就一定要去争取。现在就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，以后乖乖听话，不要去做一些挑战底线的事情。好，明珠都听母后的。消息才传出来，你父王那边都没有什么动静，你倒是急了。先等着，我们去看看消息。放心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母后都会管的，一定会管你。皇帝与为兄喝一杯。禹王醉酒，送禹王下去休息。是。我说你大半夜不睡觉，跑出来干什么呀？困死了。回去你更睡不着，可以在树上对付一宿，比回去强。你若是不相信，可以自己回去看看。好，我回去看看。文琴一路回去，还没走近，就听到男欢女爱的声音，超级大。他紧张起来，这么多人竟然就……所以这就是太子爷不在营帐里睡，要跑出去的原因吗？这他妈谁睡得着啊？文琴很干脆地离开，去投奔东方浩洋。昨天晚上那声音一直闹到早上，怕是折腾了一夜的人，
这会儿正在呼呼大睡呢。另一边，东方太子，这件事情孤一定派人好好查，绝对给东方太子禹王一个交代。好，希望王上可以在禹王醒之前查清楚这件事情。好，让人去查，孤倒要看看是谁敢在孤的眼皮子底下做这些事情。娘娘现在怎么办呢？真是明珠让人动手的。是，明珠公主最开始的目标是东方太子，可没想到禹王喝多，直接将那壶酒自己拿去喝了。东方太子没事儿，禹王却……禹王昨夜的动静，可见药效不弱。按说一杯就足以让明珠的事情成功，东方太子为什么会没事儿？这个许是东方太子抿了一点点，并没有喝多少。你现在派人去处理吧，不能查到明珠头上。这丫头真是太冲动了，想要嫁给东方太子多的是办法。娘娘，公主到底是您养大的，您当真要看着公主远嫁到东华去？本宫现在有什么办法？她若是不嫁，皇上恐怕就要开始处理明珠的事情。明珠往日有多骄纵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可是公主，娘娘，发生这种事情，公主会不会与您离心呢？往日里公主都会与您商量，可是这次并没有。罢了，她已是大人，有些事情还需要自己把关。她觉得合适就去做，不合适就算了。你让人看着点她，别出什么岔子。本宫不能明面上护，也只能背后护着。是，娘娘放心，老奴这就去安排，绝对不会让公主有事儿。去吧。小姐，原来禹王是中了禁药，下药的竟然是左大人的庶女，一心想要爬上东方太子的床，可给东方太子端过去的酒却被禹王给喝了，才有了昨天晚上的事情。一个庶女怎么可能指使得了宫里的人？真是有银子。这件事与我们无关，听听就行。是，奴婢去给小姐做糕点吃。二丫离开，无忧进来，说吧。要不是那位庶出小姐下的，是景明珠。哼，景明珠盯上了东方浩洋，想要爬上东方浩洋的床，最后加了料的酒被禹王喝了。是，事情是王后娘娘身边的嬷嬷暗中进行，将景明珠洗干净的。王后似乎很疼景明珠。许是王后顾念着往日情分也不一定。景明珠到底是王后身边长大的，这情分就不一样。给东方浩洋下的药，禹王喝了，东方浩洋没事儿。东方太子喝了一杯，没事儿。按说药效很强，一杯也足以达到景明珠的目的了。那就是东方太子的本事了。一个人能安然无事当太子多年，可见也是有些本事的。那个位置是踩着多少尸体上去的，没本事就是别人踩着他的尸体上。这件事情都不用理，盯着长公主那边就行。现在还要加一个王后，这个王后总让我觉得有意思。是。咱们的太子爷呢？太子身上的伤还没有好全，无事从不出营帐，一直在营帐内，似乎在养伤。还是喜欢家里，什么事情都不用想，没有那么多的勾心斗角，可以开心生活。小姐入王城起就已经卷入了这场巨大的漩涡，想要再全身而退，怕是不可能了。东方子宇醒来后就感觉到身体不适，听到自己心腹将昨天晚上的事情讲述一遍后，他大怒，直接砸了营帐里的东西。王爷，太子来了。昨天你中计，本太子已经让天宁王去查，查出来是一位大臣的庶女想要爬上本太子的床。禹王，你是被连累的。想要爬你的床，为何最后中招的是我？你昨日拿了我桌上的酒，那壶酒里被加了料。同样都是皇子，他比东方浩洋还早出生，凭什么东方浩洋从出生就是太子？可自己呢，那么努力在父皇面前表现，可父皇就如同没看到一般。他生气，
所以昨天看到酒上来，正好他那边也没有，一怒之下借着酒劲儿就拿走了东方浩洋手里的酒，就如同以后他要抢他的位置一样。最后真的醉了。后来他感觉热，又有欲望在叫嚣。三皇兄昨天晚上晚死了3个，残了5个，还有2个现在都没有醒。东方子宇脑子一嗡，立刻扭头去看自己的心腹。心腹有些心虚，不敢去看自家主子。都是一些天宁的宫女，三皇兄刚醒来，先好好收拾一下。错在天宁，就算你玩死玩残，那也没什么。东方子宇有些不明白东方浩洋这是为什么，明明与自己不对付，这会儿又说让他别担心，几个意思啊？东方浩洋可不给他解释，转身就出去了。最开始的时候，王爷您自己抓了2个宫女进去，可后来王爷您就让属下带女人过来，属下没办法，只能去给您带过来。昨天晚上有几个女人？13个。昨天晚上本王这边的动静大吗？是。这里是天宁，本王喝多酒，你为何不拦着本王？王爷，不是属下不拦，是拦不住啊！您当时就拿着刀，属下若是拦，您就要杀了属下。行了，你起来吧，本王不怪你。将昨天晚上的事情原原本本讲与本王听。是。公主，给东方太子下药的人就是明珠公主，不过酒被东方子宇抢走了，才有了那天晚上的事情。后来皇上推了一个宫女出来顶罪。这种事情自然不能说是景明珠干的，她现在还是代表皇家颜面，怕是东方子宇不会放过景明珠。公主，那我们明天要不要帮明珠公主一把？明天先盯着，东方子宇丢那么大的脸，肯定会想办法报复回去，景明珠也不会错过这次机会。是。公主，东华国太子求见。他来干什么？请进来吧。是。东方太子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？一直想过来，只是没有找到好的借口。不如我卖公主一个消息，绝对是公主感兴趣的。就在我们被困在这里时，长公主府上死了一人，那人是昆世子当初向天宁王求了圣旨娶回去的，听说当时闹得还挺大。如何死的？突然恶疾。平安公主要小心，长公主可不是一个好对付的。这里没有太后，若是回宫。东方浩洋的意思是让他在这里直接对长公主动手。如果回到宫里，太后在，长公主犯天大的错都是会被原谅的。你为什么提醒我？与平安公主有缘。敌人不动手，又找不到以前的证据，他要如何做呢？说了一些场面话，王上一声令下，罗星雷与其他人一样一起冲出去。只不过罗星雷的马落在后面。哼，你就这样的水平，上次你说的东西，本公主怀疑你动手脚。是不是动了手脚？你现在说是不是晚了点？我回去定要在父王面前揭穿你。你说了王上就会信。刚说完，他感觉周围的气氛不太对，想到自己的计划，他也不理会这2个人，骑马继续往前。我告诉你，我一定会在父王面前揭穿你的。你根本就不会打猎，竟然还冒充。哼，你说上次那些猎物是谁帮你的？你可是听到了，他说自己不会。我与你说话呢。眼角余光看到了一边有箭头，刚好射向自己。可是景明珠这会儿正骑在马上动来动去，一下就帮他挡了射过来的箭。眼看着箭射过来，罗星雷手上长鞭起，直接将景明珠从马上打落，自己身子也歪了一下，箭射到他身后的树上。景明珠被打落，瞬间就怒了：罗星雷，你个贱人！公主小心，快上马，离开这儿。杀手出来就是为了要他的命，现在他逃，这些人肯定不会放过。但有了将军闺女这个高手，外加景明珠这个炮灰，勉强还可以。竟然有这么多杀手！上来！
罗星磊一看这些人穷追不舍，就知道他们今天过来是一定要弄死他才甘心。眼看着将军闺女就要快跑回去了，那些人都不怎么追了，他干脆在箭射过来时故意没打掉，让箭冲着自己胳膊而来，擦皮而过。平安公主！罗星磊自然听到了，但也只能装作没有听到，倒在地上，眼神却在看向不远处的黑衣人。这些人还在犹豫要不要追上来。平安公主！东方浩洋等人带着人马过来，直接将黑衣人包围了，很快就将对方拿下。无忧这时已经冲过来，直接抱起罗星磊就往回走。他身上挺狼狈，两只胳膊上都擦破皮，有血，又从马上滚下，全身都是，让人看不出来伤到哪里，只知道他伤得很重。王上、王后、岳飞、将军闺女、景明珠、无忧、二丫、景嘉熙等一众公主。刚才他喊的那一声，众人都听到了，就连营帐外面守着等消息的东方浩洋也听到了他这一声，撕心裂肺的：丫头醒来了，还有哪里不舒服，告诉父王。刺客的事情你不用担心，姑会处理好，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这次得亏只是擦伤，若不是你有一些拳脚功夫，恐怕小命不保。哎，真是太吓人了。姑派给你的人一定要带着，姑给你，他们就是你的人。行了，你们都出去，姑要单独与欢愉聊两句。刺客的事情姑查清楚了，那日姑得到消息，你夫君是长公主所为。姑其实一直都没有想好如何处理这件事情。姑真是没有想到，长公主竟如此大胆，对你夫君动手还不算完，还要对你动手。你可是姑的亲生女儿。易坤当时要了圣旨，后来用一个女人代替，这可是死罪。他已经让王上知道了这件事情，可王上没有动静，可见还是想要袒护。你刚才嘴里所叫之人，是你夫君之名。他待我很好，我回去晚时他会去县里接我，早上会送我去县里。我不想做饭，他会下厨。为了我，他甚至愿意去跟别人学做糕点。这辈子不知道何德何能可以遇见他，可我的好运没了。方阳哥哥死了，我身为大夫救不活他，我无能为力。看着罗星磊无助的样子，王上更心疼了，心中之前还有些袒护长公主，这会儿心中的天平已经慢慢的倾倒。你知道这件事情是长公主做的？长公主做的？他佯装诧异地盯着王上，随即似想到什么一般，眼底一片死寂。这是怎么了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这件事情你放心，姑一定会给你满意的答复。是因为昆世子，是因为昆世子当时中意于我，所以他派了杀手，他要杀了方阳哥哥。不，就算他杀了方阳哥哥，我也不会喜欢昆世子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就因为我与方阳哥哥成亲，所以他不开心，想要杀人。这是草菅人命，这是草菅人命啊！也不会，昆世子有女人，算算日子，昆世子从白泥县离开之后，就带了一个女人回来，叫小雷。这人与我有关系吗？他就如同疯了一样，开始各种自言自语，一点也不顾及王上是不是在场，将其中的原因一个个说出来，但就是没有说王上下圣旨的事情。王上已经猜到了，长公主与易坤二人竟然犯了欺君之罪。欢愉，没事了，有父王在，父王定会让恶人受到惩罚，你放心。恶人？那是父王的长姐，父王可以下狠心吗？来人！皇上，去将长公主与昆世子带过来。是。很快，长公主与易坤被带过来，罗星磊一脸虚弱地看着两人。这次林子里的人是你的。
皇上，怎么会是我的人？我与欢愉没有仇怨，为何要这样做？也说不过去啊。欢愉，这中间怕是有什么误会吧？姑姑怎么会害你呢？有没有派出去人？难道你真不知道？皇上，我真没有。欢愉现在深得皇上喜爱，我又怎么可能会派人去杀欢愉呢？再说，我是欢愉的姑姑啊。可你向来就与兰儿不对付。没有，皇上，就算我与兰贵妃不和，可是欢愉是无辜的，她身上流着我们景家的血。要姑拿出证据来吗？坤儿与欢愉在外相识，坤儿心里重义欢愉，可欢愉已有意中人。坤儿回京后想尽办法求得一道圣旨，赶过去时，欢愉已经成亲。那个时候你只会考虑你的儿子，所以派人杀了姑的女婿，后来又以母后病重叫欢愉进宫。你当时是想直接将欢愉软禁起来吧？母后当时见到欢愉的长相，将他一个平民关进大理寺，紧跟着母后就禁你的足，你当真就没有反思过为何？母后为何会禁你的足？欢愉成为姑的女儿，你还是不死心，竟然还想着杀了欢愉。王上每说一句，长公主的脸就白一分，句句戳心，句句见血，每一句都是实话。母亲，您这又是为何？为何呀？他精心养大的儿子，别人凭什么不好好对待？一个乡野莽汉哪里能比得过他儿子？当时坤儿回来求他时，他确实不同意坤儿将罗星磊带回来。就坤儿的身份，罗星磊纵然有些本事，可连给坤儿当通房丫头的资格都没有。可就是这样，罗星磊竟然先一步成亲，让他儿子的努力全都成了笑话。皇上，我知错。一个母亲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看着自己儿子受委屈的。他不怕王上，他是犯了错，可他有母后，他还是天宁的长公主。他与王上是一母同胞，王上不会杀了他，顶多会让他禁足。想到方阳哥哥就是死在这个女人之手，脑海中闪过方阳哥哥的一切，怒上心头，又一口血喷出来，人再次晕过去。传太医，快传太医！一时间慌乱无比。太医诊断的结果，罗星磊是因为怒急攻心，外加悲伤过度导致，同时也将罗星磊有心绞痛的毛病给说了。你是说公主这病好不了，随时都有可能发作？是，平安公主有心绞痛，可能以前受过极大刺激，治好的可能性不大，只能控制。平安公主不触碰到伤心之事，或者让她想起来就伤心的事情，便不会有性命之忧。他的宝贝受着如此折磨，而他这个当爹的竟然什么都不知道。用最好的药，赶紧给公主调，如果她再出什么事情，姑要你们也尝试一下这心绞痛。是。东方浩洋也听到罗星磊又吐血，他抓了一个太医问情况。太医告诉东方浩洋，罗星磊有心绞痛，不能过于伤心。刚才谁让他伤心了？刚才长公主与坤世子也在里面，平安公主犯病，恐怕与长公主脱不了关系。平安公主的前夫君，就是长公主派人所为。东方浩洋想到罗星磊是因为这个原因吐血，心里有些酸涩。温琴张了张嘴，想说罗星磊与前夫君感情这么深，心里还能装得下别人吗？可看到东方浩洋那沉默的神情，到嘴边的话最后也没有说出来，全都吞进肚子里。这孩子刚刚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吐血了？可真让人心疼啊！皇上，欢愉这是怎么了？他怎么会这样？平安生病了，刚才一时着急才会这样。今天又有刺客，许是吓到了。没事儿，你们都回去吧，这里孤守着。皇上，您日理万机，
怎么能留在这里守着？还是臣妾们守着，您去休息吧，臣妾定照顾好欢愉。行了，孤心意已决，你们回去吧，这里暂时不需要你们，孤留在这里守着。王上，回去。那臣妾等人便先行告退。岳飞回去之后随时准备着，欢愉这儿还要你看着，到时候孤会传话。是。营帐内就剩下长公主与翊坤，其他人全都离开。事情都是你们干的，祸也是你们闯的，现在跪在地上等着欢愉醒来。皇上，你还有脸叫姑？你自己想想，自己都办了一些什么事情？派人追杀欢愉夫君，还想办法将人弄到王城，后来姑与他相认，你还有意想要杀他？你可有摆清楚自己的位置？她是姑的女儿，你竟然如此对她，现在让你跪在这里求饶，还是念及母亲的颜面？刚才我才没有将事情说出来。若是这最后的体面你自己都不愿意要，那现在就跪到外面去，姑到时候会广告天下，让天下之人看看你这个长公主是个什么样子的。翊坤倒是比长公主直接，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，没有一丝丝的作假，动作也极快。长公主不想跪，可是看到翊坤跪得毫不犹豫，再看看王上那黑如锅底的脸，最后还是默默吞下所有的委屈与骄傲，直接跪下去。当初他应该直接让人连同罗星磊一起杀了最好，没想到一时心软，后患无穷。都是那个贱人，那个贱人就算是死了，还要给他找麻烦。欢愉怎么样了？还难受吗？父王，还难受吗？不要想太多，有什么事情就跟父王说，不要生气。大夫说你有心绞痛，不能生气，不能动怒。父王，方阳哥哥就那样没了，他死了，我没有能力为他报仇。乖，不生气，可以报，这仇咱可以报，只要你想就可以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长公主是凶手，她从你晕倒之后就一直跪着，想求得你原谅。原谅？父王想让我如何原谅？王上也是为难得很。刚才在欢愉醒过来前，他一直在想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。杀人偿命是对的，可一个是自己最疼爱的女儿，一个是自己的长姐，异母同胞。这件事情因我而起，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过错。王上头疼得很，这是他外甥呀，长姐就这么一个孩子，真让外甥去死，母后同样遭受不住这样的打击。坤儿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怎么可以让你去承担？这些都是母亲做的。可母亲做这些都是因为我，事情就是因我而起，我来承担这个责任是再正常不过。我说过，与你无关。说完后，他干脆站起来，眼底带着仇视，态度高高在上。欢愉，你说吧，你想要我如何？皇上，这些事情都是我所为。坤儿向来听话，她一直都很听我这个做母亲的话。当时知道她想娶一个村里出来的，所以我们一直有通信。她给我的来信时说过欢愉已成亲，当时我心里气不过，我优秀的儿子人中龙凤，为了娶一个村姑刻意跑到那偏远的地方去，可没想到最后什么都没有落下。我生气，就派人去杀欢愉的夫君。成事之后，连坤儿都不知道。坤儿要回京，可我丢不下那个脸，就让他必须要娶一个人回来。这些都是我的错，还请王上明察。你们竟然还欺君！一切全都是我的错，还请王上明察。回王上，事情皆是我自己所为，与母亲没有任何关系。当初求圣旨是我，想要用别人顶替之人也是我。坤儿，你闭嘴！
全都是母亲做的。母亲，这些事情一查便知。都闭嘴！皇上，人带来了。让人进来。末将见过王上。起来说话。谢谢王上。你自己来说。是长公主，是长公主命小的去杀了欢愉公主。你胡说！我什么时候让你去干这些事情的？你少胡说八道，没有的事情。说，是谁派你来污蔑本宫？长公主有没有派人出来，自个儿心中清楚。行了，将人带下去，于府在外面好好守着，任何人不得进来。是，末将告退。是。现在解释什么都已来不及，你当初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就应该好好想想。没有，我没有。皇上，事情皆因我而起，母亲不认识平安公主，也不认识平安公主的夫君，全都因为我，母亲才会做出这些事情。还请王上可怜一个做母亲的心，母亲所有的过错，我都愿意承担。坤儿，你到底在胡说些什么？那人母亲不认识。皇上，当真不是我的人，我府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死事。你来说说，那人不是你府上人，不是你身边的死士，会是谁？他身上可有你府上的印记？是我们府上的人，但这些人母亲不知道，母亲很早就让人管着府上的一应事务，是我派人多加训练出来的，那些人也都是我的，母亲当真不知道，所以才会说那些人不是。这件事情，欢愉你说该怎么办？欢愉，有什么想法就直接说，父王会好好考虑的。父王，他先杀我夫君在先，又杀我未遂，这宫里我怕是没办法待了。不闹，怎么可以说孩子话？宫里就是你家，怎么就不能待？不说可以就可以。一边是亲姐，一边是刚刚找回来原本就感觉亏欠的女儿。亲姐的命不能要，回去母后会受不了。既然这样，不如就只要留下亲姐的一条命就行，剩下的事情让欢愉看着办。欢愉，既然当初是长公主杀了你的夫君，这次又杀你，姑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保住长公主一条命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。事情都是你招惹出来的，这已经是姑对你最轻的惩罚，还是看在母后面子上，如果你不愿意，那姑就按欺君之罪论处。好，就依王上所言。欢愉，这件事情你想怎么办？姑听听你的意见。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不能杀我，我是长公主，你敢杀我，我母后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平安公主息怒，这一切事情都因我而起，也应由我来承担这些事情，我愿意代母受过。其实也不用，想让我留长公主一命挺简单。欢愉，父王将这件事情交由你来处理，完全是因为你受到委屈，可你要考虑，她毕竟是你姑姑。姑姑？他罗星雷可没有这样的姑姑，只有罗爱春那样的姑姑。父王放心，就是看在太后娘娘与父王的面子上，我也会留长公主一命。可杀人就是杀人，她需要偿命。翊坤愿意替母受过，还请平安公主王上明鉴。不必，坤儿，这件事情与你无关，不要去管。母亲，听母亲的，事情都是母亲一人所为，与你们谁也没有关系。来人，公主，给我准备一把匕首。是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刚才说过不会要我的命的。自然，我说出来的话向来算数。你敢？她是天宁的长公主，身份尊贵，怎么可以被人杀？
王上再三犹豫，最后选择相信罗兴磊。那个人该死！如果他不与你成亲，就不会有那么多事儿了，也不会早早就死。要说他的死，那也是因为你害死的，你凭什么怪别人？你不可以，罗兴磊，我告诉你，你不可以动我，你只是一个村里的土包子。他只是普通人，他生下来就有病，人都说他活不了太久，好不容易才治好病，可以好好享受生活，被你的自私给毁了。不是这样的，是他该死，是他该死。罗兴磊眼神一变，动作干脆利索，直接伸手将刀刺进长公主的腹部。方阳哥哥是最好的，你敢说他不好，这就是你的下场。母亲，他不会死。那就好。愣着干什么？还是快将你母亲抱回去。是。于是翊坤抱着受伤的长公主，血走了一路，流了一路，身后跟着一群太医，场面挺壮观的。欢愉，你好好休息，姑去看看。父王慢走。小姐，长公主那边情况不太好，有个太医说刀刺得太深了，人活不下来。他们都那样说。也不全是，有人说岳氏小姐愿意出手，人还是可以活下来的。听皇上的意思，打算派人过来请公主。公主，王上让老奴过来问问您，长公主当真能活下来？走吧，我正好要过去看看。是。欢愉，你快去看看。谁的针法好？王太医针法好。刺他的。罗兴磊慢慢地说着穴位，王太医已经拿出针，开始直接在长公主身上下。随着罗兴磊语气渐快，他的动作也越来越快。准备针线，我说，你来缝合伤口。是。接下来的事情，你们就可以处理。已经没事了。这好好的，怎么就中刀了？传回宫里，太后怪罪下来。父王，儿臣还有些不舒服，想要先回去休息。你先等一下，姑与你一起离开。王后派人照顾这里，不能有什么闪失。是。你与姑一起离开。是。父王有什么指示就直接说吧。你从小不在姑身边长大，姑其实很想偏向你，疼着你，可是姑也是这天宁的王，有些事情姑没有办法，只站在一个父亲的角色去考虑。你姑母从生下来就是长公主，一辈子顺风顺水，事事都有人捧着，养出来的性格不太好。父王，我与方阳哥哥初识时，那年我才8岁，他待我很好。能让你记在心里的人，定然是极好的，但人已经没了，你还要继续过日子。是，还长公主一刀是因为生气，不过伤了这一刀，这仇就报了，以后我不会再对她动手。这就好。林子里长公主派的那些刺客，若是她以后还挑衅，我不能向您保证，若她不出手，我定然不会先去主动挑事儿。好了，姑知道你所想就好，你休息吧，姑去忙。父王慢走。儿臣给母后请安。欢愉见过太后娘娘，祝娘娘福寿安康。行了，都起来吧。谢谢娘娘。王上，你跟我讲讲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出去之前还好好的，回来时你长姐就……母后不必担心，长姐无事。怎么就无事？你长姐中了一刀。是。回太后娘娘的话，长公主所中之刀是我所为。你为何？回太后娘娘的话。母后，欢愉，你先起身去外面候着。是。母后，这件事情并不只是欢愉一人之错。当初他与坤儿相识，
坤儿对欢愉有好感，便回来请圣旨，要纳了欢愉。可当他再去白宁县时，欢愉已经成亲，就在外面带回来一个村里姑娘，冒充欢愉。胡闹！母后别生气，坤儿还小，做事情难免会有错的时候。母后，这件事情倒没什么，只是后来长姐听说这事儿，一时不平，竟然派出杀手去刺杀了欢愉的夫君。欢愉也因为这件事情得了心绞痛，这种病需要好好养着。真是苦了这孩子。母后，长姐这次做得太过，在欢愉夫君死后，她借着您重病的消息，让欢愉来王城。我们在围猎场时，欢愉遭受刺杀，人就是长姐派过去的。唉，你长姐也是一时糊涂，她从小就被惯着捧着，能杀了欢愉夫君，许也是在气头上。不过在这件事情上，我有不同的看法。您说？欢愉是你的孩子，她是公主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她找的夫君只是一个普通人，哪里能配得上她？若是那人不死，欢愉回宫之后，这人又当如何？难不成要你这个当王上的亲自下令？人死便死了，欢愉是你的孩子，哀家也心疼他，但他一个晚辈对自己亲姑母动手，这事儿哀家确实不高兴。母后，欢愉当时也是生气，长姐派人在林子里想要杀了欢愉。你长姐也是糊涂。母后，欢愉只是一时生气，并无其他原因。长姐的事情已经发生，您也别生气。欢愉与长姐之间的误会是很早就出来，以前从来没有想过，现在事情已经过去，算是解除误会。欢愉也跟朕保证过，只要长姐不对他出手，他便不会做对不起长姐的事情。你是当父亲的，又是当弟弟的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这件事情你要好好的处理，万万不可让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。母后放心，儿臣定会好好的看着他们，定然不会让他们之间的误会加深。你长姐那边，哀家也会时常叮嘱，不会让她再干一些蠢事。是，欢愉这边，儿子会让岳飞时常念叨，保证他不犯错。行了，你们从围猎场回来都挺累的，时辰也不早了，就早些回去休息吧。平安公主，这么巧，刚才看到有人到巷子里来，看着像，没想到真是你。不过我现在有事，东方太子可是知道危险来临，若是东方太子出了什么事情，我这边可是担待不起。无妨，一切皆是我自愿。几位出来吧。从四处飞出来好几个黑衣人，直接上前就对罗星磊出手，招招致命，出手狠辣。东方浩洋见他们这样打，眼底闪过一丝戾气，出手自然也不客气。罗星磊更是没有客气，他最近的怒火全都撒在了这些人身上。以前的他不会伤人性命，但是今天他开了杀戮。东方浩洋见罗星磊非常果断地处理了一个敌人，对这个女人越来越欣赏。她可以小女人，也可以杀伐果断，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女人。罗星磊可不知道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东方浩洋还在时不时地盯着他看，甚至欣赏他出刀的姿势等等。不要去追，没用，他们显然对这一处很熟悉，就算追上，可能也只是一具尸体。就算尸体，也比让他们回去好。我与你的想法不同，就应该让他们回去报信，告诉他们主子，你并不是好招惹的，对方才会有所顾忌，想要派出人来时，也会想了再想。当真是这样？自然是这样，我自然是为平安公主好。东方太子怎么会在这里？还这般巧合的遇到？不是，出来转转，没想到正好看到了平安公主。
巷子里的尸体我会处理。公主出来的时候，怎么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带？太后娘娘怕我身边的人不懂规矩，专门派了一个嬷嬷。这2天他们一直在接受教导。公主在这里的处境，当真是一点也不好。不知道公主有没有兴趣与我一起回东华去？东方太子是打算将我与那些女人一起带回去？不，平安公主自然是平安公主，其他女人怎么可能与平安公主相比？公主若是愿意去，我可以请公主去玩。公主若是想以后留在我们东华，我也可以给护公主周全。当然，那个时候可能需要委屈一下公主，嫁与我当我的太子妃。东方太子莫不是在开玩笑？没有，我只是感觉与平安公主比较投缘，又感觉公主在天宁的日子不好过，所以想请公主去我们那里玩。东方太子怕是忘记，我是成过亲的女人。你们东华国会娶一个已经死过夫君的女人？人之生死都是随缘，与其他无关。公主不必太过在乎，我看重的是公主的人。东华太子的想法太过于单纯，先不说我不愿意去，就算我愿意，你怕是也不好过东华国百姓那一关，也不能让东华国皇室点头同意。公主所担心的事情完全不用，既然我提出来要带公主回去，定然有办法。公主只需要想好愿不愿意就好。抱歉，没兴趣。公主可以再考虑考虑，我们暂时也不会离开天宁。不用，当真无事。心绞痛发作而已，死不了。你这是怎么得的这个病？夫君去世后。我的提议，平安公主可以考虑一下，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双赢的局面。虽说公主夫君去世，可公主还很年轻，以后定然也会再嫁，再嫁之人不一定就是公主所喜欢之人。对我而言，从天宁带哪位公主回去都可以，带其他公主回去，或许我只会给一个太子侧妃的位置。可若是平安公主愿意与我一起回去，我会给平安公主太子妃的位置。平安公主需要一个新的夫君，我也需要一个太子妃。我与平安公主能聊得来，我不会对别人动心，我这里这辈子也只能容得下一人。公主可以不用着急拒绝，好好考虑一下。还有，如果公主愿意，我不会逼迫公主做什么，公主只需要偶尔帮我一把就好。我会给公主一个太子妃的位置，也算是给公主一个保障。东方太子是觉得我像个傻子？平安公主这是何意？在下也是为我们2人一起考虑。我没有兴趣。东方太子若是真缺一个合作伙伴，那就去想想其他人，也许他们才是东方太子想要之人。其他人还真没有平安公主合适。东方太子不逼迫我做什么，偶尔帮太子一把，太子给我一个太子妃的位置，也算是给我一个保障。条件听起来真的很好，但是东方太子怕是忘记了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如何能帮太子一把？太子给我一个太子妃的位置，到那时我便没有选择的权利。太子给我的保障我并不喜欢，太子必定会有后宫女人无数，有女人的地方也是战场，我并不适合在这样的条件下生存，更加没有兴趣。就算我与太子只是协议在一起，只要我坐上人人都想坐的太子妃的位置，我就会成为其他人的眼中钉肉中刺。我在天宁虽说现在有些麻烦，但这些麻烦我都可以自己解决，比跟着太子去东华还是天宁更好一些。而且他在天宁。公主可以再想想，这只是刚刚提出来，还有商量的余地。公主留在天宁也不见得就好，公主不像其他公主从小生活在宫里，也没有什么人庇护你。东方太子所说我都明白，刚才我也说过，去当后宫女人中争名夺利的一员，我并不适合。平安公主现在宫中的处境怕是不好，如果有需要，平安公主可以尽管开口。我若是能帮上公主，必定会出手帮忙。多谢东方太子好意。公主出来也无事，不如我们一起吃顿饭，
公主在外面还是有些危险。不必，我就是出宫透透气，便打算回去。平安公主似乎有意不与我接触。太子想多了，出来也有些时辰，我要回宫了。我送公主回宫吧。不必，太子请留步。小姐，有没有什么消息？我们过去时确实有个方家，老爷子也有很多女人，儿子也不少，有一个听说一直在外面，很少回家，近期更是连联系都没有。你们可有确定对方身份？目前查出来的所有都是能对上的，对方就是顾烨的家人。你去帮我查一下，今天巷子里出来刺杀我的是谁派出来的，重点是长公主府那边。是。回主子，那人是平安公主的人，公主让他去查今天巷子里遇刺的事情，平安公主应该是想知道对方是谁。你去查一下，得到消息后先报我这里，再将消息送给平安公主的人。是。平安公主有人在这里，之前怎么没有发现？属下去查过，他们之前并不在城内，似乎去外面查实什么事情去了，才回来没2天。你再去查一下。见过平安公主。诗琳公主，请坐。诗琳公主夜里过来，可是有紧急的事情？没有，公主回来还从未与公主说过话呢，今夜无事就过来转转。其实咱们这位长公主并不算是长公主，严格来说她是二公主。太后深得先王宠爱，怀第一胎时因为照顾当时生病的王上，熬了几夜孩子没有保住，太后很伤心。后来就有了二公主，太后可以说是将2个孩子的爱放在一个人身上，先王也是极宠的。长公主受太后宠爱的程度，怕是平安公主也不会懂。王上当时还是太子，太子妃人选，太后中意的是另外一位大臣的女儿。当时王后并没有什么优势的，可是后来王后还是当上太子妃，全都是靠着长公主。王后以前是长公主幼时的伴读，2人感情很好，情同姐妹，一起长大。直到王上选人，太后之前所看重之人，长公主不喜欢，硬磨着太后要让现在的王后当。太后拿她没办法，便敷衍性的答应，但是长公主不觉得是开玩笑，直接对外就说王后会是太子妃，太后亲口承认的。事情就这样成了，就连太后也没有反对的机会，人尽皆知下，王后嫁给当时的还是太子的王上。这般大的事情，太后也只是说了长公主2句，并没有惩罚她什么。长公主这次受伤虽与公主无关，但是在公主的营帐内，太后怕是会连怪于你，才会派人过来给公主身边的人教规矩的。谢谢诗琳公主提醒。没什么，只要平安公主想知道，随便去查查就知道了。还是要感谢诗琳公主，没有诗琳公主，我目前也不会知道这些。御膳房有个叫小顺子的，非常机灵，平时里我去时她都表现挺好的，会给我一些好吃的。平安公主这2日无事，也可以去御膳房转转。小顺子是个机灵的，平安公主若是感兴趣，或许可以将她要过来，在公主宫里伺候。机灵的人总有办法化解一些事情的。为什么帮我？我有帮你吗？只是感觉与平安公主投缘，多说了一些罢了。再说，我说给你的消息也是大家差不多都知道的。既然诗琳公主说不是帮忙，那便不是。不过今日这情，我已承下。那就希望待我有事情求到平安公主头上时，公主也能帮我一把了。诗琳公主说笑，公主聪慧，有什么事情必定是自己解决了，哪里能用得到我？诗琳当真有事情，想求平安公主帮忙。诗琳公主可以说说看，若是可以我会帮，但我若是无能为力，也请诗琳公主不要生气。怎么会？有平安公主这句就行了。诗琳心中感激不尽，不过诗琳想说的事情有些严重，待诗琳感觉时机成熟时再告诉平安公主，那时平安公主可以决定帮与不帮，诗琳都不会怨平安公主的。好，那便都听诗琳公主的。时辰不早，我便先回宫了。
是林公主慢走。父王，儿臣的夫君去世之后，儿臣因为太过伤心，一直都没有去夫家看看，后来便到了王城。现在无事，儿臣想去夫家好好陪陪公婆。替相公渐渐笑道：告诉我他们的地址，孤派人接他们进宫。父王，欢愉的夫家在东华国，您若是直接派人过去，怕是不太方便，不如就女儿自己去吧。夫君去世没多久，女儿也想为他守3年。好，不过暂时你不要去，等到时你与东方太子的队伍一起走，有东方太子在，东华国也没人敢欺负你。若他们待你好，姑就派人将他们接到天宁来。父王，女儿想自己走，在去东华国前，女儿还想要回家一趟，去给方阳哥哥上个香。可惜了，但事情已经过去，你要往前看。待再过些日子，姑让你自己挑选驸马，到时姑给你赐一座公主府，你也不会受谁的气。有父王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父王，女儿暂时没有过那种想法。无碍，你才回来，姑还没想着将你那么早嫁出去。欢愉，长公主府那边听说情况不太好，姑不是让你去救人，就是想问问，这样下去她会不会出事儿？父王所指的是什么？儿臣不懂。刀是儿臣捅的，但其他事情儿臣没有做。当初父王让儿臣保住长公主的命，并没有说还有别的。儿臣该做的都已经做到，若是父王还想让儿臣去长公主府，那请父王恕罪。长公主当然活下来了，只是活得不太好而已。刀口的伤有所好转，可是长公主身上却出现了其他症状。长公主刚开始只是睡眠不好，现在已经开始掉头发，整日就在自己的房间里发脾气。姑不是让你去救人，姑只想说，长公主那边情况不太好，怕是太后心里会不舒服，你无事避让着一些。父王，儿臣可以避让，但儿臣总归要出去透透气的，万一哪天出了太后娘娘的眉头，就不太好了。你以为如何？父王，即使女儿还是想着现在离开最好，这个时间儿臣避开，太后或许就没有那般生气，身体没准都能好一大截。在宫里有姑在，你尚能保住安全，若是出宫或者离开，你可知道有多少人想要杀了你？那儿臣便听父王的。这些日子就好好待着，宫里若是无聊，就一出。父王，儿臣不出去，就在宫里待着，儿臣肯定不会有事的。父王疼儿臣，儿臣有真龙天子护着，定然没有人能够伤得了我。好，好，还是姑的欢愉最得姑的心。起来吧，你回宫已有些时日，哀家一直在病中，都没有召见你，今日可算是有些时间了。回太后娘娘的话，欢愉回宫是有些日子了。是个好孩子，哀家记得第一次见到你时，你身边还有一个小姑娘，当时听说也是学医的，上次哀家在病中都没有好好认人。与你一起来的女子医术肯定好，哀家想着长公主的伤一直都没有好转，就想请那位姑娘来给看看。兰姨医术好，她虽然也是我的徒弟，但因为是女儿身，所以对女性的一些病症更了解一些。你说的也是，既然都是你的徒弟，那想必医术都还不错。最可惜的是你不再医人，若是有你来，哀家会更放心。还请太后娘娘恕罪，欢愉自夫君死后便再也不医人。快起来，好孩子，哀家知道，哀家这也是没办法。长公主的病一直不见好，就连宫里的太医也没有办法。你以前的医术好，哀家倒是放心，可是你不医人，哀家又不想逼你，没办法，只能想着将你身边的徒弟找过来试试。太后娘娘说的极是。哀家想办法派人过去看看就是。见过父王。起来吧，这里又没有外人，
王上这么着急过来，难不成哀家还能吃了欢愉不成？母后您说笑了，儿臣就是过来向您请安的。皇上也没有多做，几乎前后脚一起走。太后冷笑，他的好儿子，若不是因为那个小贱人，恐怕都想不起来他这个当母后的。娘娘，您将自己想法告诉他，会不会不太好？狗急才能跳墙，我现在将想法告诉他，不是挺好的吗？接下来我们可以盯着他看，如果他没有反应，证明就如刚才一样，他与长公主的事情无关。若是他私下里有动作呢？长公主会成为如今这样，也都是拜他所赐。这就算不是他动的手脚，他人过来，对他是一种牵制，他不会看着自己人死去。如果真的是他干的，那正好，趁这个机会可以从他手里要出药。若是他不给，那我们就直接从他身边的人开刀便是。娘娘英明，亮太也不敢对长公主怎么样，只是公主这样实在太受罪了。无事，先将他的人接过来，带他的人看好长公主的病，哀家就想办法让她嫁给东华太子，当个正妃。她的出身，她的见识，如何也担不得东华国太子妃的名头。再说我们天宁是小国，东华的人向来瞧不起我们，这对我们来说倒是一件好事。哼，她嫁过去，多的是人给她找麻烦，到时候我们再送几个人一起去，一方面可以盯着她给我们送消息，另一方面也可以留下2个眼线。娘娘，奴婢看着王上是真的很宠平安公主，您想让她嫁过去，这事恐怕未必能成。王上是宠她，可若在江山社稷前呢？他会因为一个女儿而断送自己的江山吗？这么多年，我们天宁一直都是依附于别国而活，东华又是泱泱大国，王上不敢不答应。那可能需要一个平安公主非嫁不可的理由。自然，一定要让她嫁出去，嫁得远远的，也省得碍了哀家的眼。娘娘说的是，你若有事可以直接说，这般拐弯抹角的，实在让我想不明白。你倒是直接，原本我也是想直接告诉你，可是你最近似乎不太顺心，我便想着再等等。没什么好不顺心的，一切都挺好。诗琳来求姐姐帮忙，有什么话坐下来好好说，你我都是父王的孩子，你不必对我行礼。这件事情对姐姐来说可能有些难处，但诗琳一直以来都没有遇到一个可以帮诗琳的人，现在诗琳也只能来求姐姐了。先说说看，我也只是一个刚回宫的，什么都不懂，可能还不如你。你若求我看病，或许我会指派一个好大夫给你，其他的还真不一定能帮上你。姐姐可以的，姐姐若是愿意帮我，我愿意告诉姐姐一个消息，与姐姐身世有关，也与长公主有关。姐姐的这件事情可能与我的事情一样，帮我的时候姐姐也可以查查自己的事情。诗琳几年前倒是想查一查，可是诗琳自幼就在宫里，从来都没有出过宫，更别说查事情。诗琳的父母去世早，完全没有人帮。你先考虑一下，你可以将事情告诉我，但是帮不帮你全在我，你不能逼我。还有，你说出来我也有可能不帮你，但这件事情经你口过我耳，听过就忘，你自己三思。姐姐放心，这件事情姐姐知道之后也会感兴趣。如果姐姐当真不愿意帮我，那就请姐姐当做不知道这件事情便好。好，以前我娘只是一个小小的答应，而兰贵妃娘娘当时已经是贵妃，肚子里怀的就是公主你。我娘住在兰贵妃娘娘宫里，因为兰贵妃娘娘性子好，所以很多人都想要进她的宫里同住。娘娘有身孕，与王后差了10几天，先是姐姐的母妃查出来有身孕，后来才是王后娘娘。宫里一下2件喜事，大家都挺开心的。当时我娘刚进宫，因着我祖父在娘娘兄弟的手下做事，所以我娘就被想办法送到了兰贵妃的宫里，这样2人同住也有个照应。
皇上对兰贵妃娘娘非常宠爱，但是因为娘娘有身孕，有时候娘娘也会让王上过来陪陪我娘，因此我娘对兰贵妃非常感激。宫里之前的孩子不知道为何一直都留不下来，后来王后与贵妃娘娘的身孕，王上格外在意，也一直都没有出错。直到快临盆的时候，他们才去的庙里。可就是那天，宫里出事了。兰贵妃娘娘早产，宫里没有能主事的人。王后娘娘急急过来看，许是因为太紧张，又或许是太过着急，所以来的路上就摔倒了。人还没有到兰贵妃娘娘宫里，就直接回去，两人同时生产的。你娘当时与我母妃同住一个宫殿，那为何还会有换孩子的事情发生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我小时候就听我娘说，当时兰贵妃娘娘生产，她很关心。但是因为兰贵妃娘娘生了1天1夜，直到第2天夜里才生出个小公主。我娘说她当时听说生了，就回自己宫殿里休息了。你娘可有说过我娘当时有不对付的人吗？这个，兰贵妃娘娘长得漂亮，又与王上自幼就有交情，而且兰贵妃娘娘入宫之后一直都是荣宠不断，这宫里的女人怕是没有几个不恨她的。你与我说这些也没有太大的帮忙。不止，我娘说王后一直都不喜欢其他妃嫔所出孩子，哪怕是个女儿，王后也不喜欢。可是在兰贵妃娘娘生产大出血去世之后，王后便主动要求照顾景明珠。许是因为她自己也生了孩子，所以才会特别同情还是婴儿的景明珠？不会，因为兰贵妃娘娘当时在宫里势头很大，只是兰贵妃娘娘无心争后位，说真的有心，现在的王后娘娘只怕早已是废后。你娘可说过其他的？我娘说兰贵妃娘娘生完孩子之后，她还进去看过，当时娘娘状态很好，并没有大出血的症状，但娘娘这边一切妥当，她才回去休息的。可是没想到一觉起来，就突然听到了兰贵妃娘娘没了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不敢是假的，我还需要你的帮助。还有什么？一起说完。没有了，没有其他事情了，我知道的所有都已经告诉姐姐了。说说你所求之事。事关我娘的死。我娘并不是个受宠的，但因为我娘与兰贵妃娘娘在一起住，兰贵妃死后，王上总到宫里来，我娘便宽慰王上几句，后来我娘慢慢就得了王上的宠爱。许是王上寂寞时可以听王上说2句话的人，就因为这样，我娘日子慢慢好起来，没有1年，我娘就怀了我。当时她怕自己孩子生不下来，所以就去求了太后庇佑。我娘怀孕之后，王上也会时常过去看望她。后来因为位分升了，我娘便可以拥有自己的宫殿，但之前宫殿是兰贵妃娘娘住的，我娘就搬出去，从那之后慢慢的就没有再见王上。原本以为不见王上，我娘的日子也能平安度过，有我就足矣。可不知为什么，在我6岁那年，我娘遭到别人陷害。长公主有一次进宫的时候与我娘遇到，便说与我娘有缘，两人聊了几句，后来就会时不时送些东西过来。我娘很受宠若惊，但是又没办法拒绝，只能受着。那年在避暑山庄，所有公主的生母都可以伴嫁，所以我娘也去了。到那里就有晚宴，那天我娘就说她只是想出去透透气，可是没想到有人将她直接打晕。当她再醒过来，已经在床上，身边还躺着一个男人。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王后娘娘与长公主就直接带着一群人过来，将她堵了。你可以怀疑的人选是长公主与王后一起做的，只是这些年我一直都没有查出来他们为何那样做。我娘在后宫女人中没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更没有皇子，也没有拦着谁的路。皇后为何与长公主要杀我娘呢？你与我说这些，是认为我母妃的死与你娘的死一样？是，我娘知道自己活不成后，就将你母妃的事情告诉我，她让我一定要好好活着，长大之后查一下兰贵妃娘娘的死。我娘查了许久都没有查出来，不过后来我倒是悄悄查出来，当年一直给兰贵妃娘娘请脉的太医，在娘娘生了公主之后就出宫了。后来有一位别的太医来给兰贵妃娘娘请过脉，而这位太医也正是常给王后娘娘看病的。这件事情我会查，
你且先放心吧。之前我以为景明珠是兰贵妃娘娘的孩子，平日里对她也是多般忍让。我甚至想要去将这件事情告诉她，可是看她与王后关系要好，我便不想说。得亏你没有说。现在我们怎么办？你先回去等消息吧，不用总来我这里，与我保持距离，没准以后还有别的发现。好。在景世林走后，罗星磊拿了自己宫里的点心去岳飞宫里坐。我生产的时候，娘娘不在身边吗？早知道她会那会儿生，我说什么也不会去祈福。你娘距离生产还有半个月，我们就是去3天就回。我想着我回来之后还有10来天，谁成想这件事情不怪你，天意如此。是天意如此，可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陪在她身边，没准她就会没事呢。你母亲宫里伺候的人不少，但这些人都是奴才，王上不在，宫里只有王后。王后自己也是个大肚子，当时还着急，所以生出来的孩子早产。我回来还去看了，与明珠那区别很大。区别很大？太子早产自然很难养，而且特别弱，早产了整整1个多月呢。不过好在养活了。倒是你当时生下来，我连看都没看一眼，都是宫里那帮子狗奴才。娘娘不生气，事情已经过去了。你母妃生的时候雨很大，我们去的又是山上，路被堵了。等收到消息急急赶回来时，王上看到的便只是你娘的尸体。我记得当时雨依旧很大，王上就在你母妃床前坐了整整1天，第2日才让宫里那些个奴才准备的。你应该是在王上回来之前就被换了。你母妃去世之后，大家都以为景明珠才是你，皇上更是对她疼爱有加，生怕她受一点点的委屈，直接带回去在自己身边养着。可是小娃娃哪里有不哭的，王上还要处理朝政，最后还是王后眼瞧着不行，才去王上跟前说了好几次，最后王上才同意王后养的。娘娘当时没有提吗？提了，可是当时王后没同意。我也没想到后来王后会去王上面前说，这王上也同意了。等景明珠被抱到王后宫里之后，我去看过2次，王上对景明珠倒是异常上心，许是因为当时他要做给王上看吧。那太子呢？太子自然有人看着，皇后对太子也是非常上心，两人是一起长大的。皇后对景明珠的好是宫里人有目共睹的。王后当时要了景明珠，其他人都没话？有啊，我就去问王上了。你母妃与王后不太对付，我怕王后会对景明珠不好。王上却说都是刚刚生完孩子的，2个孩子一起养也好。只是王后的有些行为就太怪了，养敌人的孩子还养得那么好，除非王后本身就知道这孩子不是敌人的。猜到了可能，她感觉自己呼吸都有些困难。这事儿我也挺纳闷的，就王后的性子，姐姐的孩子她怎么可能视如己出？不过这些年她还真做到了。万一这孩子本身就是她的呢？这话终止在我这里，出去万不可乱说。宫里有宫里的规矩，明白吗？这件事情是要好好查一查。当年大家都不在宫里，完全都是王后一个人说了算。娘娘，当初我母妃身边没有信得过的人？有，当初你母妃生产之后应当是没事了，后来不知道为何会出血，想必与大夫有关。主子有事儿，那些下人肯定也是着急得很，怕是都顾着大人，没有人管孩子。一个宫里除了能近身伺候的人，其他的全都是外面的。人那么多，总归有那么1-2个有异心的，而且想要动个手脚也是特别简单。娘娘，如果我们这个猜测是正确的，
那景明珠王后肯定不会不管，不如我们就从景明珠那边动手。你想怎么办？这倒是个法子。谁能看着自己的亲生女儿受委屈而不管？娘娘放心，这事儿我会想办法的。两人又说了许久的话，罗新磊这才起身离开。嬷嬷来了，去叫小顺子过来，在本公主身边伺候着。公主，嬷嬷这是作甚？二丫，快将嬷嬷扶起来。嬷嬷是太后娘娘身边之人，怎么能这般跪着？公主，您让老奴跪着吧。嬷嬷有话就说吧。还请公主屏退左右。都下去。公主，老奴愿意奉您为主。嬷嬷说笑了，您可是太后娘娘身边之人，又怎么可以奉我为主？公主，老奴愿意成为公主的人，为公主所用。嬷嬷，这是为何？公主，小顺子是老奴的儿子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不对啊，宫里的嬷嬷不都是姑娘家没有出去，更没有成过亲的吗？嬷嬷这般，难不成太后娘娘不知道？老奴在很小的时候便生了小顺子，当时老奴家里人生气老奴坏了名声，就将小顺子直接送进宫。担心自己的儿子，所以你也悄悄地进了宫？是，老奴用银子买通关系进宫来伺候。后来有一次太后寿辰，有人想要害太后娘娘，老奴护着太后娘娘，娘娘这才直接将老奴带在身边。既然你在太后身边说话有分量，为何不将自己儿子也带过去，放在你眼皮子底下，不是更好？太后宫里虽好，那也是对我等这些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是个好去处。孩子还小，若是万一哪天太后，孩子怕是也要跟着埋葬。后宫的娘娘们都是靠着王上的宠爱而活，哪个都不是长久的，就连王后也是。干脆哪个宫里都不去，直接就放在御膳房，有吃有喝，油水足，还是个小小的管事儿，谁的脸色都不用看，只要做好自己分内之事就行了，这倒是个好去处。行了，起来吧。谢公主。太后因为生气公主伤了长公主的事情，所以直接就让老奴过来教您规矩，实际上就是想让老奴多为难为难您，不想让您过得舒坦。他突然想到，当初长公主与王后为什么要害死景世林的娘呢？一个小小的妃子，挡不着王后与长公主的路，为什么要杀？是了，景世林的娘一定知道了什么，才被灭口的。对方察觉到景世林的娘留不得，才直接动手的。老奴虽然在太后宫里伺候着，可毕竟不是贴身伺候，有些事情啊，知道的并不多。那你来说说，你都知道哪些事情？然后罗新磊就听到了好一出大戏。听过妃子与妃子之间斗得很，没想到太后与妃子之间也会有嫌隙。哪个妃子过于招摇，太后就会派人弄死；哪个妃子的娘家无用，或者招惹到太后的娘家，太后就会派人去弄死；哪个妃子的娘家过于强大，妃子怀孕之后，太后会派人弄死对方的孩子，或者直接干脆赏一些加料的东西，让对方这辈子都没有办法怀孕。总之这后宫的脏事儿经不住查。你如今过来对我说了这些，小顺子我会好好照顾，并且让他留在我身边。可是你，老奴愿意继续留在太后宫里，成为公主的眼睛。好，那你便留在太后宫里吧，有什么事情悄悄过来传话就行，或者你告诉无忧他们也可，总过来接触也不太好。是，老奴明白。太后知道是我伤了长公主，可有说别的，或者说打算做什么？今天老奴过来时，太后已经下了口谕，让人去您的老家
带人过来给他瞧病。还有别的事情？太后娘娘因为生气，所以想让您去东华和亲。太后那边你先盯着，既然让你过来教规矩，那就让二丫和无忧在屋里学吧，让小顺子在一边伺候着。公主，小顺子并不知道。放心，只是让他与你多接触接触，你也顺便教教他。忠于我的人，我自会善待。老奴明白，老奴会好好提点他的。起来吧，本公主不喜欢动不动就跪，这么多规矩多累啊。当年我母妃生产的时候，你可进宫？老奴进宫了，当时老奴已在太后娘娘身边伺候。哦，老奴进宫第2年就在太后娘娘院子里伺候，说起来也是运气好。听说当年我母妃与王后娘娘生产，是太后娘娘提出来要举吉服，并与王上一起。嬷嬷细想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。当年那是太后娘娘提出来要举吉服不假，可是这主意并不是太后娘娘想的，而是长公主。长公主对太后娘娘说，皇上后宫里都是女儿，没准去拜拜，皇后与兰贵妃娘娘就能生个皇子出来。去了以后，王后当真生了一位皇子。太后娘娘相信是自己的虔诚打动了对方，所以便直接在自己宫里建了佛堂，每日都要跪拜1个时辰。那为何后来生出来的依旧都是女儿？这个老奴便不知了。太后娘娘说，许是她做得不够好，后来也有别的娘娘生产，太后去拜的，但王上从来不去，因为兰贵妃的事情在王上心中怕是过不去。太后娘娘说，许是她自己个儿去不行，需要王上去。劝过2次之后，王上很反感，太后便没有再说啥。又问了一些，全都是无用的。罗兴磊就自己上楼去，嬷嬷与二丫等人在1楼待着。一日他要出宫时，竟然就遇到了景明珠，还是对方特意在等着他。你要出宫，带我一程。明珠公主自己出宫就是，哪里还需要人带？你我都是姐妹，你带我出宫又能如何？好吧，不过说好了，出宫以后你得听我的。罗兴磊借身份之便带着景明珠出宫，然后直接带着她在街上玩，什么好玩玩什么。一整天的时间玩完以后，回宫景明珠还有些意犹未尽。你明日可还要出宫，再带我一程？不去了，明日我要待宫里。宫里有什么好啊？出去玩1天，总要休息一下的。往常我就在宫外也没什么，反正我出入宫也不需要令牌，直接出去就行，又不费事。明日就不出去了。行吧，你不愿意出去就算了。罗兴磊回宫后，单独派无忧悄悄出宫一趟，等的就是景明珠自己上钩。隔天一早，罗兴磊就让无忧悄悄注意着景明珠那边的动静。果然快到中午的时候，景明珠就一袭红衣，也戴着面纱，这打扮起来也有她6成相似，就连发髻也故意与她梳一样的。你悄悄出宫一趟，告诉宫外的人，先绑了景明珠，别让人发现。是，已经将人送出去，没有人察觉。现在在城外的山上，待宫里发现查的时候，也不用担心了。他悄悄出去，只怕今天晚上他宫里的人还不敢报，等明天就有好戏看了。见过王后娘娘，娘娘万福金安。快起来吧，就是想着欢愉进宫后没怎么关心过她，今日找她过来问问，在宫中可习惯。岳妃怎么也跟着过来了？臣妾无事，平安公主又在臣妾宫中听到消息，臣妾便想着一同过来。都坐吧。罗兴磊与岳飞2人坐下，王后宫里的人上茶水时，给岳飞上茶的那位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手抖了一下，
茶水直接洒在岳飞衣裳上。娘娘饶命，娘娘饶命！岳飞，真是对不住啊，将这丫头拉下去打。娘娘身边怎么能留如此莽撞的丫头呢？今日只是烫到我还好说，若是烫伤娘娘的凤体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臣妾今日便先回了。岳飞妹妹，真是对不住，姐姐一会儿会惩罚那个宫人。来人，用本宫的凤辇送岳飞娘娘回去。娘娘使不得。娘娘，臣妾告退。王后娘娘，岳飞娘娘刚才被烫伤到了，儿臣想要回去看看。你不是不宜人了？儿臣就想亲眼去盯着，放心一些。你先留一下，本宫有话问你。是。听闻你前日带明珠出去玩了？是。明珠公主说儿臣与她到底是姐妹，所以儿臣就想着带她出去。你自己得了王上的命令，可明珠没有，你怎么可以私自带明珠出去？罗星雷耳朵动了动，听到门口有好几个脚步声，突然停下。王后娘娘饶命，还请王后娘娘饶命！本宫，王上。欢愉起来。父王。王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欺负她一个孩子？王上激怒，臣妾就是想找平安公主过来问话，并无别的意思。没有别的意思？你看看将孩子吓成什么样了，还说没有别的意思？你还想要什么意思？真当这后宫是你一个人说了算？王上，是臣妾的错，一切都是臣妾的错。既然知道错，那就好好弥补欢愉，还有抄经书百遍，为百姓祈福。你到底是一国之母，连自己的孩子都容不下，顺便再好好反思一下。是，臣妾知错。父王，您莫要怪王后娘娘，是儿臣的错。儿臣前日带明珠公主出宫了。哦。儿臣前日里想要出宫玩，走在宫门口时就遇到了明珠公主。她说我们都是姐妹，不应当争吵，让父王难过。儿臣就想着家和万事兴，于是就带着明珠公主出去。儿臣与明珠公主在外面玩了一天，就回宫了。儿臣没有多想，就想着带姐妹出去玩。可刚刚王后娘娘说，儿臣得了父王的命令，但明珠公主没有，这是违抗圣意，儿臣知错。你做的没错，你们都是姐妹，你是个善良的孩子，父王不怪你。去将明珠给姑带过来。是。先起来吧。臣妾谢王上。很快跑出去的小公公就回来禀报，王上，明珠公主不在宫里，奴才打听了一番才知，明珠公主昨日里悄悄出宫去了。王上，明珠许是前日里出宫玩，调皮了，昨日又跟着平安公主出宫去了。平安公主，你出宫回来时没有带明珠一起吗？娘娘，您怕是说错了，我昨日子并没有出宫。这谁知道？渔父，昨天欢愉在陪姑下棋，一整天都在御书房里待着，你还说她出宫，这是欺负她没有母妃吗？王上，臣妾知错。你知道什么错？欢愉可喜欢岳飞？喜欢，岳妃娘娘视儿臣为己出，待儿臣极好。于公公去拟旨，封岳妃于岳贵妃，赐协理6宫之权，王后身子不舍，暂由岳贵妃代管。是。平安公主回宫后无人照顾，便记在岳贵妃名下。是。来人。奴才在。派人出宫去找明珠，给姑带回来。是。这就是你养的好女儿，竟然还往外跑。王上，臣妾也不知道明珠不在宫里。你不知道？你是后宫之主，你不知道自己女儿去哪里了？罢了，总归你也当不好这后宫之主。两人出去，罗新磊在离开之后还回头看了一眼王后，眼底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神色，
岳飞回宫换完衣裳，正担心罗兴磊会不会吃亏，想着要不要去王后宫里。还没有出门，先一步接到了圣旨，甚至让他协理六宫。他接下圣旨，想到罗兴磊说要对付王后，就感觉手上这圣旨有些烫手。这孩子也太不懂事儿了，现在这种时候不好好在宫里待着，瞎跑什么呀？许氏公主太闷，出去散心。宫里现在流言对公主不利呀。你派人出去留意着，看能不能早早寻到明珠回来，可别在外面闯祸了。是，老奴这就派人去寻。到底是王上太宠爱那个了，如果没有他，也不至于让明珠跑出宫去。宫里是越发没规矩，这人是留不得了。太后娘娘，平安公主现在到底是王上宠着的人，别让王上再与您身份了。哀家会想办法的，所幸现在东华国的人还没有走，你可有听他们说选择了谁？这个老奴不知，但听说东华的禹王之前是打算在我们天宁选妃，自从在围猎场发生事情之后，便又不打算去天宁女人了。不打算？哼，他不打算娶，那我们就偏让他带一个回去。他不喜欢玩吗？太后的意思是，太后，这样行吗？无碍，你去找可靠的人，要最好的药，无色无味的。是。他伤我女儿，哀家岂能容他一直这般逍遥自在？今天王上下了命令找景明珠回来后，景明珠一直都没有回来，而且整个王城也没有找到。宫里王后这边无忧买通了王后宫里的一个宫女，王后在王上走后第一时间找了太子，想让太子帮忙。可是太子却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将自己卷进去，并且让王后冷静。太子倒是个聪明的，只不过就要看他找不到景明珠的时候要怎么做了。夜里各宫的灯都灭了，罗兴磊从空间里出来，悄悄从2楼窗户离开，一身夜行衣一路到王后宫里。他冷笑一声，见周围没有人，悄悄上前，直接用一把普通的匕首扎着信甩出去，直接刺进王后坐着发呆的小鸡上，正在王后手边。谁？娘娘，怎么了？你去外面看看，宫里没有看守的人吗？为何别人会将消息送进来？是。王后这时才打开那封信，当看到内容时，她惊得手抖得不停，信都掉在地上。信的内容很简单：你亲女儿在我手中，你偷换了孩子，别以为无人知晓。他猜的应该就是事实。他唇角微抠，倒是有些好奇，太子是谁的孩子？娘娘，您是不是担心公主啊？我为什么要担心她？你看看吧。嬷嬷拿过信，看到上面的内容，脸色同样惨白。娘娘莫慌，也许这是别人吓唬你的。当年的事情没人知道，太子就是您亲生的，明珠公主只是外面抱养的孩子，只不过是在您身边长大，所以您才很关心公主。嬷嬷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已经有人知道了，当年的知情人该处理的也都处理了呀，为什么还会有人知道？娘娘，您要冷静，小心隔墙有耳啊。娘娘，您现在绝对不可以承认，天宁只有一个太子，那是从您肚子里爬出来的。您是以后天宁最尊贵的太后，这点事实不能改变。是，这信也不知道是何人送来的。娘娘，东华与北龙的人都在城内，以前都好好的，现在突然有人送这封信过来，定然就是想要试探您。如果当真有当年的证据，为何不早早拿出来？您不能先自乱阵脚啊。见着主仆两人说着话去了内寝，罗兴磊这才悄悄离开。
也得亏今天王后宫里的人都被派出去找景明珠去了，不然也不能这样顺利。平安公主出宫了，现已向这条大街过来。行了，下去吧。好些日子没有见到人，现在要不要下去见见？自然是要去见见的。平安公主近日可是遇到了烦心事，清瘦了不少。东方太子言重了，本公主一切安好。本公主还有事儿，先行一步。公主这般着急，难不成是为了去找明珠公主？自是，明珠公主再如何也是我的姐妹，她不见本公主也很担心，出来找找也是应当的。平安公主，遇到即是缘分，要不一起坐坐？明珠公主那边我们听到消息之后，也派人出去寻找，想必很快就会有结果，无需平安公主再去寻。东华国的人手去找，那是东华国的心意，本公主去寻，那是本公主对明珠公主的情谊，自是不一样的。平安公主要去哪里寻？不如我们一起。不必了，平安公主，上次公主单独出宫的事情，公主怕是忘记了。外面不比宫里安全，遇到平安公主自然是要保护的。若平安公主在外面遇到危险，本太子也会内疚。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，东方太子应当距离我远一些才是，莫要毁了东方太子的名声才是。保护平安公主的安全与公主是不是寡妇无关。平安公主在想什么？在想东方太子这又是何意？在众人面前勉强表态应该与我这个死了夫君的人保持距离，现在又要缠着我保护我的安全，不由让我怀疑东方太子的用意。公主别误会，我就是想保护公主的安全，毕竟公主上次出来以后被人追杀的事情我还记着呢。不必，这次有人保护我，就不麻烦东方太子了。景太子。东方太子，这位是礼部尚书之子谷康。谷康见过平安公主。不必多礼。他看谷康是越看越觉得与景明则像，不过这两人是表兄弟，长得像也很正常。见过东方太子文世子。景太子这般着急，是出了什么事儿？明珠被人哄骗出宫之后下落不明，我等线下再寻找。太子殿下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顾念姐妹之情，一时心软带明珠公主出来，让明珠公主玩得开心，第二天竟然还悄悄溜出宫，这全都是我的错。现在知道错了有何用？哭能解决问题啊？明珠已经找不到了。太子殿下息怒，我这就去将明珠公主找回来。这会儿在街上，他直接吼了这个女人，消息若是传进宫里，父王恐怕也会生气。主子，你可是吓死了我，突然就跪下去，我还以为怎么了呢。不过看到太子气得话都说不出来的样子，我也感觉非常解气。那就对了，是很解气，是挺解气，不过自己也挺委屈，小姐向来可是不轻易下跪的。我能猜出来一些事情，可是没有证据，但我要做的就是让对方针对我，他们只有处心积虑地针对我，才会让我有机可乘，或许才能找到当年的真相。这个你拿着，今天晚上我们不回宫，你夜里悄悄去趟长公主府，将这药让长公主吃了。小姐，您给她的是解药？是，不过这药的期限只有15天，这15天内让她身体表面会有所好转，她可以自由行动。当年我母妃的事情有长公主的影子，这么精彩的时刻肯定要有长公主的参与才可以。是，小姐，我们今天晚上不回去，宫里怕是会派人出来找我们。找的时候再说，无忧，晚上小心一些，将事情办了再说，到时候再想办法，看能不能买通长公主府的下人，给我们找一个眼线。是。平安公主将带出来的人手放出去找人，自己则带着2个贴身丫鬟悄悄离开客栈，在马市租了马出城去玩了。去玩？是，他们没什么目的，似乎就是为了出城去玩。让人准备马，剩下的人继续查平安公主的下落。是。我们出城来干什么？不是说明珠公主是在城内走丢的？出来散散心，你天天在城内待着不闷吗？我们可以比试一下。反而可以，比试就算了，我从小到大就没有赢过，以前你身体不行的时候我都没赢过，
现在你身体好了，我更不行了。小姐，后面有人跟着我们，我们分开走，你们2个绕一圈之后就回来这个地方等我。是，找人，姓罗。主子，您等的客人来了。二哥，小磊，快进来，清瘦了不少。没有，许是长个了。许久不见二哥，都生分了。没有，收到二哥的信，我就想着这2日找机会过来，没想到今天就有机会。东方太子说你是寡妇，这事儿你怎么看？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。二哥，东方浩洋与方阳哥哥长得特别相似，除了性格有些不同，其他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。会不会是同一人？二哥，这不太可能。方阳哥哥死在我面前，我替他看过，他的尸身也是我亲自确认过的，那是没了呼吸。而且我因为不放心，给家那边的人传了信，让他们悄悄去挖了方阳哥哥的坟墓，确认方阳哥哥的尸身依旧在。一般来说，如果有问题，那么方阳的尸身肯定就不在棺材里了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坚信他们不是同一个人。如果说他们2个是同一个人，方阳哥哥因为身份不能与我在一起，假死也有可能。可是坟墓里的那个又怎么解释？多接触看看他们之间有没有相似之处，若不是同一个人，那这2人之间必定有关系。我不相信没有血缘关系，2人能长得如此相似。是，我回去之后一定多加注意。最近我有事情，等忙过这一段，我帮你去查查。如今你在宫里生活，那里自是不能与家里相比，凡事要小心为上。二哥这次过来是有事情。之前听说方阳的事情之后，我便想回去看你，可当我走到半路的时候，收到消息你来王城，后来有些事情耽搁，直到最近才到，无事，就是为了过来看看你。方阳的事情与你打击定然很大，不过背后之人，二哥已经派人查，是长公主所为，原因是长公主的儿子坤世子。谢谢二哥，我已经查清楚了。前些日子我对长公主动手，不过人还是没有死，这边的事情我能应付。二哥有回家里去吗？还没有，我还有别的事情未处理。天宁的情况并不是很好，全国现在都是虎视眈眈。如果不想与皇室有所牵连，那就想办法与东华和亲。在去和亲的路上，二哥会想法子带你离开。从此世间只有罗星磊，没有平安公主。二哥，我还有事情要处理，皇家于我而言只是一个生活的地方而已，我并不惧怕，我就是担心家里人。家里不担心，大哥和星孝都在，他们会照顾好家里。我也给家里派了几个人手过去，你可安心，我在这里不能多待，你向来都是有主意的孩子，二哥相信你可以处理好事情，但万事要小心。这个你拿着，如果以后遇到什么困难，就去影宗门找人。好，我会好好收着的。影宗门在王城有人，你随意打听便可知道地方。是。剩下的事情，二哥可能帮不了你，全靠你自己了。二哥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我还有事情，现在就要离开了。来人，准备马。是。二哥，当初娘为了救我误伤了弟弟，能不能请二哥有时间的时候派人查查？放心，以前只是猜测，现在可以肯定，我就是他在村里时死去的那个夫君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你直接告诉平安公主。不可。我记得京中曾经有传言，皇上想让你回来，可是你一直都没有回来，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你就回来了。怕是中间有别人的手笔，我心悦他，肯定不会因他的身份而抛弃他，甚至设一个假死的骗局。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发生，而且我发现的太晚了。可能是环境不对，你也别着急，等我们回国的时候稍稍绕远一点，去罗星磊的家里看看，若是你以前在那里生活过，肯定会有收获。好。我记得平安公主说过，自己不再依人，是因为自己看着夫君去世而无能为力。浩洋，你当真的相信自己就是他以前的夫君啊？按说医药的医术在他之后，当初我的病医药都没有办法，最后也只能带着我四处求医。
怕是后来是他帮我看好的。这就是我疑惑的地方，他医术比医药好，可是竟然没有查出来你是假死。这人死了肯定不是当场就葬，还要放2天呢。我醒来时，医药确定我身体没问题，便直接离开。以前我只以为这些年让他照顾着我，没有自己的时间也是委屈。现在看来，怕是有别的原因。他还想出去跑，这些年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可是没少跑，怕是在外面早就跑腻了。我觉得他恐怕是愧对于你，又怕自己露出马脚，所以干脆直接悄悄离开。我也这般想。来人，属下在。一个悄悄去找易老，然后带他来见本太子。一个现在去查一下天宁平安公主在哪里长大，再找相熟之人画一张平安公主死去夫君的画像。是，属下这就去查。于公公，公主啊，您怎么没回宫啊？还住到这里来了，可是让老奴好找啊。王上很担心公主您的安危，公主还是快些随老奴回去吧。于公公，我没事的，我身边有人，明珠公主找不到，我担心，所以。公主，王上说了，明珠公主的事情与您无关，您还是快些随老奴回去吧。再不回去，怕是王上等急了，就要自己亲自出宫来巡了。于公公，那你快回去告诉父王，我没事，我就是想着在外面方便一些，可以早点找到明珠公主。公主，您随老奴回去，有什么委屈，你可以当着王上面说出来。不必了，父王也只有太子一位皇子，若是因为我让父王与太子殿下之间有什么隔阂，那我就是死100次都不足以赎罪过。王上与岳贵妃娘娘来了。老奴见过王上，见过贵妃娘娘。儿臣见过父王，见过贵妃娘娘。你这孩子真是越来越不听话了，现在见还不回去，可知道外面有多危险？乖，明珠公主走失与你无关，是她自己悄悄出宫的，而后又没有回宫，怎么能是你的错呢？王上也是心疼得紧，今天白天就听到消息说太子欺负人，自己的宝贝女儿当街给太子跪下，以求得太子原谅。现在看看，这孩子恐怕是真的吓到了。与你无关，有父王在，谁也不能欺负你。走吧，跟父王回宫。父王，明珠公主还没有找到。无事，让其他人去找。这次全都是他一人闯出来的祸事。娘娘，您先别生气，咱先想想办法吧，总不能好事都让他们占了。嬷嬷，你说王上这是什么意思？他会不会知道什么了？娘娘，咱们不能自乱阵脚。王上那边若是知道太子的事情，怎么可能还沉得住气？皇上今日说那些话，怕是对平安公主的一种补偿而已。补偿？就让她在宫外长大。当初我明明下令。娘娘，这些事情不是您做的，你也不必担心，您前面还有人呢。对，本宫前面还有他，很多事情都是他做的，本宫什么都不知道。娘娘现在千万不能自乱了方寸，很多事情还需要您拿主意。明珠公主现在还没有找到呢，这孩子也不知道去哪里了，真是让人担心。我们派出去的人一点消息都没有吗？没有，王上派出去的人已经在城内挨家挨户的找了，但是公主不在城内。不在城内？你肯定明珠公主不在城内？她一个公主跑出城外干什么？这岂不是将画饼往别人手上送吗？现在还没有查到明珠公主的下落，只不过已经查出是哪些人将明珠公主带走的。这可有意思了，是不是有人要故意对付王后，才这样针对景明珠啊？景明珠只是王后养的，并不是亲生女儿。谁要是想对付王后，那也是直接对太子动手。怎么可能？太子身边有人保护，哪能那么容易就将人带走？殿下，已经查出来带走明珠公主那些人的身份了。是谁啊？是平安公主的人，
啊？怎么可能是他？除了我们的人查到是平安公主的人带走景明珠，可还有别人查到。天宁太子的人手也在查，估计明天就能查到。去将消息抹了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是平安公主动的手。是。皇上，你也别生气，保重龙体要紧。孤要如何不生气？他们真是欺人太甚，将欢愉吓成那样，这个太子……皇上，欢愉可能也是回来的时间短，之前太子将他关放死牢，他有些怕太子，这次明珠失踪，他也只是吓到了。是呀，她是孤的女儿，孤雀。皇上，当年的事情已经查清楚，但臣妾有些地方不太明白。何事不明白？臣妾听闻一些大户人家也有孩子报错的事情，但那都是一些下人为了自己的后代可以在吃喝不愁的环境下长大，所以才会去调换一些孩子。可是欢愉是在宫里出生的，那些宫女都是宫人，当年兰姐姐身边可都是一些信得过的人，怎么会让欢愉被人抱走呢？我突然想起来御书房还有奏折没处理，爱妃早点休息。是，恭送王上。他们在这边吃饭，东华国驿馆被人围住的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。宫里王上还没有用早膳，听到这个消息脸都白了白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是不是孤儿被听错了？皇上，出去寻找明珠公主的那些侍卫将驿馆围了。大胆！谁给他们的胆子？是太子下的命令。皇上，是不是太子着急找到明珠公主，一时情急？胡闹！明珠怎么可能会在驿馆？这不是落人口实吗？去告诉太子将人手撤了，你亲自去一趟，将东方太子请进宫来。孤还要为这个不孝子擦屁股。是。太子殿下，王上让您撤了人手，进宫去。于公公，本太子的人打听到明珠就在驿馆内，所以必须要进驿馆去看看才可以。一会儿带本太子进去看完之后，定会回宫向父王说明情况。殿下，您还是快回宫去看看吧，王上很生气，这会儿就等着呢，别让王上久等了。于公公，你是父王身边的人没错，可本太子才是父王唯一的儿子，还请认清楚你自己的身份。是。本太子想要进去见见东方太子，也不行吗？殿下让您稍等片刻。景明泽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想要对我们用强？没有的事情。太子莫要生气，只不过是本太子听说明珠这丫头藏在驿馆里，想着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我派人将驿馆包围起来，也只是为了找到明珠而已，并无针对东华国的意思。景太子，明珠公主身为女子，又怎么会在驿馆内？莫不是查错了？几位，本太子也是没有办法，明珠那丫头从小被父王宠着长大，无法无天的很，这2日不在，本太子又怕她在外面惹了祸事，好不容易打听到她的消息，是真的怕她跑了。景太子肯定明珠公主在里面？自然。若是进去之后没有搜到人，又该如何？景明则心中愤怒，生气东方浩洋的不识抬举。这里到底是他天宁的地盘，东华国的人在这里有什么好嚣张的？这里是天宁的地盘，景太子想要怎么搜就怎么搜吧。不过在搜之前，本太子要先行离开。文世子让人去收拾东西，我们去驻客栈。是。东方太子这是何意？为何要搬走？可是驿馆里缺少了什么？没有，这驿馆本太子住着不太舒服。给我搜，今天必须找到明珠公主。是。那些人一窝蜂似的冲进去，景明则也慢慢的走进去，眼底全是阴狠。为了坏那个贱人的名声，他算是彻底得罪了东华国人。禀殿下，没人。
下面的人以为是真的搜镜明珠，所以能藏人的地方都搜了一遍，可就是没有找到。你们可看清楚了？属下等将能藏人的地方都搜了一遍，就是没有找到公主。撤！怎么就你自己回来了？太子呢？老奴无能，并没有将太子殿下请回来。老奴去将所有发生的事情都说了一遍，甚至东方浩洋要去住客栈，他擅自做主将人带去别院的事情也说了。老奴该死，还请王上责罚。起来吧，这件事情你做得很好，是那个逆子，你指太子。这太子也是自寻死路，好好的非要去针对东方浩洋。这次太子恐怕要吃个大亏，王上都让于公公去找他回来，太子不但没有听，反而将东方太子给气走了，这不是将王上的颜面往地上踩吗？还真以为父王只有他这一个儿子。二丫，找无忧过来。是。去查一下国公府的夫人们，有没有人与王后同年怀有身孕的。是。欢愉，这件事情透着古怪，好端端的太子竟然执意要搜驿馆，甚至不怕得罪东华的人。他是针对我来的。罗兴磊将昨天晚上的事情说了一遍，岳贵妃听完之后脸都绿了。这太子真是越发的无法无天，不行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娘娘想要怎么样？现在父王只有他这一个皇子，太子恐怕也是因为这一点而有恃无恐。那也要看他能不能做下去。小姐，听说太子背着金条在御书房外跪着认错，这戏演得挺好的。走吧，我们也去凑凑热闹。见过父王。你这孩子，好端端不在自己宫里待着，跑这里来干什么？外面那些都是一群脑子不清楚的，你也跑来胡闹。父王，儿臣只是想，自己在宫里没有依靠，这会儿与太子殿下打好关系也是好的。你如何在这宫里没有依靠？姑就是你的依靠。可是父王终有老的那一天，儿臣与太子殿下同岁，若哪一天没有父王庇佑，儿臣又当如何？以后的事情儿臣不想去想，儿臣就想过好当下。儿臣有一个大逆不道的想法。哎呦，公主哟，您可千万……姑许你说。父王，儿臣说过不再疑人，但儿臣的徒弟医术挺好，也是儿臣一手教出来的，他们足可以独当一面。太后娘娘那日说要让他们过来为长公主治病，儿臣就想他们过来以后为父王调养一下身子。父王日夜为国事操劳，为百姓而生活，自是要保重身子的。皇上，平安公主当真是极有孝心。好，那就让他们过来为姑调养身体。长公主求见。何事？长公主似乎也是为了太子殿下的事情而来。让她出宫去养着，身体才刚刚有点起色就往宫里跑。欢愉也看到了，外面那么多大臣都跪着在逼姑，不要废太子。是。姑是一国之主，可姑的这个一国之主做得窝囊。父王，您很好，您是万千子民的君主，因为有您，他们才可以安居乐业。是啊，可姑坐在这个位置上，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自己做主。姑，父王说的可是外面跪着求情的一众大臣。皇上，东方太子在门外。请进来。东方太子既然来了，那儿臣就先告退。平安公主为何一听到本太子来就要走？难不成平安公主厌烦本太子？见过天宁王，平安公主不听听本太子的想法。那日本太子可是在街上看到景太子欺负你，让你一个公主当街下跪呢。那日也是凑巧，多谢东方太子。皇上的别院甚好。东方太子喜欢便好，是明则不懂事儿。
一心为了找到明珠，竟然连驿馆都违，胆大包天，故一定让明泽给东方太子赔罪。赔罪就不用了，不过太子性子鲁莽了一些，现在只是太子还有王上在前面把关，若日后恐怕……姑也是想好好惩罚明泽，可刚才进来的时候，东方太子怕是也看到了，外面跪的那些人都是求情的。王上可有想好要如何惩罚？姑想让太子长长教训，便想废。其实也好，王上这年纪再生几个皇子出来也不是没可能，又何必？景太子身份尊贵，出生之后就是太子，或许受点挫折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纵然本太子不追究这次的事情，可东华国还有别人，这消息若是传回去，我父皇那边恐怕也会生气的。姑想废太子，可是外面的大臣东方太子也看到了，有反对有支持，这就是朝臣。王上担心什么？这件事情王上只需要表态即可，有的大臣也是该敲打敲打，不然还以为这天宁改了姓。皇上，太后娘娘与长公主来了。欢愉，你去屏风后面坐着。是。东方太子也在。是，本太子不受天宁欢迎，正商量着回东华去。东方太子哪里话，明泽只不过是不懂事儿，太子殿下莫要怪罪。若是你们去我东华做客，我直接将驿馆围了，甚至强行要搜查，不知道太后娘娘心中如何想。太后不说话，这没办法接呀，原本是2个太子，两人都代表着2国，明泽直接将人围了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本太子之所以选择来天宁选和亲人选，只不过是想选个顺眼的在身边而已。当然，本太子可以不必来这一趟。和亲是你们天宁提出来的，东华也答应。本太子让你们直接送人过来，合本太子心意，本太子就留着；不合心意，本太子便养着。过来是给尊重天宁，没成想竟被人赶出驿馆。分明是你自己要走，明泽只是带人围了驿馆，想要查找一下明珠而已。东方太子莫生气，这件事情是明泽不对，从这件事情上，姑也看出明泽难当重任，已经拟了圣旨，废除太子之位。皇上，皇兄，母后，您也看到了，明泽自出生起就是太子，所以养成这无法无天的性子。姑今日不废他，天下人要如何看待姑？可你也只有明泽一个儿子，废了他，这王位……母后，姑年纪不大，相信老天爷定会保佑姑再生皇子。若真没有，姑便从亲王世子中选一个优秀之人。你，皇上，就算从亲王世子中选，谁人有自己的亲生儿子来的重要啊？可那是个不争气的。王上的做法，本太子赞同。东方太子，外面还有一众朝臣呢，让明泽给东方太子道歉可好？太后娘娘这是哪里话？这天宁国不是姓景，大臣是辅佐王上，但王上才是君，他们是臣，难不成臣说什么君就非要听？一国之君做不得自己的主，还要受臣子的威胁，天下岂有这样的道理？殿内一片安静，没有人说话，全都各有所思。而东方浩洋的这些话全都说到了王上的心坎上。这些年他对太子是疼爱，可是这些大臣很多都已经倒到太子那边去了。法不责众，明知故犯，就是有意为之。若只是因为法不责众，那便不法，无规矩不成方圆。
本太子就先回去了，等王上的结果。真是没意思，若是本太子，那些人敢威胁本太子，便集体降职，奖罚分明才是好的处理办法。这东华国太欺负人了，竟然跑到我们天宁来指指点点的。明泽如今连姑的话都不听，可见是翅膀硬了。母后还是回宫养着吧，不去看奏折了。皇上，你可不能废太子呀，你只有这一个儿子。母后说的是，我只有这一个儿子，可是这个儿子不争气，我便不能将天宁的百姓交到他手上。亲王家的世子有几个挺有出息，姑会好好考虑。皇上，送太后回宫。是。母后，皇上现在真是越来越随性了。你也回自己宫里去，别有事没事就往宫里跑。你自己身上的伤才好了没多长时间，这次是太子过分了，东华国岂是我们天宁能招惹的？这孩子当真是宠坏了，这般大的事情，哀家要保住太子，可他一个长公主掺和进来，便不好了。长公主现在不明白您的用心，以后会明白的。他做的错事不少，哀家今天这一趟必须要去。纵然知道太子是错，应该废了，可是该做的样子还是要做。娘娘这是为了……事情东窗事发，哀家只能求保长公主一命就行。王上也是哀家的孩子，刚才哀家逼他也很心疼，可那些大臣确实太过分，竟如此逼迫王上。从今天起，哀家病了，谁也不见。是。老奴听说王后那边也在准备对付平安公主，不如老奴在背后看着，适当的时候顺水推舟。可以。王后那边哀家怕是保不住了。寻常人家嫁了女儿，往日里来往就少了些，可是皇室很多事情都是息息相关的，哀家以前一直帮着谷家，如今也是不行了。娘娘您病了，自然是什么事情都管不了，老奴这就请太医过来。去吧，让李太医过来，哀家这病也只有他能治。是。皇上接连下了3道圣旨，一道废太子，2道为太子求情的大臣一律降官位2级，而进宫觐见的官员一律升官位1级。圣旨出，众人哗然，整个王城都沸腾起来。废太子的圣旨已下，事情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，那些人也只能离开。唯有王后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整个人瘫坐在地上，一脸的不可思议，眼底满是死寂与绝望。太子更是听到消息之后，怒极攻心，晕了过去。王后只能急急地随着人去太子宫里。一连3日，王城都因为废太子的事情而闹腾着。在这期间，太子生病卧床，王后生病卧床，太后生病卧床。相对于外面的热闹，后宫倒显得有些死寂。那日小姐央查的事情有消息了。如何？与王后娘娘同年怀孕的还有古大人的妻子，不过古大人妻子的孩子没有留下，听说生下来是个死婴。可有查清楚？已经查清古夫人与王后娘娘怀有身孕的时间差不多，因为2人关系好，所以古夫人有时会进宫看王后，宫里不少人知道。景明泽出生的时候，古夫人也产下了一个死婴，是女孩子。古夫人因为这件事情一直都郁郁寡欢，听说生死婴的时候伤了身子，再也没有办法怀孕，没2个月人就没了。可是古康的母亲？正是。古夫人的妹妹，你可有查过，在哪能遇到她？这位李夫人有自己的首饰铺子，平日里也喜欢过去盯着。如果小姐想见见这位，倒是可以去铺子见。就是不知道这位李夫人与古夫人2人长得像不像？哎呦，这位小姐，您是要定制还是直接买现成的呀？我都看看。
这个怎么卖的？客人是第一次来我们店里，给您打个折扣。这簪子往日里需要90两，今天算您80两。哟，夫人来了。臣妇见过平安公主。夫人是如何知道我身份的？臣妇有幸见过平安公主。这是夫人的铺子。是。公主想买个什么，臣妇给您推荐。想必李夫人也听说了吧？明珠公主回宫了，我想买个礼物送她。夫人能不能帮我出个主意？我要送个什么好？明珠公主从小到大最受宠，平安公主想要送东西，恐怕明珠公主也看不上我铺子的东西啊。公主，要不我们去后院说话？好呀。公主以为是因为自己，明珠公主才出宫的。是。不是的，腿长在她身上，是她自己出宫的，与你没有任何关系。真的吗？李夫人真好。公主，我铺子里点心不错，公主尝尝吧。好呀。罗兴磊与李夫人闲聊了一番，干脆就说自己不买了，转身离开。李夫人也没有待太久，就离开铺子。接下来几日，罗兴磊几乎天天都去铺子。第二天没有遇到李夫人，他表现得一脸失落。接下来2日，他去全部都遇到了李夫人，便拉着她说了许久的话。公主是不是感觉无聊？我心里闷。夫人，我有些事情想不明白，当年那些宫里的人为什么要将我送出宫，还换了明珠？明珠又是谁的孩子呀？可我发现明珠公主与父王长得挺像的呀。是呀，有5成相似之处。若真说起来，他感觉明珠公主长得像王后。可这话他不敢说，他家婆也说了，孩子跟着谁长大就会偏向谁一些。我们镇上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是主人身边的丫鬟干的。丫鬟家里穷得很，她自己哥哥家孩子会饿死，所以在主人生下来孩子后，悄悄将孩子给换了。丫鬟的侄子跟着主人吃香喝辣，主人亲生女儿在村子里干活，每天挨饿受冻。后来有天主人去上香，主人的女儿也去上香，两人遇到了，主人见孩子可怜，就给了一些吃的。回去后主人做梦梦到那孩子，之后总感觉心里不安。好在那几日丫鬟病了，身边只有一个嬷嬷伺候着。过了好几天，主人就让嬷嬷去查一下那孩子是谁家的，看能不能帮上忙。可这一查，竟知道是丫鬟哥哥家。往日里丫鬟也会说自家哥哥嫂子对侄女多好多好的话，主人看到的却是另一幅场景，心起疑惑，就自己悄悄去看。可他一眼就看到自己儿子与丫鬟哥哥长得5分相似。主人回去细查之后，最终肯定自己家孩子被换，与夫君商量一番，直接将丫鬟等人送进牢里，包括他养的那个孩子，只将自己亲生女儿接回家。同孩子一起被送进牢里？是啊，那孩子已经长大了，丫鬟告诉他事实，他知道的。可那孩子到底是主人家养大的？这孩子以前就知道自己的身世，却没有说出来，也没有照顾到主人家亲生的孩子，证明他心思不纯。而且主人已经将他的亲生母亲送进牢里，难不成再养着人家孩子，心里不膈应吗？所以我疑惑得很，寻常人家没有守卫便也罢了，就是一些大人家中也都是有守卫的，想送个孩子进去千难万难，何况是宫中。当年景明珠到底是怎么进宫的呀？李夫人心里抽了一下，她突然想到自己在谷家看到的姐姐本不足月，听说突然要生产，她便急忙赶过去。可还是去晚了，她到谷家时就看到谷老夫人上马车直接离开了。当时她还挺不解，就听到下人说王后也难产了，谷老夫人进宫去看了。女儿生产，娘担忧，这也是人之常情，她并没有多想，一路进去见姐姐，才知道姐姐生的是个死婴。当时她连看都没有看到，说是谷大人发话让直接埋了，免得看了伤心。
现在想来，他思想越来越偏，甚至想到了某种可怕的可能。夫人，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，不如早些回去吧。我这2日便不出宫了。太子，不，明泽皇子，他被废之后，整个宫里都低气压。我先在宫里待2天，再出来找夫人说话。李夫人不知道是怎么送罗星磊出去的，整个人恍恍惚惚的从铺子出来后，就直接回家去了。是朝中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还不是国公爷那一党的人，最近可劲儿的给我们找事儿。这朝中真是越来越乱了，全都是太子一手挑起来的，真是，哎。吃饭没有？还没，气都气饱了。你最近不是一直见他？公主说明珠公主与王后长得很像。这件事情以前不是有很多人说，不都是因为养在身边的缘故啊？可明珠公主与王上也有几分相似。闻言，李大人立刻上前2步，靠近李夫人，皱眉道：小菊啊，你是不是糊涂了？我就是不甘心。姐姐死得冤枉啊！她曾经午夜梦回，很多次梦到姐姐死前的样子。她一直痛苦地说孩子没死，她的孩子没死，可大家都不信，都以为是她生孩子之后太过伤心了，一直说疯话。不哭了，我们先查一查，若事情是真，那就让真相大白于天下。可是还有谷康啊，姐姐若知道，定然不希望谷康受到牵连。这么多年你都没往那方面猜，今天平安公主提醒你以后，你就往那方面猜，你不解决，平安公主就不会管。我想替姐姐报仇，可是谷康怎么办？谷康现在有小官位，当年他也只是个孩子，只要他自己努力，肯定有大好的前途。若是他自己作死，那谁也拦不住。我知道，可平安公主明天是不是不会找你了？你怎么知道？平安公主来找你是因为姐姐，或许她想要得到你的帮助。如果这件事情上你不与她站在一起，她依旧会有其他办法来解决。平安公主只是提醒你，这2天她不来找你，只是想你自己去查清楚，然后考虑一下要怎么做，这是给你时间。那可是王后啊，她怎么可以抢别人的孩子啊？后宫娘娘们生的都是公主，到底牵扯到皇家，我们有几条命够搭的？好，你且放心，我这2日查查。一会儿你小心点，怕是有人要敲你闷棍。小姐，我不想。她怕疼啊，她可以自己走开的，真的。行，那你扶我到那边坐下，就去给我找披风。谢谢小姐。罗星雷感觉周围有2个人，还是有内力的。二丫一走，他干脆就直接一手搭在美人靠上，直接装睡。对方许是怕他醒过来，直接用帕子上前来捂住他的口鼻。罗星磊顺势就一软，迷药他是受不住的，不过他没有闻。小磊，他无语了，感情这些人都想让他与东方浩洋发生点什么呀？这老天是耍着他玩的吧？怎么是你？我要长相有长相，要身份有身份，怎么还不如其他男人了？你就是身份太高，配不上，所以我就期盼是别的男人。你越是厌恶我还就是要娶了你才行。美死你！放开！送我们进来的人，没准这会儿就在外面守着呢。你这样出去，岂不是要让人发现？要走也不能从正门出去，外面肯定有人盯着。哼！跟我来。罗星磊回头就看到东方浩洋的手不知道在哪里按了一下，靠在墙边的柜子动了，然后他们就到了另一个屋子。你怎么知道那里有机关？刚进来时就发现的。
哼，既然来这里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去将皇兄引过来。亲兄弟你都要算计？皇家兄弟情，有几个是真的？好，你去引人过来，我去抓景明珠。小心点儿。母后明明跟他说过会直接派个男人过来，没想到竟然引来了东方浩洋。他生气，为什么这么好的男人母后不留给自己？果然他不是母后亲生的，就是不一样。行了，你去将消息传给母后吧，我在这里看着。景明珠见没有人，直接抬步就往院子里去，这让冲着他过来的罗兴磊停下步子。罗兴磊站在暗处，看着景明珠一步步的，甚至有些急切的往房间去。这还省事儿啊！站在这里干什么？你不是去找禹王了？怎么在这里？派人去了，很快就能带过来。景明珠呢？人家缠你身子，这会儿主动进去了，还省得我费力。可我只缠你，我只中意你，我只在乎你。不去。哎呀，小姐，没事，扶我过去找地方坐。小姐，要不我们回去吧？罗兴磊摇头，他现在不能走，好戏都没有看，为什么要离开呢？他还要看一下王后精彩的脸色呢。别想，王后娘娘带着人过去了。王上呢？也一起过去了。王上，是臣妾的错，欢愉回宫后，臣妾就该好好教导他的，不成想竟发生这种事情。王上气得脸色铁青，抬脚就给了王后一脚。他不相信欢愉那么聪明的孩子会做出这种事情来，定然是遭人算计。若是今天不查看一下，谁知道里面是谁？可若是查看，万一真是欢愉怎么办？皇上，皇后娘娘有什么话说的不对？平安现在虽为公主，可她到底是在宫外长大的孩子啊。宫外长大的孩子又怎么样？姑说她是姑的女儿，她就是姑的女儿，谁人能说什么？王上，是臣妾的错，都是臣妾的错。既然王上不知道里面是平安公主，那推开门去看看就是了，又何必在这里拿王后撒气呢？哟，这是怎么了？有热闹？东方太子，本太子刚才听到了平安公主的名号，这是怎么了？突然里面传来高亢的声音，东方浩洋心下一突，这战况激烈呀。这里面是平安公主。长公主真是好耳力，这怎么就听出来是平安公主了？刚才本太子过来的时候还遇到平安公主，她难不成会分身，又到这里来了？是不是的？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你进去看看是谁？是。于公公胆战心惊的应了，心里怕得很，不过还是立刻上前推开门进去。当看清床上交缠的两个身子时，眼底闪过一丝笑意，又慌忙退出去。如何？是明珠公主与禹王爷。不可能是明珠，你骗人，怎么可能会是明珠呢？王后娘娘若是不相信，可以自己进去看。里面那激烈的声音不停地传出来，站在前面的男人还好，后面的女眷以为人妇的都站着，但也是面红耳赤。明珠，不知廉耻！公主，臣妇知道公主的用意。夫人可想好了？我让人查了，可是什么都没有查出来。当年的那些人要么死了，要么身份尊贵，我也查不上。你想知道当年的事情？是，臣妇什么都没有查出来，还请公主明言。李夫人猜到的就是事实，我这边也是因为没有证据才会找李夫人，毕竟李夫人与古夫人相似，也许李夫人有办法让当事人说实话。公主，
李夫人可以先考虑一下，只要李夫人愿意，剩下的我来想办法就是。而另一边，王后一行人往回走去，远远的还没有走到王后宫中，队伍后面就闪过一个白影，长长的头发飘在空中。刚开始走在最后的2个公公感觉到后背发凉，又走了几步，感觉还是发凉。2人齐齐回头看去，就见近在咫尺的长发与白衣在黑暗的夜里显得那般的阴森恐怖。鬼啊！那是什么？老奴不知道。有鬼！王后本就腿软得很，这会儿现场除了她与嬷嬷2人没有逃，没有吓晕外，剩下的人全都是吓晕了的。他们倒是想逃，只不过吓得腿太软，站都站不住。嬷嬷扶着王后，身子也在打摆。罗星雷手上拿着弹弓，然后对着嬷嬷的太阳穴射去，嬷嬷一下就晕了过去。顾家荣，你还我儿子！你还我儿子！这充满恨意的声音在安静的夜里显得越发的空荡。四周一片漆黑，王后听到声音是从身后传来的，僵硬着身子一点点的转身。王后吓得一口气没提上来，差点晕过去。你为什么要偷我儿子？为什么要偷我儿子？他明明是我的儿子，我生的不是死胎，不是死胎。钱玉，你别乱来，这是在宫里。宫里？你别过来，我待他很好的，让他从小在王室长大，他还是太子呢，他还是太子。太子？他现在已经不是太子了。不是的，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，还有长公主，是长公主做的，孩子也是长公主帮忙换的，与我无关呀。我生孩子的时候，长公主并没有去府上，她怎么会换孩子？你少在这里胡搅蛮缠，我要你的命！是长公主先换了我与兰贵妃的孩子，随后她又给我出主意，让我直接杀了兰贵妃的孩子。我不太愿意，长公主便道这孩子留着也是祸害。最后她又出了一个主意，让人去抢你的孩子。当时你也刚好在生孩子，长公主就去找娘，让你生的是个女孩，那便没事，可你偏偏就生了一个男孩。后来娘悄悄将你孩子换了带进宫来。此话当真？这也太可恶了。王上与岳贵妃远远的就听到说有鬼，2人急急赶过来，刚刚好听到王后供认不讳。王上险些没有站稳，连连后退数步。皇上，姑没事儿，你先去悄悄将王后和长公主带到岳贵妃宫里，秘密行事。是。见过父王、王后娘娘、贵妃娘娘。欢愉来了。 2人刚刚坐下，住在宫里的景明珠就来了。景明珠心中忐忑得很，不过想到她已经被赐婚给东华宇王爷，就没什么好怕的。就算她不是父王的女儿又怎么样呢？现在她已经算是半个东华国人了，父王也不能拿她怎么样。王后还跪在地上哭得不行。皇上这是干什么啊？有什么话不能在本宫在宫里的时候问呢？本宫都已经出宫了，你非让来请我。请你来自有要紧事。王后你来说。臣妾知错，臣妾知错，还请王上饶命啊！你若是现在不将事情讲清楚，姑让你生不如死。是长公主，这一切都是长公主先提的，因为驸马之前一直喜欢兰贵妃，长公主心有不甘，才会想要杀了兰贵妃的孩子。皇上与太后出宫去祈福，也是长公主去说动太后，才有了那一出。当时兰贵妃生了，长公主就想要直接杀了平安公主，后来是臣妾让将孩子送出宫的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什么孩子？我到底有说什么？本宫不知道。
也是长公主出的主意，让臣妾将自己的孩子放在兰贵妃身边，然后再将明泽抱进宫。将你的孩子放在兰儿身边，将兰儿的孩子送走，这样你的孩子依旧可以在你身边长大。不对，不是这样的。兰儿是心善，但兰儿聪明，若你们换了她的孩子，她身体没事肯定会发现，所以你们害死了兰儿。只有兰儿死，你放在她身边的孩子才会成为兰儿的孩子，是你们。同样第一次知道消息的景明珠愣了，她不可思议地低头看着跪在地上的王后。她是公主，她是天宁真正的公主，她并不是外面抱来的。那她又何苦去算计东华国的人？在天宁当公主不好吗？为何要和亲呢？她还要嫁给那个讨厌她的宇王爷。这一切都是眼前这个女人的错。她明明是天宁的嫡公主啊，她是真正的嫡公主，可到头来却成了王后膝下养大的，这区别可就大了去了。景明则更是不可思议地看着王后，他们发现了她不是皇家子嗣，她是古家的孩子。不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兰贵妃的事情，臣妾不知道，臣妾当时在生明珠，并不知道兰贵妃宫里的事情。你来说。当然没有，兰贵妃是自己生孩子死的。你若是不说实话，姑不介意让你看不到明天的太阳。你怎么敢？你怎么敢？我是你长姐。那又如何？如今你连个实话都不敢说。为什么？你们男人都要喜欢那个贱人？那贱人有什么好？我就是长了一副狐妹子的长相，你们都是。因为她你们看不上其他人，后来她进宫，那人对她念念不忘，就连我们有儿子之后，她更是再也不愿意碰我。就是因为那个贱人，我如何能不恨她？曾经多少次午夜梦回，我都恨不得直接将她挖出来鞭尸。所以你不单单设计刚出生的我，连我母妃也不放过。不要杀她，别脏了你的手，你母妃不会希望你用如此办法为她报仇的。欢愉，不会让她受到惩罚，你别脏了自己的手。不行，她要去求母后，现在只有母后可以救她。皇上，当年的事情是臣妾一人所为，与孩子们无关，他们当年都还在襁褓之中。哼，明泽，你可知道这件事情？不知，儿臣不知。当真不知？我虽然回宫不久，但我也知道，你似乎不开心的时候就不会回东宫，而是直接去国公爷府上住，是吗？以前他是不知道的，就在3年前，他去国公府上的时候，听到谷康与谷大人聊天，才知道自己原来是谷家的孩子。当时我也是襁褓中的婴儿，当真不知。可还有其他人参与此事？没了。听闻当年诗林公主的母亲与我母妃住同一个宫里，你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她不知道？温贵人不知道，当时兰贵妃生完孩子，温贵人就在自己宫殿内休息。可是王上倒是想起来温贵人这个人，一个性子极好的女人，他现在甚至有些想不起来那个女人的脸。不过那个女人的死因是给他戴了绿帽子。说，温贵人当年的事情是不是你们陷害的？温贵人当年是被冤枉的，她当年并没有偷人，而是因为她事后一直怀疑兰贵妃的死因，悄悄在后面查，我们怕事情暴露，所以才会对温贵人动手。哼，来人！王后以身份陷害温贵人，即刻打入冷宫，贬为庶人，为温贵人建陵墓，妃位安葬。温妃之女诗林，赐封号长乐。是。于公公，明泽身子不好，
你亲自将人带下去，就让明泽在东宫养着吧，减一些人手，别让人打扰到他。是。张杰，姑待你不薄，为何要害姑的女人，还要害姑的孩子？皇上，要怪只能怪你喜欢的人是他，如果不是他，我这辈子也会生活得很好。母后可知道你做的这些事情？长公主愣住了，她所做的这些事情从来都没有对母后说过，她不知道母后是否知道。王上心中一片寒凉，这宫中之事鲜少有能瞒过母后的，所以母后知道明泽不是她的儿子。这件事情到此为止。国公爷的重重罪行就放在龙案之上，国公府连夜被抄家，全府上下打入牢房。儿臣有罪。行了，起来吧，地上凉。你这丫头倒是厉害，这么重大的事情不与我说一声，便直接设局。父王，儿臣手上没有证据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那个鬼是怎么回事？父王，那是李夫人，与谷康之母是亲生姐妹，两人非常相似。哦，这件事情还有其他人参与？儿臣只是让他装鬼吓唬对方，事后儿臣就已经派人将李夫人送出宫。李夫人之所以愿意做这些事情，是因为当年的谷夫人也是被谷父所害，李夫人只想为姐姐报仇。你是怕李夫人受到牵连？李家家庭和睦，儿臣也希望李夫人好好的。所以你这么晚过来找我有何事？李夫人当初答应儿臣帮忙，提出来一个要求，要保谷康一命。这些人本都是该死之人，能留下谷康一人，他岂能愿意活？儿臣想去牢房看看谷康。让于公公陪你去。是。大胆，看到平安公主还不行礼？罪臣见过平安公主。起来吧。你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？谷康知道家中之人犯了错，且是罪无可恕，所以谷康就是罪臣。所以你知道景明泽就是你的亲弟弟？是。你姨母求我留你一命，你姨母与我有些交情，今天这事她不知，但因为之前答应过她，所以我现在必须保你一命。这些皆是因为你的母亲，你原本有一个和睦的家庭，弟弟出生，家里更欢喜，但因为你家中长辈的贪念，成了今天这个局面。你既然清楚你家里那些罪行都是借口，那便应该知道能留下你一命有多难。你母亲生你的时候，必是抱着许多美好的期许，后来你弟弟被抱进宫，而你父亲将外室的女儿抱回来当嫡女，怕是无人能容忍的。谷康不想说了，他是不想独活，但他也不喜欢父亲做的那些事情。你姨母能求到我，只是为了替你母亲做些事情。你若愿意好好活着，之后便离开王城，永远不要再回天宁。以你的才华，去什么地方都可以活。多谢公主。处理完谷家的事情，罗兴磊便回宫去了。谷康自是不可能光明正大的放了，具体怎么操作，那就不用他去管了。失灵谢平安公主。本以为这辈子都没有机会为母报仇了，没想到平安公主回来，一切就都解决了。昨天晚上听到传出来的圣旨，她兴奋的一夜没睡，甚至想要立刻去将这个好消息告诉自己母亲。这么多年了，终于还了母亲一个清白。起来说话吧，如今你也是长乐公主，不要动不动就跪。封号什么的我一点也不在意，我就希望我母亲可以得到清白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以后也会好起来的。今天早上他接圣旨的时候，就接到了王上的赏赐。以前他很少得到这种赏赐，除非是过年的时候宫里大赏，他才会因为自己是公主得到一个父王的赏赐。
景世林的日子不会苦，这一切都是他母亲用命换的。事情发生的第5天，冷宫里的王后染上恶疾死亡，同天也是古家人行刑的日子。长公主被送出去的第6天，削发为尼；第16天闯入一伙山匪，长公主死于非命。公主，这么着急干什么？外面有狗撵你啊！景明则没了。没过一会儿，于公公过来传旨，因为景明则是染疾而亡，有传染，各宫就不需要去前面吊唁了。后来罗兴磊听说景明则下葬是以太子的身份下的，可是棺椁里是空的，景明则本人的身体被谷康带走，与谷家人埋在一起。王上，公主，岳贵妃宫里传消息过来，娘娘刚才突然晕倒了。罗兴磊噌的一下就站起来，王上紧跟在后面，两人急急的就往岳贵妃宫里去。恭喜王上，贺喜王上，贵妃娘娘是喜脉。喜脉？为何人还没有醒过来？娘娘虽是喜脉，身体也大有好转。让祝来一进宫，姑要好好赏他。多谢父王，不过来一姐年纪到底不大，树大招风。无妨，那便封她为女官，也让她为后宫中其他人调理调理。父王，这几天让来一姐进来帮各宫的娘娘把脉吧，若是需要调理就开药，不需要调理的那便也没必要。好。父王，来一姐与我一样，从小都是在村子里长大的，自由习惯了。您若是封她为女官，以后儿臣想见她一面，恐怕都难了。行，你不愿意便算了。不过你刚才也说了，要为其他人把脉的。是。第2天就有更好的消息传来，祝来一去把脉，竟然把出来一个贵人，一个嫔妃也有喜了。只是这2位的月份前一些，所以还没有发现。一下就有3位娘娘有喜，王上欢喜得很。其他女人倒是急了，个个都找祝来一把脉。祝来一下在宫里成了红人，各宫娘娘知道她与罗兴磊的关系，对她那叫一个和气，还各种的给好处。小磊，你什么时候回去啊？带我一起吧，这宫里实在不是人待的地方，我快要疯了。这是怎么了？现在你去各宫不都是好吃好喝招待着，怎么将你累成这样了？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受不了啊！你是不知道这些人有多疯狂，有些身体好的跟什么似的。他问我为什么王上去过他那里一次他还没有怀上，这东西是一次就能怀上的，那也是要看运气的。总之最好离开这里，宫里的女人太疯狂了。我本计划着要回去，这不是岳贵妃怀孕，我想等她月份稳一些再回去。你可赶紧回吧，宫里还有太医的，你想想还有几个月就过年，今年过年你肯定不能在家里过吧？你回家能待多长时间？这一来一回的也需要时间呢。早些走吧，回去多待几日，太爷爷和太奶奶也会很开心的。那我明日就去跟父王说说。你可抓紧吧，我要跟你一起回去，真心是受不了。谁呀？是不是村里人过来了？谁呀？姓肖，谁呀？二姐。怎么着，你还不让我回家？快进来。小磊。娘。罗兴磊快走几步扑进关小妮怀里。离家日日夜夜，地位再高再受宠，好东西再多，有何用呢？那些都是没有感情的，只有这里才能将心填满。娘，我爹呢？大哥大嫂他们2个也不在吗？你爹去太爷爷家了，你大嫂带着一成在娘家，今天回去的，你姐在县里。我说你要回来，娘非不信我。关小妮白了他一眼，饿不饿呀？娘去给你做饭。有点。你坐着，娘去给你煮面。我跟娘一起去。你坐着，这
这种事情你怎么能干？我为什么不能干？以前在家里不也干吗？现在我不是娘的女儿了吗？没有，娘不是这个意思，你永远都是娘的女儿。娘想着你刚回来，一路肯定累了。不累。罗星磊摆手，与关小妮一起去厨房。娘，您还是多做点吧。我二姐回来的时候，身边带了侍卫，跟着二姐一路回来，肯定也没吃饭。小磊几个人呢？无忧和二丫，还有4个侍卫。青笑，一会儿就安排他们住小叔家的院子吧。好。爹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刚才在爷爷家，没听到村子里有动静。那会儿回来的，你让孩子先吃过面再说话。哦。回来真好，回来真好。刚才你太爷爷还念叨着呢。今天太晚了，就不过去了。我怕过去后2位老人家太过激动，晚上觉都睡不好。明天去，我估计明天你太爷爷就先一步过来了。吴婶子怎么了？不认识我了？吃饭没啊？罗星磊先笑盈盈地开口，他还记得自己穿过来没多久，吴婶子还给过他好吃的，是个好人。公主，活的。婶子。哎呦，公主啊，您怎么能扶我一个妇人呢？我是小磊，罗爱福家的二闺女，不是什么公主，在这里没有公主，只有罗星磊。你这丫头会说话，这是要去你五爷爷家？嗯。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昨天晚上回来的。吴婶子您先忙，我先去五爷爷家。哎，好，你去。罗星磊去罗武家，吴婶子呆呆地看了好一会儿，撒腿就跑。没一会儿，整个凹山村就都知道，他们村里养大的公主回来了。于是罗武家很快就围满了人。孩子爹，你去看看谁敲门呢？来了。小磊。五爷爷，才多久不见，你就不记得我了？是五爷爷眼花，一时竟没有认出来。快进来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昨天夜里。爹娘，你们快看谁来了。丫头，回来啦。太奶奶，您身体可好？小磊很想您。好得很。罗老太太说话的时候不停地点头，眼泪就顺着眼角流下来。她激动地用帕子擦着，然后拉着罗星磊的手不放。罗老爷子也慌忙走上前，2个眼睛盯着罗星磊，生怕一眨眼人就跑了一般。太爷爷，我也很想你的。罗星磊这个吃过饭的人，硬生生地被拉着又吃了一顿。罗老太太是如何都不让他走，拉着他问东问西，罗星磊都一一回答。我先回来的，队伍还在后面，恐怕还有几天才能到，礼物在后面马车上。都是一家人，什么礼物不礼物的，就是你空手来，太奶奶也高兴得很。就是，你能回来看看我们就已经很好了，再说都是自己人，要什么礼物呀？其他人其实真没有想过收罗星磊的礼物的，他们就是想看看罗星磊当公主以后是什么样。平常他们能见到的官，恐怕就是偶尔去县里看到穿着衙役服的衙役了。公主这辈子都没有想过的。万万不可，我还是罗星磊啊。先君臣，再论其他，这礼是要行的。小磊见过族长，各位长辈。村里人听到公主回来，全都激动得很，这会儿已经全围过来，就想看看。让大家回去吧，中午全村在我家吃饭。不过我家人手不足，可能还要族长帮忙安排几个会做饭的。没问题。虽然凹山村以前是个闭塞的小村子，可是由于凹山村养出来一个公主，现在可不同于以前了。以前凹山村娶个媳妇儿难如登天，很多人都不愿意的。现在大家可是眼巴巴的往这边嫁，
一来凹山村家家富裕，有养殖场，村里都没有土坯房，有的都是大砖房；二来凹山村出了一位公主，这就是凹山村的守护着，谁敢欺负凹山村的人，凹山村的人现在出去向来都是讲理得很，生怕给公主丢了脸。直到天快黑时，家里人终于散了，罗家人也齐了。罗爱春没走，刘大志带着刘老夫人先回家。小姑，时间过了很久。是啊，好久了。小姑，我要嫁到东华国去了。嫁到东华去？那也太远了。你现在不是公主吗？那岂不是和亲？你父王他怎么能舍得让你去啊？小姑，你先别急，是我自愿嫁过去的，父王没有逼我，他甚至询问过我的意思，若是我不愿意嫁，就可以不嫁。当真？小姑，我还能骗你不成？我母妃是父王最喜欢的女人，所以他对我疼爱得很。你是不是为难？要不就不嫁了，你跟王上说说，回家来，家里安逸，没那么多事儿。小姑，我一日不嫁可以，但这辈子不嫁怕是不行。是东华国的那个太子？是他。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，若是事情不对，或者在那里受了欺负，你就回来，若是不能脱身，那就假死。你是大夫，肯定有办法的，小姑相信你，回来以后咱就住家里。好，小姑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，一定会好好的。小姑相信你。日子越来越近了，罗兴磊倒是平静下来，每天没事就是陪陪家人。罗爱全一家回来了，出门好几年，原本就打算回来看看的，后来听到说罗兴磊回村，他们就动身了。同样的，也是听到说罗兴磊要嫁到东华国去，生怕错过这次，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一面了，所以他们回来了。罗爱全回来，罗六两口子过来了，但因为罗兴磊在，两人不敢闹，过来看了一眼就回去了。之后每天都来，低眉顺眼的，不知情的人还挺同情他们。罗六老两口最疼爱的罗新辉，在进石家之后，日子过得糟糕。听说后来人消失了，刘兰兰带着儿子在县里住，也没有嫁出去，整日里与嫁到刘家的两位嫂子闹得厉害。其他人过得都挺好。小姐，你去县里见二丫，告诉她我这次不打算带她走。小姐。罗兴磊打开，看到是王上的笔记，内容也是问他什么时候回宫，并且表示冬天了，这边要下雪，就怕路上不好走，怕他过年赶不回去。这已经是来的第3封信了。我可以带着你们，是因为你没有牵挂，但我不能带二丫，她有牵挂，我不知道东华国是什么样，万一……是，属下这就去说。着手准备吧，再过10天出发。是。罗兴磊翌日去县里是为了告别，马老夫人当初对他照顾有加，这次去县里也是为了看看马老夫人。马老夫人知道他要离开，挺不舍，拉着他说了许久的话。从聊天中他知道马子轩成亲了，在知道她是公主的时候，马家给他定了一门亲。马子轩虽然不愿意，但对方是个好姑娘。小姐，还请小姐带二丫一起走。有什么话起来说，跪着干什么？二丫与爷爷说好了，二丫要跟着小姐一起去东华。你爷爷年纪大，留下来照顾他，此去东华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小姐带着二丫一起走吧，老头子留在这里很好，这里的人都很照顾我，不需要二丫留着。这丫头一直都在小姐身边伺候着，若是小姐身边没有二丫，怕是也不习惯。但是二丫走吧，这里有我们照顾着，老人家不会有事儿了。您知道我此去东华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二丫，我只能尽力护。
老头知道，小姐身边更需要人。再说，老头这把年纪，能活下来也是小姐救的，没什么遗憾。二丫哭得厉害，她舍不得爷爷，可是她也希望跟着小姐一起去，不能让小姐只带着无忧去。最后的结果，罗兴磊同意带着二丫一起离开。在县里停留了一会儿，他就打算回去了，可还没有出县里，就遇到一个人，一身的狼狈，整个人呆呆傻傻地坐在街头，有不少男人还围着。罗兴磊远远就认出来那个人是花院的花娘，之前陈宗华被卖进花院的时候，花娘还卖过他人情，怎么好好的一个人就变成现在这样了？无忧，去看看怎么回事。是。小姐，花院被人砸了，楼里的姑娘全被人杀了，只留下花娘一个，半年前的事情。这么大的案子，知县没有查出来凶手吗？为何被人杀？花院为何被人砸？这是悬案，之前刚发生的时候挺热闹，后来您回来，大家更关注您的事情，这件事情便没有多少人说。去将人带到一门去。是。老身见过公主。你没事？老身没事儿，双峰卖傻，只不过是为了能苟活着。听说你的花院出事了？是。那些是我父亲那边派来的人。我娘本就是妓，因为长相漂亮，所以被我父亲看中。后来娘怀了我也是在那个地方长大的。父亲为了表现自己心中是有母亲的，便将园子买了送给我娘。好景不长，我10岁的时候，我的存在成了他们家族的耻辱。于是他们就像这次一样，直接派人过去将那园子里的人全杀了，包括我母亲。可没想到他们找到了这里，他们杀了我园子里所有的姑娘。我可以去死，可是我园子里那么多条人命，谁给报仇啊？所以我只能装疯卖傻的活着。花娘要不要去洗洗？既然我让人带你过来，那你便先住这里吧。他们不会放过我的。怕什么？我一门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欺负的。谢谢公主。乃一姐，放消息出去，说花娘的病没有办法医治，不过她与我有交情，以后就留在一门。好。公主，老身想留在您身边伺候。花院没的时候，花娘就已经死了，以后我只想跟在公主身边。你不想报仇？想。以我如今的现状，想要报仇，怕是需要好几天的谋划。你想借我的力？是。老身想借公主的力，以后公主就永远都是老身的主子。也许你当初放了宗华的时候，就注定我们之间有缘分。谢公主。明天我就要出发，你收拾一下，今天晚上让二丫带你去驿馆，明日跟着驿馆的那些人一起走。是。待我嫁到东华以后，会为你想办法的。是。让你跟在我身边，怕是委屈你了。公主不嫌弃我的出身，愿意让我跟在身边，已是我的福气。你很好。公主，可以出发了。太奶奶，你和太爷爷要保重身体，等我再回来看你们。好，一定要回来，太奶奶等着你。就是，你不回来，我们怎么舍得离开啊？他伸手抱了抱罗老太太，又抱了抱罗老爷子、孙氏、罗爱福、关小妮、自家大哥，总之亲近的人他都抱了。不要想我，多保重身体，别让我担心。知道啦，我们会好好的，你自己照顾好自己。马车出村，他眼泪不受控制地掉下来。他不敢撩帘子去看，
也不敢回头，生怕自己忍不住。已经出村了，他甚至能听到家里娘、外婆、大姐、太奶奶他们小声抽泣的声音。这般着急过来，甚至都不让人通传，你最好是有急事儿。父皇，儿臣是一时着急了些，所以失了规矩，还请父皇责罚。行了，朕知道你为什么而来，但你身为太子，应该知道什么事情能做，什么事情不能做。朕还是那句话，你的事情暂时不能定。父皇，他们都已经到了城内，若再不议事，怕是会传出很多不利的流言。他们到了，嫁妆还没有到，有些事情不必太过着急。你是东华太子，更是要好好的选一选，太子妃人选不可马虎。父皇，儿臣非他不娶。浩洋，父皇，儿臣若是没有猜错，他那死去的前夫就是儿臣，以前就是儿臣对不起他，现在儿臣不能不管。凡事讲究证据，若是你拿出来证据，朕就将他赐你。父皇，儿臣当初去天宁选和亲公主，就是为自己而选，如今人已到，她若是不嫁给儿臣，只怕是父皇也会受人非议。朕没有说不让她嫁给你，你是太子，自然可以多个女人。太子良娣这个身份给她也可，若她不是天宁公主，就凭她是个寡妇，万万不可进我皇家之门。父皇，行了，朕心意已决，出去吧，别在这里烦朕。见皇上是真的生气，东方浩洋没办法，只能转身离开。宫里传来口谕，太后有请。罗兴蕾慌忙换好衣裳，简单收拾之后便直接进宫。天宁景欢愉，见过太后娘娘。起来吧，听说你医术了得，过来给哀家看看。哀家动不动就会头疼，也不知你这个神医有没有法子化解。太后娘娘恕罪，欢愉已不再一人。大胆！你虽是天宁公主，可太后娘娘的要求，你怎能拒绝？欢愉在夫君去世之后，便再也不医人，希望太后恕罪。夫君去世与你医术有何关系？为何他去世，你便不能再医人啦？还请太后娘娘恕罪，公主当初因为亲眼看着驸马死在她面前而无能为力，从那之后便再也不医人，这种痛苦一般人是受不了的。你怎么了？欢愉无事，多谢太后娘娘关心。娘娘，平安公主远道而来，又是因为这样深情的理由不能给您医治，依老奴看，这件事情要不就算了吧。平安公主坐吧。谢太后。平安公主为何一直戴着面纱？回太后，自小便戴习惯了，所以一直都没有摘。听闻天宁国产美女，哀家倒是对平安公主的真容挺感兴趣。罗兴蕾这才慢慢地将面纱拿下，那绝世容颜露出来时，太后都不由得被惊到。果然是美人儿。多谢太后。罗兴蕾以为太后叫自己进宫，依着刚刚进正殿的样子，怕是想要找她麻烦。但是没想到后来太后竟什么也没说，问了一些她关于天宁的事情，没有再提看病，也没有提她前夫的事情，最后便让她回去了。公主，刚才那个屏风后面有人。太后宫中正常。在罗兴蕾走后，太后宫里，东方浩洋从屏风后面走出来，脸上的表情有些难看。你这孩子，你要见人，哀家已经想办法将人招进宫来，你这会儿还板着脸给哀家看呐？皇祖母，孙儿没有。这位平安公主是不是有什么隐疾呀？哀家见她那会儿神色特别不好，仿佛忍着极大的痛苦。
她有心绞痛，因为看着自己心爱的男人死在面前而不能救，后来她就得了这个病。浩洋，你当真要娶一个嫁过人的女人？你是东华太子，不在乎世俗的眼光。皇祖母，她嫁的人就是孙儿，孙儿再娶她一次，世人能说什么？那是你以为，如果你当初娶过她，以你的性子又怎会抛弃她？而且她以前是村里姑娘，后来就变成了公主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她是顶替别人身份？皇祖母，她不会的。世事无常，谁都不知道背后是什么样的真相。您刚才也见过她，她不是那种女人。说的好像你很了解她，她是哪种女人？你不过去天宁待了几天，与她接触怕是并不多吧？东方浩洋还真没办法回答这话，因为没有恢复记忆，他不了解。见孙子吃瘪，太后还挺开心的。小磊，别过来！你如何假死的？用药。罗星磊突然就笑了，很是嘲讽。他转身就走。你听我解释。好呀，你解释。我没有嫌弃你，你相信我。分头悄悄进去，第一时间寻人，找到之后直接打晕拖出来。是，不可被发现。莫东莫南去放把火，在不同的地方。是。放完火就出去，在外面等着。是。莫北与莫西在外面守着，我进去抓人。太子，属下去吧。听命令。是。听说走水了，你快去看看怎么回事，好端端的怎么会走水啊？是。东方浩洋慢慢从暗处走出来，医药转身正要回屋，不经意间看到东方浩洋脸色变了变。老臣见过太子。东方浩洋这会儿满是怒气，也没有说话，直接上前就将医药打晕，然后将人往肩头一扛，几个闪身就悄悄出去，神不知鬼不觉。没什么想对我说的？臣无话可说。从小我生病的时候，便是你一直在身边照顾，后来我游历各处，也是你一直跟在身边。在我眼中，你亦师亦友。可是当我发现自己最信任的人背叛我时，你知道我想做什么？我想扒了你的皮。臣该死。你用假死的方法将我带走，你可知道我的死带走他的心？他现在身留病根，怕是这辈子也不能根治。臣不知。所以你当初是如何让我忘记那些事情，现在就如何让我想起。臣不知道该用何种办法。你怎么会不知道啊？记忆不是你用手段磨去的，现在让你用同样的办法恢复，你如何就不会了？你是不是怕父皇？是父皇不让你帮我的？没有，并不是。臣只会抹去记忆，但不会恢复。怎么可能？老臣当时在您病好以后，向罗大夫讨要了一本医书，那本医书里有写如何假死，如何抹去部分记忆，但并没有写如何恢复。他的医书？是。你们嫌弃他的身份配不上我，其实她是天宁流落在外的公主，我去天宁和亲的时候已经选了她。很多事情表明我就是她之前嫁过的男人，但我却想不起来一丝关于我们的从前。她不相信我。虽然你之前是看医书，但现在你要想办法帮本太子找回记忆。是。当初皇上下令让带太子回宫，但他们去找时，太子不愿意回来。没办法，他都打算悄悄回来请皇上成全，谁知道皇上派碧海过来。碧海这人做事儿向来不留余地，在知道太子在凹山村这样的地方娶妻之后，甚至对罗家人动了杀念。
为了保住罗家人，为了稳住碧海，他冒险试了那本书中的假死药。正好那段时间不知道是谁想要杀太子，他们就顺水推舟设了一个局，让太子死在罗兴磊面前。至于后面的事情他就不知道了。皇上，平安公主身份虽高，可到底已是嫁过人的，太子身份高贵，位居东宫，娶不得呀。所以尚书大人的意思是，本太子若只是皇子或者王爷，就可以娶了平安公主。太子息怒，臣也是为了太子考虑才有此番言论。所以只要本太子不再是太子，便可以娶了平安公主。请父皇罢黜儿臣太子之位，赐婚儿臣与平安公主。整个大殿落针可闻，许久都没有动静。退朝！太子这又是何必？为了一个女人与父皇闹这么僵？我被罢黜不是正合你心意，一举两得。我倒是挺好奇，这位平安公主有什么魔力，可以让太子连储君之位都不要？魔力没有，但本太子确实不是很想要这个人人都想要得到的位置。比起坐在这里，本太子还是喜欢出去云游。如果太子当真不再是太子，在你大婚之日，本王定会送上一份大礼。那你努力让本太子早日不是太子。小姐，您看谁来了？父亲。你这丫头，长大了。您怎么来了？过来看看，上次听说你的事情，当时有事儿脱不开身，现在安定了，第一时间过来看看你。我还好，父亲这些年还好吗？到底是长大了，以前的时候叫我可是一口一个灵爷，甚至都不愿意叫我父亲。现在张口闭口就知道叫父亲了。灵爷可听过尔文国灭了狱卒的事情？听说了，这场战役打了挺久。是啊，不过尔文国也是厉害，狱卒不是好招惹的，但到底将两国之间的事情平息了。尔文国以前与狱卒都是小打小闹，后来尔文国直接派人主动对狱卒进行进攻。大家都以为尔文国在人数上与狱卒差不多，狱卒肯定会胜，谁让狱卒以好战出名呢？谁成想长达几年的战争，最后以尔文国全胜，狱卒灭收尾。什么时候对战事有兴趣了？也不算是，只是尔文国向来与东华不怎么往来，虽然两国是相交的局势，可都是大国，轻易不会动手。这次竟然以东华太子大婚的由头过来，有些奇怪。有什么好奇怪的，都是邻居，也许尔文国就是过来祝贺的。两国之间的祝贺，那可是要拿出来好东西的，拿不出来好的东西来祝贺，岂不是要丢了面子？尔文国会这么大方？你这丫头怎么将尔文国说得这般小气？倒也不是说尔文国小气，只是感觉尔文国战了多年，虽然拿下了狱卒，只怕也是伤敌1000自损800，现在还没有缓过来吧。你倒是什么都懂。尔文国的人今天就要进城了，父亲还是要小心些。小磊不知道您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，但总感觉京城的局势很紧张。你放心，你肯定不会有事儿，有我在。父皇，尔文国人行事向来如此，他们也许这次是没有想到。你现在开始为他们说话了？儿臣只是以为尔文国人来，父皇亲自去接，是尔文国人没有想到的。尔文国与狱卒对战几年，怕是内力早已伤了，现在也只是表面看起来强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不会想着与东华再发生冲突，更加不会想给父皇脸色。朕知道，你先退下吧。尔文国人进京的第一天，皇上没有接到人。第二天，尔文国的新国主便亲自进宫见皇上。东华皇上，尔文国主，欢迎欢迎。不许约束，便先一步进城，
还请东华皇上见谅。无妨，尔文国主先一步进来，当然要在城内玩了。自然，东华国的京城比我想象中的更有意思。而且这2天我还听到一个消息。哦，听闻天宁公主是已经成过亲的，可是皇上依旧将她赐给了你的太子，东华人不服气，甚至还闹出来不少事儿。哈哈哈哈，年轻人的事情。再说平安公主很优秀。他不知道耳闻国主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，是嘲讽他东华太子竟然娶一个已经成过亲的，还是想要表达别的？平安公主的确很优秀，不过东华国的百姓似乎都不喜欢这位公主。本国主想了想，要不这亲事就算了，也省得麻烦。国主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皇上也没什么意思，我与平安公主投缘，见过一面，所以便想着这亲事算了。尔文国主，2个孩子之间也是相互有意思，亲事怕是不能算了。随着皇上这句话说完，耳闻国主手上的茶杯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就碎了，茶杯掉地，耳闻国主手上还拿着茶杯的碎片。皇上刚才还能因为耳闻国主提出来让亲事算了，勉强保持笑意，这时候连笑都保持不了。耳闻国主这是什么意思？挑衅吗？听闻尔文国与狱卒大战，尔文国大获全胜，还没有恭喜尔文国主。小事，情理之中罢了。也不是什么小事儿，毕竟大战几年，只怕尔文国也是伤了元气吧。倒是也无妨，尔文国虽然伤了一些元气，可是拿下狱卒也补回来不少。若是再与其他大国开战，还是有一战之力。皇上心下大惊，一个国主，往日里最不缺的恐怕就是威严，可是这人竟然在他面前提起罗星磊时是一副温柔的样子，难不成他也喜欢？而耳闻国主进宫，几方都关注着，很快消息就传出去，大家一时间纷纷的猜测，是不是耳闻国主也看上了这位平安公主？东方浩洋自然也第一时间就听说了，他挺生气，也没有去找皇上，而是让人去查耳闻国主。这个耳闻国主是谁？我这2天可都没有突然他愣住了，想到什么，他笑了。这个时候林峰来了。小磊，这些日子一直在驿馆闷着，随我一起出去走走。好。林峰进驿馆，带着罗星磊出去，两人边走边说。罗星磊看到好玩的，林峰陪着；罗星磊买东西，林峰付钱，然后2人还一起去吃饭，一起去听戏。最后林峰将人送回到驿馆离开。一整天的行程很快就送到了各处。公主，太子来了。太子找我何事？你与他认识？是。他不想我们在一起。我们本就不应该在一起。我说过，得不到你的心，我也要得到你的人。随你。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？太子说笑了，我是和亲公主，没有选择。皇上不是下旨将我赐予太子了？今天他进宫对我父皇威胁，若是我敢娶你，他就要对东华开战。好，那是他的事情，我管不了。几年不见，林峰他这个义父就变成了耳闻国国主。可是现在义父要给他出气，他也没有办法拦着。再说义父从来都没有在他面前提起过自己的身份。好，总归你的人是我的，谁也不能抢。说完他就走了。罗星磊甚至都不知道他过来为了干什么。耳闻国主的意思明确，太子不可以娶平安公主，若是我们敢娶，只怕他那边会开战。皇上，这事儿不妥，耳闻国现在强大，若是我们招惹到他们，以后指不定会怎么样。
再说平安公主本就是嫁过一次的人，要不与太子的婚事就这样算了吧。所以你们的意思是，别人上门威胁的事情，我们就得同意？皇上，臣以为既然尔文国插手，那太子与平安公主的大婚的事情必须要进行下去，而且要让太子以最快的速度娶了平安公主。哦，保住我东华国的颜面。现在尔文国主就在东华，他若是执意开战，那就看他能不能走出东华再说。反正也是一战，抓了他当俘虏也不亏。不可以开战！王大人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若是开战，百姓生灵涂炭，就是一个平安公主，既然尔文国要插手，我们就顺势将婚事取消就是。哼，国大人的意思是让别国都看看我们东华不行，连自己的太子妃都保不住。那若是改日有其他国家再过来威胁，想要让郭大人的夫人嫁过去，不嫁就开战，郭大人又该如何？王显，你这种玩笑开不得！皇上，太子来了，让他进来。儿臣见过父皇。起来吧，尔文国的事情你可知道？儿臣听闻了。太子有什么想法？儿臣刚刚去钦天监查了日子，下个月15宜嫁娶，特地过来请旨。太子殿下，尔文国现在要横插一脚，这亲怕是成不了。哦，我东华国的事情，何时需要一个他国人插手？郭大人何时学会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了？还是说郭大人这样做能得到什么好处？皇上明鉴，太子明鉴，臣对东华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呐。若是现在退让，以后是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前来威胁？郭大人可有想过，我东华泱泱大国要受人威胁？臣只是不忍心百姓生灵涂炭。哼，郭大人，行了，都退下吧。翌日，林峰没有再过来找罗兴磊，而是进宫逼皇上去了。罗兴磊倒是见到了一个人，一身乞丐装的医药。是我的错，全都是我的错，与太子无关。我们认识。这书里有写如何假死，如何救活，如何让人失去关于某一时段的记忆。当初是我动手将太子带走，后来又直接带回东华，最后甚至让他失去了关于你的记忆，这些都是我做的。可是我当真不会如何将一个人的记忆再找回来。将书烧了，人赶出去。是。尔文国主，那是我与他的婚事，你无权插手。林峰哪里能惯着他，抬手就去打。东方浩洋躲避，两人你来我往，直接在宫里就打起来。消息很快就传到皇上那里。这个凌风到底是谁？他想要干什么？朕都已经赐婚，这事儿不可能改变了。皇上还是去看看吧，这会儿恐怕只有您能让他们停下来。皇上没办法，只能动身去看。当他到的时候，这两人还打得难舍难分。不过林峰与东方浩洋两人也没有下死手，全都有保留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皇上站在一边也没有劝阻，直接琢磨起来。去宫外请平安公主进来，这事儿因她而起，必须要她进宫来处理。是。海公公出宫去请罗兴磊，可得到的消息是罗兴磊心急发作，人晕倒了。海公公还亲眼看到下人收拾罗兴磊吐出来的血，当下也没敢再说，直接快速回宫去，一刻也不敢耽搁。进到宫里，两人还在打，天都黑了，周围的侍卫手持火把站在一边。皇上竟坐在一边吃着糕点，一副悠闲的样子看戏。皇上，不是让你去请人，怎么就自己一个人回来了？皇上，平安公主刚刚心急发作晕倒了，
老奴去的时候还看到平安公主吐出来的血。随着海公公的话音落下，东方浩洋挨了林峰一下，直接转身就往宫外跑。林峰也跟着去，两人一前一后离开。这事儿怎么好像越来越麻烦了？皇上，平安公主心里有太子的，这事儿定能成，就是不知道尔文国主为何这般。还能怎么样？无非两种可能，他也是男人，要么动了情，要么就是故意为难浩洋。太子，公主已经休息，还请太子回去。我想看看他刚才是不是发病了？是。怎么就让他进去了？公主也许是想见他的。他如何？没事了，好好休息一晚，明天就好。那就好。公主还没醒，我就看看。东方浩洋一步步的上前，因为心痛，脑海中闪过一个画面，似乎是他一直长睡不醒，而他很着急，一直和易耀去看他。他还想再想一些别的画面，可是怎么都想不起来，再想就是头疼。林峰在外面等了挺久，可是东方浩洋一直都没有出来，他干脆直接快步进屋，伸手直接将东方浩洋给拖出来。这事儿我不同意，以前没人照顾他，以后我照顾他，你也别想娶她。东方浩洋看了一眼林峰，没有说话，转身走了。皇上，老臣感觉太子有些不对劲儿。是不对劲儿啊。皇上，太子走的时候眼神不对，要不还是派人去看看吧，老臣这心里慌乱得很。派人去看看。是。皇上，太子将10大恶人放出来了，并且签了生死对战。他要干什么？太子说，只要10大恶人能打赢他，就可以不用死，可以获得自由，如果打不赢，就要死。皇上，还是去看看吧。立刻去封锁消息，不能让这件事情传出去。回皇上，太子已经封锁了消息，人就在城外的练兵场。走，去看看。10个人打1个，东方浩洋手上拿着的是刀，对方也是刀。杀了这位，他们可以活着。原本这些人就是无恶不作，更不会因为对方是太子就迁就。所以当皇上到的时候，太子身上已经挂了彩，而对方已经死了2个人，尸体就在一边倒着。没人关注尸体，大家看到的全都是东方浩洋与那些人打架的样子。太子这般不要命的打法，长时间下去，只怕体力都支持不住啊！可知道你家主子为何要这样？属下等不知，属下就知道太子要过来与他们对战，属下已经劝说，但无用，属下只能随时准备上前去营救。一群废物！又是半个时辰过去，东方浩洋的身上又是2道伤口，对方也终于又死了1个。可是1敌7，体力上也是跟不上的。刘峰，去调集一些人手，若是太子体力跟不上时，立刻将人救下来。皇上万万不可，太子与对方签的是生死契。可这公平吗？对方10个人，太子只有1个人。皇上，太子签的时候是1男1女，太子是男，可以找一个女人过来帮忙，只不过臣不知道找谁。如果在生死关头的刺激下，我的记忆有恢复的可能吗？是有的。是的，他当时说是有的，但不太肯定能不能。没想到他真的这样干了，用自己的命去赌。皇上应该通知平安公主过来，她的医术极好，太子挺不住，只要有她出手，性命无忧。你亲自去，消息还需要继续压住。是。公主，快随老奴去看看吧，太子他……走。海公公，我们这是去哪里？公
公主，太子与10大恶人签下了生死契约，情况不妙。生死契约这种东西，敌我双方必须有一个死了才算罢休，不然就只能战下去。他1对10。是。看到东方浩洋白色衣裳上的血在阳光下无比的刺眼，他心跳都要停止跳动了。时间仿佛回到了他被围攻的那次，而自己却没有来得及救他。当时他就是面对这样的场面吧，他甚至连思考都没有，连伪装都来不及。在别人还没有看过来时，已经直接用轻功冲进去，手上同时也多了一把剑，直直地冲着想要伤东方浩洋的人而去。罗星磊出场就直接杀了一个，动作那叫一个利落，没有一丝犹豫。刘峰是个武将，看到罗星磊这样子，瞬间眼神都亮了。这平安公主身手真好。皇上也是第一次见罗星磊出手，看到他不管不顾地冲着东方浩洋过去，之前的心里的气突然就散了，唇角也勾了勾。这小子真会算计，在东华国别人定然不能伤了他，而他却可以试探出来罗星磊的真心。这孩子竟是个美人。你先出去，我一个人可以。东方浩洋对罗星磊喊，罗星磊回头看他一眼，可就是这一眼，竟看到远处有一根利剑冲着他过来。不要！他们知道自己活不下去了，可是在死之前，如果能拉着东方太子一起死，那也赚了。莫东几人直接上前，人手一个，无忧也上前解决了一个，刚好5个。方阳哥哥，你挺住，你挺住，我救你，我一定会救你，我不允许你离开。不哭，我想起来了，终于想起来了。方阳哥哥，不要，我不要你走，不要！快救他！走开！你们都走开！你们都是坏人，我不许你们带走方阳哥哥。说，他们去哪里了？不知道。皇上，平安公主不会伤害太子的，她肯定会救太子。不如我们等等，太子身体若是好些，肯定会回来。他当真能救活太子？皇上，公主的医术极好，只要她愿意，肯定可以救活。你们几个把她带回驿馆，将驿馆的人看起来。平安公主1天不回来，这些人1天不许离开。是。太子，来人，快来人呐！快将人抬进去。叶爱卿，你与平安公主接触时间最久，你来说说，公主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就不见了？什么？不见了？别动，你身上有伤。太子可千万别乱动，否则伤口就要裂开了。你们刚才说什么？他不见了？什么叫他不见了？太子啊，您身上的伤是平安公主亲自动手处理的，若是因为您乱动让伤口裂开，怕是公主会不开心呢。怎么回事？他不见了？太子啊，平安公主昨天夜里将您送回来，没有回驿馆。那她身边人呢？都在驿馆，她身边伺候的几个人都在。尔文国主呢？你想什么呢？这俩人还能一起私奔了不成啊？他尔文国主敢，朕就出兵，真当我们东华没人了？什么人都想抢？不是的，尔文国主在吗？父皇，我想起来了。为了能想起来，你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了？那可是10大恶人，他们一个人或许不是你的对手，可他们一起上，你有几条命够他们杀的？没有那些记忆，没有他在身边，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。混账话！你是东华太子，你有自己的责任，怎么可以因为儿女情长说出这种话来？以前只为了东华而活，可是以后
我想为他而活。父皇可能不知道，我生病的时候，他天天照顾我，天天为了我炖汤，不管是不是下雪天，他为了能让我身体好起来，想尽办法给我做吃的。在鳌山村的那些日，我很开心，不仅他是我的骨血，而我也是他的命。父皇可有想过，当初我假死，他是怎么活下来的？他是如何熬下来的？当初若不是天宁的长公主动手，他一心想着为我报仇，恐怕在我死后，他会安排好一切，陪我一起。我是假死，若无仇人，他就真死了，那儿子这辈子也不会开心。他家里人都对我很好，在那里我就只是一个平凡的书生，与他下棋，偶尔他去坐堂给人看病，我去街上溜达，傍晚我们会一起回家。每次回家后，娘都会给我们准备一些吃的，糖果每次都会嘟囔着奶奶不爱他了，可每次都会乖乖送吃的过来，还叮嘱我们第二天过去吃饭。以前知道自己活不了太久，没有什么想法，可当自己身上的病治了，我就知道自己可以活长一点，心中就有了其他想法。他说要给我好好调养，一定要将身体养回来，如果养不回来，我先走了他会难过。我答应他一定在他后面走，这样他就不会难过。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做到，父皇只看到儿子健康的回来了，可没有他儿子什么都不是，没有他一直细心养着儿子的身体，儿子也就再活几年。皇上的内心是震惊的，他感激那个将他儿子治好的人。当初他派人出去叫浩洋回来，第一次出去带回来的消息是太子不愿意回来，太子身边有了女人，说那是一个村里丫头，就长得漂亮一点，其他什么长处都没有，可以说是一无是处。他自然生气，他优秀的儿子怎么能让那样的女人毁了？他又派人出去找，下令无论如何也要将人带回来。后来人带回来了，可身上有伤，他这才知道自己儿子在外面竟然悄悄成亲了。当时他愤怒，下了死令，这件事情不可以说出来。可儿子醒来以后强行要离开，没办法，他问医药有没有办法洗了记忆，医药将儿子的记忆洗了。你好好休息，他身边的人还没有走，想必会回来。他现在是天宁公主，不会扔下天宁不管的。父皇一定要看好尔文国主，待我可以亲自下地，我自己去认错。认错？什么错？尔文国主是他的义父，之前尔文国与东华关系一般，就算我大婚，尔文国主也不必亲自过来，过来就阻止我们成亲，恐怕也是因为生气。她是尔文国主的义女？是，以前她还不是尔文国主，就认了干亲。在我认识她以前，所以尔文国主阻止这件事情，也许是因为生气。这件事情我去跟他解释，你好好养伤。当初命令是我下的，做事的人也是按照我的要求去做的。父皇最近别让尔文国主离开就好，儿子身体好了会自己去，只要尔文国主还在，他就一定会回来。宫里，皇上先一步回宫，林峰紧跟着就回到宫里。以前皇上看到林峰的时候，那是一点也不想搭理，两人之间的矛盾都已经摆到明面上来了。可是今儿有些不一样，林峰进宫，皇上脸上满是笑容，还亲自上前寒暄。尔文国主，
最近吃的可还习惯？东华与尔文的饮食还是有些区别的。你若是吃不习惯，就告诉朕，朕给你派个会做尔文菜的厨子。不必了，我已经来东华有些日子了。看朕问这话多余，一会儿朕就派人过去，一定要住得舒服。今天你进宫了，就陪朕下棋吧。下棋，林峰不拒绝，但就感觉有些奇怪，皇上怎么就这么奇怪呢？皇上，就算你说的再好，我依旧还是那个意思。平安公主与太子之间的事情不适合。哈哈，尔文国主这脾气是真急呀。无事的，太子与平安公主之间的事情，那是小辈的事情，要不我们就不管了。也许这俩孩子情投意合呢。这两个孩子之间没可能，所以想都不要想，什么情投意合。我看这世间负心汉就最多。那不如这样吧，我们当面问问平安公主，若是她愿意，这圣旨就奏效；若是她当真不愿意，那这个圣旨我收回。林峰细细想了想，最后点头。难得这个皇上会妥协一次，而且有他在背后，天宁也不用怕东华。小磊想拒绝就拒绝。只是方阳这小子竟然没了记忆，当真是与小磊无缘。不过他假死的事情是不可原谅的过错，让小磊那样痛苦，就不是男人所为。你可别便宜了那小子，虽说他可能有自己的苦衷，但让你痛苦就是他的错。父亲放心。罢了，既然你想嫁，那我也只能祝福。上次你们在鳌山村成亲的时候，我有事儿没赶回去，这次倒是可以参加。要不要将你爹娘接过来？不用了，他们不适合这种复杂的环境。村里生活挺好，简单快乐，在这里他们也不习惯。天宁王我还没有见过，但就算见了，我也要狠狠地骂他。好不容易将你找回去，竟然直接又将你嫁到天宁来了。父亲，不怪父王，天宁的情况，面对东华总不能了兵。现在的局面挺好的，我也会好好的护着天宁。父亲，尔文国刚刚停止战争，一连战了几年，只怕现在也只是在慢慢恢复。表面看起来强大，可内里是早就已经千疮百孔，需要好好休养。我嫁给他就能解决的事情，没必要。可他欺负你。父亲，他以前待我也挺好，而且他解释过了，当时他假死是别人去干的，不是他。这小子是不是给你随便解释什么你都听？他停！他既然是东华太子，为何当初与你在一起的时候没讲？后来你们成亲，他知道你所有的事情。行了，这事儿你还是得听我的。父亲，他解释过，当时他说的情况也基本与现在的情况差不多，家中人口多复杂，只是我没有往皇室身上想。哼，你这丫头，是不是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？自是信的，他不会骗我。行，你这边我不管了，但你不能阻止我给那小子找麻烦，这口恶气我可是咽不下去的。行，您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这是怎么了？公主啊，您还是去看看太子吧。殿下这几日非常听话，伤口也好得挺快，可就是这进补的速度太快，太子身子虚，臣怕他补太过了。你是给他看病的大夫，你都没有办法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哎呦，公主啊，您还是去看看太子吧，您的话太子肯定会听的。出去吧，以后别来我这里。他是你们东华的太子，他的身体是你们东华的太医负责。你们如果连这点事情都办不了，那要太医院何用？公主，我只是天宁的公主，不是东华的公主。公主，
太子肯定会听您的话。听我的我就要去。再说他为什么要听我的？我能破例将他救活，已经是看在东华国的面子了。既然他那样注意自己的身体，死便死了。你回去告诉他，他死了，我给他守寡，安心去吧。不过别用补太过这样的死法，会丢东华的脸。罗星磊不想听他废话，直接回自己的院子待着，心里就莫名的有些烦躁。我来说你来写，以后他求你头上，你就给他。是。